你是何人？要逐我去路。无伤剑，剑无伤。剑不错，但你不该来北洋。六弟，怎么不还手？当年你不是皇室百年一遇的武道天才吗？如今连顾一拳都接不住了。什么天才？不过是红衣暗余孽，母族满门获罪，他能活着已是父皇开恩。5年前，所有人都以为我已经成了废人，他们以为我经脉尽毁，武道断绝。母妃，外母他们不会谋逆，孩儿去求父皇，孩儿去查清楚。景南，这宫里不是有理便能活，也是真相太轻，权势太重。试下它，此丹名为风脉丹，服下之后，你一身功力会尽数沉寂，经脉如沸，根骨如毁。从此，天下人都会以为你再不能修武。母妃，你要孩儿做废人？不是做废人，是活下去。景南，你记住，龙困浅潭不是败，潜龙在渊只待风雷。今日你若锋芒太盛，必死在这宫墙之内。只有让他们觉得你无用，你才有机会走到最后。那母妃呢？往后的路你要一个人走。青南，别哭，帝王之家，眼泪救不了人。把今日的痛，今日的辱全都记住，等有朝一日潜龙出渊，再让这天下好好听你说话。活下去，替母妃，也替你外祖一家活下去。红衣案之后，六殿下算是完了，母族没了，母妃也没了，自己还废了。这样的皇子，活着也只是碍眼。帝旨：六皇子苏清南母族涉红衣旧案，朝野议论难平，念其年少体弱，不宜久居京师。即日起封北凉王，前往北凉就藩，无诏不得返京。青南，你可有怨？儿臣谢父皇隆恩。母亲，孩儿要去北洋了。今日我以废人之身离京，来日若潜龙出渊，孩儿定倾覆一切。所以说，龙生九子，还各有所好呢。堂堂大前六皇子，陛下嫡亲的血脉，混到被一脚踹到这鸟不拉屎的北凉，封了个听着威风，实则屁用无有的北凉王，这跟流放有啥区别？兄台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听闻这位六皇死哦，现在该叫北凉王了。年幼时也曾聪慧，颇得陛下欢心。可惜呀，外祖家牵扯进16年前那场红衣案，满门倾覆。他自己嘛，据说练功急于求成，走了岔子，伤了根基，从此武道无望。一个母族有罪，自身又成废人的皇子，留在京城岂不是碍眼？打发到这北凉苦寒之地，眼不见为净罢了。可不是嘛！我还听说，这位王爷到了北凉，整日就是闭门不出，要么就是带着他那几个歪瓜裂枣的菩萨在城里闲逛，买些不值钱的破烂玩意儿把玩，半点正事不干。北凉匪患成灾，边关不宁，他可曾管过？我看啊，陛下让他来北凉，就是让他自生自灭的。可怜他那指腹为婚的未婚妻喽，听说还是中州什么大门派的仙子般人物，这婚约
怕是悬喽。好俊的娘们儿！贵客光临，快请进，快请进。这天杀的鬼天气，楼上还有雅间，清静。不必。小姐，这地方真是鱼龙混杂。那些人说的可是真的？那位北凉王殿下当真如此不堪？这一路行来，听到的皆是此类言语，想来空穴不来风。小姐，这婚约……这人的气度与喧闹的客栈，外面的风雪，与一切都格格不入。他像是一个误入此间的旁观者。北凉王算个球，不过是个失势的废物皇子。真正让老子心惊的是另一件事。凉州无伤剑，剑无伤，诸位可都听过？剑圣之名，谁人不知？那位10年前便已踏入不败天境，一柄秋水剑拜尽天下高手，实实在在的剑道魁首。哼！什么狗屁剑圣！今日白天，有人在凉州与北凉交界的老鹰圈发现了他的尸体。什么？不可能！剑圣死了，千真万确，而且死状极惨。他那柄名震天下的无伤剑，被人一剑生生斩碎，剑柄不翼而飞。谁？到底是谁？谁能杀得了剑圣？莫非是陆地神仙出手了？现场残留的剑气，据说纯粹凌厉，霸道至极，却并非已知任何一位陆地神仙的路数。这乌木峡狭长，无伤剑消失的剑柄，莫非？不可能！我在想什么？酒里有毒，是蒙汗药，还是极品的那种？掌柜的，当思念飞过夜空，只曾停留，你的心一场梦。你们是什么人？为何下毒？这药力是千机软筋散，你们不是普通黑店。有点见识，可惜晚了。诸位相逢即是缘，可惜这缘分今日得断了。自我介绍一下，北秦镇武司胡图鲁九品大宗师。北秦？他们是北秦的细作。中国武道争霸在即，杀了你们这些南前的江湖人行商，尤其是还有青云宗的高足，想必能给大钱添点堵，灭几分威风吧。也算我等为陛下、为北秦略尽绵薄之力。混账！小姐，老奴拼死拖住他们，您速退。
这些人是北秦精锐死士，不可力敌。青云宗的仙子果然名不虚传。放心，吴某会给你一个痛快，尽量不伤了你如花似玉的脸蛋儿。毕竟我北秦的勇士也惜花。你倒是镇定，喝了加料的酒还能坐着。队长，跟着装神弄鬼的人废什么话？看他穿的最是富贵，说不定是条大鱼，先拿他开刀祭旗。那么远，那么痛，那么爱，那么恨，那么闹，以后怎么动不了？安静。内急外放，凝水成膏。我杀了你！叫明天有风雨后，眼神燃烧此刻的我。阁下究竟是谁？我镇武司副司属马上就到，那可是入道玄境的人物。阁下若是能留下这个匣子，我可做主放你骑去，如何？白姑娘，前方30里便是寒风渡，那里有家客栈，虽简陋，却能暂避风雪，也好给马匹补些热水干粮。您看是否稍作修整？哼，头儿，里面这位白姑娘到底什么来头？长得可真他娘的带劲儿，就是冷了点。这一路南下，兄弟们冻成冰坨子，她倒好，在里面暖暖和和。闭嘴！是不该问的别问，管好你直接派下来的。此次潜入大前，一切行动都听他调度，包括我。连秦副司您这等大高手都要听这位白姑娘号令？这白姑娘没半点内力，分明是个普通人。哼，乳臭未干，加快些，赶到客栈。本姑娘堂堂陆地神仙境，这个姓秦的果然和她的名字一样蠢。哼！这是剑无伤，是剑圣的无伤剑。剑圣的本命神兵被人一剑斩断了。一剑斩碎无伤剑，抹杀不败天境剑圣的人，就是眼前这个戴面具的人。我刚才竟然还想抢他的木匣，找死！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为何随身携带剑圣的断剑？难道他就是那个碾压剑圣的恐怖存在？此人的修为究竟到了何等地位？前辈，晚辈有眼不识泰山，冒犯前辈虎威，晚辈这就滚，立刻滚，绝不敢再污了前辈的眼。我的牛肉面还没上，我这就去做。不要放葱花。是。
前辈可还满意？太好了，这煞星终于要走了。这股气场，站住！这些人是你杀的？好胆，杀我镇武司的人，今日你必须给本座一个交代。头儿，跟他废什么话？宰了他！走！且慢。这白姑娘一点修为没有，今天是完蛋了。当思念飞过夜空，缠绕指尖停留，美得像一场梦。你要救他。背影转身后，对视在人海中。放过他，或者我杀了你。杀我？Never try, never see, never, never know, never find, never see, let you go. 有意思，没想到这里还能遇到一个勉强能看。
于凡，以搏破巧。这已是近乎于神仙的境界了。陆地神仙，2个陆地神仙，这怎么可能？这可是传说中破虚飞升的存在。这等传说中的人物，为何会出现在北凉苦寒之地？我究竟卷入了什么可怕的漩涡？眼前的2人竟是陆地神仙！玄冰斩破！可惜，寒冰道韵纯净剔透，已近乎本源。气血之中隐有异香，生机澎湃，远超常人。重伤之后，这异香更浓。难怪年纪轻轻便能踏足此境，原来是传说中的女妖。那么伤，那么远，那么痛，那么爱，那么恨，那么浓。完了，翻车啦！这人怎么一点不怜香惜玉？他怎么知道我是迷妖？难道要被带走当血库了吗？我还没给族人报仇呢。现在你落在我手里，你说你也不想自己迷妖的身份被暴露出去吗？要么驾车，要么跟他一样。驾车，小人驾车，前辈饶命，饶命！
走。这等存在，那废人简直如萤火，笔直皓月，心潮漾开。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他一面？小姐，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需尽快前往北凉城。走吧。长这么帅，天天戴个面具，那么爱装。迷妖，真是久违的名字了。传说中得天地钟灵，却又被天道所弃的一族，天生经脉宽阔，亲近各种属性的天地元气，是绝佳的武道胚子。所以啊，你们的下场无非几种：运气好的，从小被圈养，定期取血，成为某些大势力或老怪物的血库，苟延残喘。运气差点的，被抹去神智，练成只听命令的战厨或药奴。至于女的，你到底是谁？为何知道这些？我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比如，你们这一族并非天生地养，而是上古某个触碰了禁忌的宗门，以秘法融合异兽与人类血脉弄出来的失败品。再比如，你们血脉中的异香并非无法掩盖，需要一种生长在极阴寒潭深处的明晰草，配合特殊功法才能彻底消去。看你的样子，显然是没用过，或者没机会用。真爱装，还闭着眼说话，所以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那里面是什么？一把残剑。凉州剑无伤的佩剑。你究竟是何身份？你真想知道？我姓苏，名青南，大前皇帝第6子，受封北凉王。北凉王，大前六皇子苏青南？不可能！传闻中，六皇子因外祖家获罪被发配，练功走火入魔，导致根基尽毁，是个终日闭门不出的废人。你怎么可能是苏青南？你说的那个废人，就是我。为什么不可能？就因为那些江湖上人人皆知的传闻。传闻说我练功走火成了废人，可我若真是废人，方才那柄血枪是谁拧的？木匣里剑无伤的剑，又是谁拿的？传闻说我懦弱无能，闭门不出。可我若真不出门，这北凉的风雪，边关的匪患，城中的百姓，又该由谁来管？虽然我也没怎么管。前辈，
到城门口了，但城门关了。去北门。这是北凉，天下人口中的苦寒流放之地，竟是一座不夜城。直走，最大的府邸。谁呀？这大半夜的，原来是殿下。他看起来腐朽不堪，可我能感觉到，他体内藏着足以斩断光阴的绝世锋芒。你这北凉王府到底藏了多少怪物？王爷，您可算回来了！这大半夜的风雪把我们担心死了。王爷，您可回来了？厨房的炭煜羊肉都热了3回了，新菇的杏花春也温着呢。王爷这趟出门辛苦，奴婢们备好了热汤，给您驱驱寒。虎口生茧，万吻如山。大前六皇子的贴身丫鬟，竟是隐藏的高手。这位姑娘说笑了，在王府，奴婢们只是伺候王爷端茶倒水的粗人罢了。哼，王爷，这老狗的断剑，奴婢拿去库房扔着。把他带到西暖阁，看好了。老贺，处理干净。好的，殿下。挑水不兴波，扫地何吐纳。苏青南，你这北凉王府，连个扫地的杂役都是9品大宗师。北地鲜寒，下人们总得练点防身之故，免得被他风雪吹跑了。姑娘，喝口热茶暖暖身子。王爷吩咐了，这西暖阁最是清静，您好生歇着。房顶一个，窗外一个，门外一个，3道绝顶高手的契机锁死这座暖阁。你们王爷真是看得起我。姑娘真是冰雪聪明，那您歇着，我先告退。怎么样？我这王府还住得惯吗？满府的怪物，深不可测的北凉王，你到底想做什么？没那么复杂，他们不过是一些无处可去或者不愿再去别处的人，恰好聚在了北凉，又恰好愿意听我几句话而已。别兜圈子了，你抓我来究竟是为了什么？杀了我取血？你的血对我没用。那你……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一个冥妖，而且是如此年轻就踏入陆地神仙境的冥妖，不在你们族中圣地躲着，怎么会跑去大前，还让北秦镇武司的副司给你当护手？不想说，还是不敢说？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不过，在你说之前，我们可以先做点别的。王爷，酒菜备好了。先吃饭。你穴道被封，气血不畅，久了伤身。我这府里的厨子手艺还行，凑合吃点。这王府的厨子手艺这么好，这包子看着好香啊！宁做撑死鬼，不做饿死鬼。开吃！饭也吃了，现在可以聊聊了吗？白姑娘，或者说，我该叫你白离。闽瑶族千年不遇的冰魄玄体，3岁觉醒血脉，5岁踏入武道，10岁大宗师，20岁便已触摸到陆地神仙的坤坎。可惜你们一族藏身的玄冰谷，3年前被一伙神秘人攻破，族人死伤殆尽，
只有你和少数几人在外历练，侥幸逃脱。逃脱之后，你隐姓埋名，与北秦某个极其有权势的人物达成了某种协议。北秦助你复仇，追查当年灭族的元凶，而你则用你的能力或者你的血脉为北秦效力。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玄冰谷被攻破之事，外界绝无可能知晓，除非……别误会，攻破玄冰谷的不是我，也不是大钱。事实上，我对那伙人的身份也有些兴趣，因为根据我查到的一些线索，那伙人很可能与我正在调查的另一些事情有关。你们明妖一族除了血脉特殊，是否还世代守护着某样东西，或者某个秘密？看来我猜的没错，玄冰谷被攻破，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抓捕迷妖这么简单。你到底想怎么样？我说了，我对你的血没兴趣，但我对你们泯妖守护的秘密，对当年攻破玄冰谷的线索，以及你与北秦达成的具体协议很有兴趣。我们可以做个交易。交易？对，交易。把你所知道的一切告诉我，配合我调查一些事情。作为交换，我可以为你提供庇护，真正的无人敢动的庇护，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我会帮你。又给他装上了！那帮人这么强，他凭什么能打过啊？我倒要看看他哪来的自信。你凭什么？对方很强大，超乎你想象的强大。现在，你觉得我凭什么？好，我答应。玄冰谷确实不只是我们明妖一族的栖身之地，谷底最深处有一座古老的祭坛，祭坛之上供奉着一件东西，或者说是一块碎片。碎片？族中最古老的记载不详，只说那是仙嘴传下的圣物，与明妖一族的起源有关，必须世代守护，绝不容有失。它具体是什么，有什么用处，连族长也不完全清楚，只知道它与其他几种本源力量有关。所以，攻破玄冰谷的人，首要目标是那块黑色碎片。这也是我后来才想明白的。当时袭击来得太快太突然，对方显然对玄冰谷的防御了如指掌，避开了所有明哨暗卡。他们人数不多，但每一个都强得可怕。等我接到消息赶回去时，看到的只有满地族人的尸体。后来呢？你怎么确定与北秦有关？又为何选择与北秦合作？我逃离后隐姓埋名，暗中追查。我发现玄冰谷被攻破前后，北秦边境几个镇的驻军有过异常调动，且镇武司的一些精锐高手曾短暂消失。更重要的是，我族中有一门秘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感知到那块碎片的气息。3年来，我辗转各地，唯有2次在靠近北秦都城上京方向时，血脉有过极其微弱的悸动。虽然无法精确定位，但碎片很可能就在北秦，甚至就在上京。所以，你主动找上了北秦王室？不完全是，是北秦的人先找到了我。准确说，是北秦那位长公主莹月。莹月，那位据说体弱多病，常年深居简出，却在北王朝产拥有莫大影响力的长公主。正是她。她不知如何得知了我的真实身份和遭遇，派人秘密接触我。她承认，当年袭击玄冰谷之事，北秦皇族内部有人参与，但并非皇帝和他本人的意思。那黑色碎片如今就在上京，被那股势力秘密掌控着。他愿意帮你，代价呢？他承诺会帮我夺回碎片，并查出当年参与袭击的具体人员，交给我处置。但作为交换，我需要为他效力10年。这次你南下是什么任务？你确定会庇护我，帮我复仇？你已经有答案了，不是吗？处理掉2个人。大前皇帝苏萧和他身边的大太监韦多佛。你猜到了？你告诉我的这些很有价值。这些线索和我正在调查的一些事情似乎能连起来了。你到底在调查什么？又为何会对米妖和那块碎片如此了解？以后你会知道的。禽兽死在这里，你落入我手，
无论真相如何，在北秦那边看来，你都已是背叛。莹月或许会保你，但那股夺取碎片的势力绝不会放过你。所以，你给我的庇护依然有效。从你答应交易的那一刻起，你就是我北凉王府的客人。只要在这北凉地界，除非我点头，否则没人能动你分毫。那块碎片还有袭击玄冰谷的势力，很可能与我追查的禁忌有关。合作对我们双方都有利。以茶代酒，庆祝我们达成共识，也预祝合作愉快。进来。王爷。何事？王爷，柳家那边的人递来的拜帖，青云宗圣女柳思雨明日辰时将正式登门拜会王爷，了结旧约。他倒是来得快。寒风渡一战，恐怕已经引起了一些有心人的注意。另外，京城那边好像也有几道目光投了过来，该来的总会来。既然都这么好奇，那就让他们看吧，看看我这北凉到底是流放废人的苦寒之地，还是能埋葬一切野心与算计的龙兴之所。属下明白。小姐，时辰差不多了，走吧。找谁啊？劳烦通传，青云宗圣女柳思雨依约前来拜会北凉王殿下。青云宗圣女？哦，好像是有这么回事。王爷说了，来了就直接进去，在正厅等着。老人家，圣女已至，可否通报王爷一声？王爷还没起呢，你们先坐，先坐。这不是厨子，这是功力深厚的铁匠之手。老赵，今天的包子是不是又偷工减料了？肉馅剁得不够碎。放屁！老子剁的馅儿，能看见一粒完整的肉丁，都算老子输。不信你过来尝尝。火候是到了，但这花椒还是放多了点儿，抢了肉香。这北凉王府处处透着诡异。这是那个废人。青云宗柳思雨，见过北阳王殿下。柳圣女远道而来，辛苦了，坐。殿下想必已知思雨来意。昔日长辈戏言，定下婚约，实属儿戏。如今你我道路不同，此约我想已作废。不日我就要成就九品大宗师。亲。天山剑手李玄风，问见芍药姑娘。这等人物，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北凉王府？还指名道姓，要问见一个无名之辈。问见芍药姑娘，芍药是谁？啊！烦死了！侍候殿下吃饭的活又被抢。这身法，这怎么可能？
芍药姑娘，李某苦修20载，寒疾剑意终有所悟。听闻姑娘曾于北境冰原，一剑破去家师留下的寒玉剑碑，特来请教。李剑手，那都是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我当时就是路过，看那碑文刻的歪歪扭扭不好看，随手抹平了一下而已。天山剑派正宗之宝寒玉剑碑，蕴含天山剑道真意，坚不可摧。在这红衣侍女口中，竟然只是刻的歪歪扭扭不好看，还随手抹平。既如此，便请姑娘再借李某此剑。哎，李剑手，你这寒气有点凉飕飕的，我家王爷刚起，可别冻着了。怎么会如此？力达金刚地境。好，李某今日便以手中之剑亮一亮金刚地境的深浅。天山九剑，寒星坠。借君几缕芳魂，演一场风月。吴老鬼，你这徒弟剑意倒是越发纯粹了。这寒星坠使得有模有样，可惜火候还差了点。那女娃娃用的是异剑，不对，更像是佛门的心印化物，好生古怪。年纪轻轻，竟有如此境界，何止是境界？你看那府里其他人的反应，你那宝贝徒弟打生打死，人家该吃饭吃饭，压根没当回事儿。这说明什么？说明这种场面在人家北凉王府怕是司空见惯。哼，我那徒儿尚未尽全力，胜负犹未可知。哦，那我们打个赌如何？我赌你那徒弟撑不过一炷香，输了的人把那坛百年醉仙酿拿出来，如何？你倒是打得好算盘，那坛酒我存了30年，赌就赌，我赌玄风至少能与那女娃战成平手。哈哈，一言为定。看吧，你那徒弟要出绝招了。天山九剑，终极奥义，永继冰河。终究是繁花，承载不住太多意。去。
北凉王府规矩，上门问谏者，拜，则需在王府待上1年，以劳役抵偿冒犯之过。还有这庭院维修费、花草损失费、惊扰王爷用膳的精神损失费，零零总总，呈会1万两白银。李监守，是现银还是银票？你们这是抢劫！抢劫？抢劫哪有这个来钱快？哈哈哈哈哈！吴老鬼，看见没？一炷香都不到，你那坛百年醉仙酿是我的了，快拿来！好一个北凉王府，好一个金刚地境，欺人太甚！老夫倒要看看你这王府的门槛到底有多高！这吴老鬼拜10年了，脾气还是这么急。半部陆地神仙又如何？那北凉王府的门是那么好进的？这等漠然姿态，简直狂妄！老夫倒要看看你有何倚仗！谁呀？大早上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找谁呀？天山伍佰，特来拜访北凉王，了解门下弟子之事，速去通传。扰人清梦，真没规矩。放肆！装神弄鬼！哎呦，差点摔死老子！这破路也不修修，差点摔死老子！诛心剑，断红尘。军旗化剑意，歌声和天道。你是酒神贺知良，那个20年前一醉入陆地神仙，然后消失无踪的酒神贺知良。唉，什么酒神不酒神的，老头子我就是个看大门的。不过老头子，我劝你，陈王爷现在心情好像还不错，赶紧带着你那宝贝徒弟，该赔钱赔钱，该干活干活，别在这杵着碍眼。伍佰小子，你这诛心剑练的是有点模样了，
可惜啊，心不静，意不纯，沾了太多红尘俗念，离那真正的神仙门槛还差得远呢。贺前辈，晚辈不知前辈在此隐居，冒犯之处，还请海涵。只是晚辈那不成器的徒儿，你那徒弟技不如人，按规矩办事儿，有什么好说的？1年劳役1万两银子，少一个子儿都不行。前辈，可否通融一二？赔偿之事好说，只是这劳役，规矩就是规矩，雷梁王府的规矩，王爷定的，想改问王爷去。对了，你刚刚也战败了，承贿1万两白银。这就对了嘛，识时务者为俊杰。柳圣女，婚约之事，你既心意已决，本王亦不强求。玉佩，你收回；文书，留下。自此之后，你我婚约作废，两不相欠，各奔前程。送客。是，王爷。柳生女，请。小姐，您没事吧？我没错，退婚是对的，必须退。他终究只是个被皇帝厌弃、流放北凉的皇子，被困在这宫寒之地。再多的奇人异事追随，也不过是偏安一隅，图个自保罢了。他的世界只有这方寸北凉，而我柳思雨的世界是广阔的江湖，是至高的大道，是青云宗，是未来的陆地神仙。我离开他，断绝这门亲事，是斩断枷锁，是解脱。我将走得更高更远，看到更广阔的天地。他北洋王府再诡异，再深不可测，与我何干？怎么会？这不可能！面具人带走了白姑娘，她现在却出现在王府里。难道说，他就是？
这两个身份，苏庆南和面具人，会不会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如果苏庆南真的是那个面具人，那我今日的退婚，岂不成了天底下最大的笑话，最大的有眼无珠？不会的，一定是巧合，绝对不可能。北地散人王恒特来拜会北凉王殿下，恳请一见。北地散人王恒久慕王爷风采，特来拜会，冒昧叨扰，还请王爷恕罪。哎呀，这位老先生，您这是做什么？快快请起，我们王爷可受不起您这样的大礼。这位想必就是芍药姑娘了。老夫王恒冒昧来访，实在是有要事求见王爷，还请姑娘代为通传。王老先生是吧？王爷刚用完早膳，这会儿正歇着呢。你有什么事儿可以先跟我说说，要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就别打扰王爷清静了。老夫前来是为凉州剑圣剑无伤之事。当思念飞过，这肉之间停留，你的像一群哦，剑圣啊，听说他让人砍了，这跟我们王爷有什么关系？老夫无意追究过往，只是剑无伤与老夫曾有数面之缘，如今他身死道消，老夫听闻一些风声，斗胆前来，只想求允老夫带回故友残剑。好吧，王老先生稍等，我去问问王爷。如果真的从北凉王府拿出了剑圣残剑，那么面具人一定就是苏青南。谁的爱太疯，任性的这就是那个匣子。真的是他，昨夜面具人手中的木匣。多谢王爷成全。王爷说了，只准你看，不准你带走。这是为何？老夫愿以重宝交换，只为带回故友残剑。王爷若嫌代价不够，尽可开口。这把残剑，王爷不会给任何人，莫说是神兵，便是拿整个天下来换也不行。王爷说了，你若真想带他入土，今正申时分来一趟大雪原寺。好吧。王恒讨要残剑，北凉王府拿出匣子。昨夜提着匣子冰封10里的面具人，就是被天下嘲笑的北凉王苏青南本人。红尘纷扰，皆是过客。
小姐，我们先找地方疗伤。不，等等，我要看看。小谁是美阳味，美如相配，盼铃声心碎，为幕间。他要带着剑圣的遗物去哪儿？大雪原寺。王爷，刚出炉的，您尝尝，驱驱寒。王爷，这是我阿爷炼的血壶，送与王爷御寒。王爷今儿个这身儿可真俊，回头我让裁缝按这个料子再给您送几匹新的去。王爷，王爷您慢走，路滑。多谢。拿着。传闻竟然是假的。小姐，这北凉似乎与我们听说的不太一样。跟上去。王爷，老夫依约前来，您既允老夫来此，为何又将剑圣遗物置于这无名灵牌之前？这般轻慢故友随身欠剑，岂是君子所为？赵氏一门又是何人，值得王爷用剑圣残剑祭祀？赵铁山，北凉军前锋营第7队队正，身被创伤27处，5年前因旧伤复发卸甲归田，居于凉州边境靠山村，膝下有一子，子留有一女，名唤丫丫，年方9岁。是赵铁山在这世上最后的血脉。7日之前，剑无伤为淬炼其隐身剑，需纯阴气血为引。他听闻靠山村有一女童，生辰八字特殊，气血纯净，于是他亲赴靠山村。那9岁的孙女丫丫，剑无伤以其气血祭剑。赵铁山持柴刀拼命，被剑无伤剑气震碎全身经脉，喜其扑救，被一剑重伤，不治身亡。赵家隔壁猎户闻声来看，被灭口。村正带人赶来。被剑无伤以目睹秘法，当诛为由，尽数斩杀。靠山村，赵氏17户，83口，除当时在外走亲的3人，无一活口。剑无伤取血之后，飘然离去。据说引剑殿城，剑芒更胜3分。王老先生，你现在还觉得剑无伤这笔残剑该入土为安吗？你还觉得本王用他的断剑祭奠赵氏一门83位冤魂是辱他吗？你还觉得你以神兵消息为交换，替他求取全尸是义气吗？我不知道，剑无伤他竟做出如此天理不容之事。赵老伯、丫丫靠山村的乡亲们，害你们性命的凶手，我已斩其首级。在此，今日以仇寇之剑祭尔等冤魂，愿你们泉下安息。北凉之地，只要我苏青南在一日，此等惨事绝不容再发生。北凉王高义，惭愧，剑王罪有应得，死不足惜。此剑祭祀冤魂，正当其用。老夫愿为赵氏一门上一炷香。你就算高义，但你隐藏了这么久，此番只要有心之人查证，就会知道是你做的。大前那些人知道你的实力后，定然不会放过你。为了那些平民，让自己置于危险，值得。他们不是民，是人。王爷，柳姑娘所言虽失之偏激，却也不无道理。您藏拙隐忍至今，必有深意。
此番为赵氏一门出手，固然义薄云天，可一旦暴露，后患无穷啊！大千朝堂之上，那些人的心思，老夫略知一二。他们绝不会坐视北凉有您这样的存在。他们不是民，他们是人，是我北凉的子民，是我苏青南立誓要守护的人。若连为他们讨个公道都要瞻前顾后、权衡利弊，那我这一身修为守着这北凉疆地又有何用？至于暴露，谁告诉你们，本王怕暴露？啊！这实质般的威压，怎么可能？好可怕的气息！不灭天鹰，巅峰，这是30年前销营匿迹的佛门苦行尊者。剑意通玄，这是孤河剑叶孤影。他不是16年前挑战剑神失败后，心魔缠身，自囚于海外孤岛了吗？这般阵仗，实属罕见。青云宗都没有那么多不败天境强者，这些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和苏青南倒地是什么关系？无量天尊，竟是陆地神仙清玄道长。杨先生，10位不败天境，3位陆地神仙，再加上北凉王，这等神仙阵容，
北凉军前锋营第7队对付李老六。率残存弟兄23人前来祭拜对阵，祭拜靠山村的父老乡亲，敬礼。这军里没有整齐划一的动作，甚至有些滑稽和悲凉，但那股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铁血、悲壮与跨越生死的情谊，如同实质的冲击波，狠狠撞在每一个旁观者的心上。铁山哥、丫丫，还有靠家村的父老乡亲们，凶手王爷给你们报仇了！你们何以良没有忘记你们，我们这些老家伙也终于能闭上一只眼了。李叔，还有各位叔伯，天冷，风雪大，你们不该来的。王爷，我们得来，我们得来看看铁山，看看丫丫，看看乡亲们，我们得替他们给您磕个头。李叔，不可！该磕头的是本王，是本王来晚了。15纵军称，80使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视君家，松柏种累累。10几年前，本王初来北凉时，这里是什么样子？千里边关，10日9空，城池破败，田地荒芜。朝廷的粮饷、抚恤，10城能到1城，便是皇恩浩荡。守在这里的，就是他们，就是这些15从军，一生都未曾归家，最终埋骨在此的北洋兵。当年北凉军最鼎盛时有8万，连年血战打没了，打光了，最后剩下的是800老兵，平均年龄超过60岁。800里防线10数座残城，就靠着这800白发老兵，拖着伤残之躯，拄着木棍石头，站在城头。没有粮，挖草根啃树皮；没有甲，穿破裹麻布；没有剑，削竹为子，烧石为弹。他们身后是荒村，守着的是被天下视为累赘的高寒之地。万里一孤城，尽是白发兵。直到本王来了，本王带来了种子、工匠、医者，带来了希望。本王重建城池，开垦荒地，整顿军备。本王向朝廷争，向世家讨，甚至自己去借去取。本王要让北凉的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要让北凉的兵有甲胄，有利刃，有抚恤，有尊严；更要让所有为北凉流过血的人，老有所养，伤有所依，冤有所偿。赵铁山队正是最早卸甲的老兵，儿子战死，丫丫是他最后的念想，而剑无伤毁了这一切，所以他必须负责。他的残剑必须在这里谢罪，这就是本王的北凉，这就是本王为何在此。王爷，老师带铁山哥，带所有死去的弟兄，带北凉的百姓，谢谢您！北凉有王爷是我们的福气，我们这些老骨头还能为王爷、为北凉再站一把岗。这是烧魂刀，北凉最烈的酒。今天不是敬你，是敬你们北凉军那800个守到死都没退一步的硬骨头，敬赵铁山，敬靠山村那83口没等到今天的冤魂。铁山哥，有位大人给咱们送好酒来了，最好的酒，你们闻到了吗？红尘万丈，气节千秋，此心此志，可动天听。是北凉军旗。
秦帅，是秦无敌秦大帅。王爷，末将秦无敌奉命集结北方新军10万，并悬甲铁骑8000，已于北方城外30里洛英原列阵完毕，请王爷示下。苏青南竟不声不响练出10万新军，还拥有8000悬甲铁骑。他掌握的庞大力量，足以与朝廷分庭克礼。他到底想干什么？诸位，今日我们在此祭奠赵铁山对证，祭奠靠山村83位乡亲，祭奠所有为北洋流尽鲜血的英魂。酒敬过了，剑也在此了，但这还不够。筹扣伏诛只是了结旧怨，而我们北凉还有一笔更悠远、更沉重，关乎百万生命、关乎大钱尊严的旧账未算。120年前，大前武皇帝北伐，势如破竹，收复北境14州，何等煌煌武功！然而，80年前，前庭腐败，武备宗弛，奸佞当道，朝廷不思抵抗，竟将北境整整14州之地拱手让与。14州啊，那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城池，我们的同胞。80年来，14州的百姓在北边苟延残喘。80年来，我北凉将士年年要在这残缺防线上拼死抵挡，多少好儿郎埋骨，至死望着的都是被占据的故土。李老六在。你老家是哪里？回王爷，冀州马兰谷。80年前，我爷爷就是被蛮子赶出来的。我爹临死前还念叨着家里的老槐树。今日在此告慰英灵之后，本王宣布，北凉新军10万，悬甲铁骑8000，即日开拔，目标收复北境14境州。我北凉之兵，凡我大前热血男儿，当以此为目标，战到底，收复14州，光复旧土。驱逐蛮虏，血战到底。王爷威武，北凉至上。善，此乃大义之举，功在千秋。痛快，这才像话。老子这把老骨头也好久没活动了，杀蛮子算我一个。末将铁蹄以唇相呛，只等王爷一声令下，收复14州，光复旧土。此战艰险无比，伤亡必重，北蛮兵强马壮，朝廷或许不会相助，甚至掣肘。现在何人要退？不退，死战不退。北凉军只有战死的鬼，没有后退的兵。愿随王爷马踏北境，血染征袍，愿负其尾，共襄盛举。满堂花醉3000客，一剑霜寒14州。好一个一剑霜寒14州！王爷这话合老头子的胃口，这趟北行算老头子一个。老子倒要看看，是北蛮的骨头硬，还是老头子的剑更利。秦将军，末将在。说你即刻返回洛英原大营整军战，3日后辰时正刻，大军开拔，兵发幽州。诺。王恒，王爷，你枪术通神，可愿暂入北洋军中，为先锋赤行营教文，监掌破阵锐士。蒙王爷信重，王恒敢不从命，必不负所托。战，诸位，北伐之战，非指军阵称杀。蛮族经营北境多年，必有高手坐镇，其人亦是相助。届时还需诸位随军侧翼，拔除蛮族倚仗的江湖力量，亦可自由行动，袭扰后方，乱其军心。谨遵王命。道长，先生，贺前辈，
军中大事繁琐无杂，不敢过多劳烦三位，唯请三位坐镇中枢，稳定北凉大局，必要时震慑宵小。王爷放心，北凉气运已起，贫道自当护持。文华阁已运转无碍，北凉内政民生，王爷无需挂线。北伐粮草军械早已暗中筹措完备，足之一年。老头子我呀，懒得管那些琐事，就在北凉城里喝酒。哪个不长眼的敢来捣乱？先问问老子的剑答不答应？有劳三位。赵对正、丫丫、靠山村的乡亲们，还有所有在北境沦陷中死难的同胞，你们的血不会白流，你们的冤不会永沉。待本王携北凉儿郎踏破贺兰山阙，光复14州故土，此事天地共鉴，风雪为证。一别之天，望见面我一把黄尘，踏碎凌霄又走下了天。我也看见天上失去苍白的扶摇，当梦月半3年前多少云烟，天边会知晓。多寂寥，只见神与月颠倒。我已经苦将朝，飞过最后。城内万民沸腾，无数青壮在征兵处排起长龙请求投军，妇孺们在街边赶制冬衣。商会一车车粮秣正络绎不绝运往北方，整座城市如同一架苏醒的战争机器。陛下，今年各地钱粮征收，户部已整理造册。报800里加急，北凉军报！陛下，北凉王苏清南3日前于大雪原寺当中以剑圣残剑祭奠北凉亡魂，并宣告天下，北凉10万新军，8000玄甲铁骑，已誓师北伐。苏清南，那个废物王爷，北凉哪来的10万新军？未得朝廷诏令，私自兴兵，这是僭越，这是谋反。那个被朕放逐北凉的儿子，那个被天下嘲笑的废物皇子，竟在所有人眼皮底下藏出了一支10万大军，还要收复14州。是，陛下。北凉王私自兴兵，必须立刻下旨问罪。问罪！他若真夺回幽州，天下百姓只会称他为英雄。朝廷此时问罪，岂非寒了天下人心？够了！兵部、户部、枢密院即刻合议北凉之事，退朝。韦佛陀，查，给朕彻查北凉。这些年是谁给苏清南送强粮？是谁给他送军械？是谁替他招揽高手？朝中是否有人暗中资助他，让供奉阁动起来？朕亲自修书，请天机老人出山。老奴遵旨。传密旨给镇北侯宇文飞、西凉节度使马跳，北将军北伐期间不许擅自支援。若苏清南遇险，他们知道该怎么做。退下。苏清南，你打的是阳谋，可这大钱江山还轮不到你来收买人心。北凉密报已经证实，苏清南麾下不止10万兵，还有多位陆地神仙。我们都被他骗了，什么废物王爷全是装的。苏清南占了大义，我们不能明着拦，让他去打，先2败俱伤。我们只需要让他的内部出点问题，
再让江湖人去试试深浅。北凉军中必将周通、王府采买管事，还有青云宗圣女柳思雨，就是最好的一把指导。记住，此事不能让陛下借刀杀人，驱虎吞狼。我明白了。前帝请天机老人出山。陛。宇文飞马跳按兵不动。张阁老、萧定邦准备动周通、采买管事，还有青云宗。王爷，要不要末将立刻拿下周通？不急，棋子只有动起来，才知道背后牵线的人是谁。传令王恒，先锋再放30里，凡行迹可疑者，先擒后审。另外，给青云宗送一句话：谁敢在我身后递刀，本王先踏平谁的山门。王爷英明，属下这就去办。启奏陛下，北凉王苏清南已誓师北伐，10万新军，8000玄甲铁骑，麾下已有多陆地神仙。前帝那个被放房的儿子，前帝真是生了个好儿子，把一把刀丢到北凉，竟磨出了一柄凶器。传令黑冰台，严密监视北凉军，边境各军提高戒备，不得擅动。另派密使一路去北蛮王庭，另一路去北凉。禀王爷大帅，王恒将军一地野狼峪口，发现小股北蛮探马，已清除。王将军请示，是否抢占两侧制高点？准。令王恒天黑前肃清峪口，站住山基，中军加速，入夜前通过野狼峪。王爷，野狼峪地势险要，恐有伏兵。留下2队人马占据制高点，其余人随我继续向前10里。大王，北凉先锋已过野狼谷，主力最迟明日兵临城下。苏清南不是废物王爷吗？北凉哪来的10万大军？废物，能战剑圣、暗恋10万兵的会是废物？前国人最蠢的地方就是喜欢自毁城墙。传令坚壁清野，征发城中青壮上城协防。飞鹰传书王庭，请求增援。大王，派人秘密联络镇北侯和马跳，他们会帮我们。前帝比我们更怕苏清南，只要利益足够，他们就算不帮，也会坐视北凉和我们血拼。苏清南想收复幽州，本王倒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命。幽州守军约5万，城中已开始坚壁清野，镇北侯西凉暂未变动，青云宗方向战无反馈，我军粮草充足，士气高昂。传令全军休整1夜，明日4时饱餐战饭，兵发幽州城下。末将领命。第一战要打出北凉的威风，告诉乌姆罗，也告诉天下人，北境14州，我苏清南来收了。北凉的儿郎们，前面就是幽州城。80年前，我们的祖辈在此流血，我们的姐妹在此蒙难，我们的土地在此沦丧。今日随本将夺回它！全军出击！弓箭手准备，滚木料、食热油、金枝都给本王备足了。传令各部，没有本王的命令，谁也不许擅自出击，依托坚城，消耗敌军。是。北蛮南院大王乌莫尔以及幽州城内的将士百姓听着，本王
大前北凉王今日率王师至此，只为光复故土，解救同胞，驱逐尔等蛮夷。80年前，我大前内乱而夺我城池，然上天有好生之德，本王亦不愿多造杀孽，献给尔等一个机会，开城放下武器者，可免一死；负隅顽抗、助纣为虐者，城破之日，鸡犬不留。黄口小儿，安敢猖狂！我大满铁骑纵横天下之时，你还没出生呢。想要幽州城，有本事就来攻，看是你北凉儿郎的头硬，还是我幽州城墙坚？放箭，给我射死这个狂妄的！举盾！当你背影的身后，是分开。天地之力，他在引动天地之力凝聚兵器，这至少是天境，甚至陆地神仙。第一剑。第二剑。这是什么妖法？救命！我动不了了！丞相在开裂！第三剑。保护大王！Never try, never see, never know. Never find, never seek, never let you go.北凉王无敌，王爷尊位。城门一开，全军入城。我们拥抱黄昏闪落，谁的来不陪伴？就明天有何预报？眼神燃烧刺的阳光，残余的北蛮士兵胆魄早已被击溃，纷纷弃械跪服。被强征的汉人青壮茫然地站在街边，看着甲胄鲜明、军纪严明的伪良军经过，全场弥漫着战后的肃杀。
王爷，此人名叫文彦博，其祖父文文乃80年前欧洲城破时殉国的幽州长史。文家满门忠烈，几乎尽诺。文彦博尚在娘宝时被中途救出，一生隐姓埋名，暗中联络忠义之士，屡次反抗北蛮。此次攻城，他带人内应，功不可没。草民文彦博拜见王爷，80年了。先祖父、父兄，幽州满城忠魂，终于等到王师北定之日。文先生，辛苦了。一门忠烈，三世不忘故土，此等风骨，当为北境楷模。幽州失陷，非尔等之过。80年国耻，是朝廷之失，是大前之痛。王爷，北境移民盼这一日太久了。幽州已复，今日之后，此城重归北凉。过往之事，首恶已诛，胁从可量。凡愿效忠北凉，愿为恢复民生出力者，本王量才令用，既往不咎。愿为王爷效力。但有3件事，今日必须办成。第一，张榜安民，告谕全城，北凉军只诛首恶，不扰良民。第二，开仓放粮，清点府库与贵族家产，除留族军用，其余粮米布匹用于赈济贫弱，城中设粥棚，医治伤患。第三，所有北蛮降族全部押往城西集中看管，伤者给予医治，严密看管，不许私自虐杀，不许与百姓接触。如何处置，本王自有定夺。末将领命。草民愿为王爷奔走，安抚城中百姓。文先生久居幽州，又暗中联络北境忠义之士，依你之见，幽州既失，北蛮王庭会如何应对？王爷，幽州失陷，北蛮王庭必然震动，但北蛮主力多集中于王庭周边，南线兵力并非铁板，乌木尔一死，其所属部族必定大乱。臣以为北蛮第一步必会固守燕山关、朔州等地，同时遣使质问前庭，联络北秦，对王爷施压。让他们来。至于其余13州，情况比幽州更复杂。80年来，北蛮迁入大量本族人口，许多豪强已与北蛮捆绑，未必愿迎王师，但底层百姓受压迫已久，心中怨气极深。只要王爷能施以仁政，施以兵威，民心仍可争取。说得好，城池可以一日攻下，民心却不能一日归附。要让北境百姓看到，北凉军带来的不是另一场劫难，而是一个活下去的希望。传令全军，幽州休整3日。文彦博，你配合军中文甄贬可用官吏，恢复府县秩序，清点户籍帖母，以本王名义发布求贤令与招揽北境散朝令，废除北蛮苛捐杂税，鉴定15授衣。臣领命。秦将军，整顿军务，消化战利品，派出精锐赤袭，配合王衡破阵营向北渗透。我要燕山关、朔州的布防兵力调动，人心动向。末将亲自安排，王爷高明。大局已定，幽州只是开始，北境14州80年沉疴，不可能一战尽除。但第一把火已经烧起来了，接下来就看谁先坐不住。谨遵王命。王爷，雪大了。吕少，你说，幽州的雪和北凉的雪有何不同？北凉的雪更急更烈，像刀子；幽州的雪落得倾斜，却更冷。因为这里的雪压着80年的亡国恨，压着无数没有名字的尸骨，但雪终会化，春天总会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片土地上积了80年的冰雪一寸一寸扫干净，让幽州，也让整个北境重新见到故国的春光。当思念飞过夜空，缠绕至从天落。等了你们一晚，终于来了。是残忍繁重，走干的情。拖下去，把他们知道的一切全部挖出来。北蛮好大的手笔。王爷，都办好了，
到底是哪位皇子那么想立功？4位不败天境强者燃烧精血，强行踏入陆地神仙，不惜自毁道头来刺杀我。可惜，可惜。禀王爷，南门守将来报，城外出现钦差仪仗，为首者自称礼部右侍郎杜文渊，持圣旨与枢密院文书，要求入城面见王爷。昨夜刺客刚至，今日朝廷钦差便到，这时间衔接的可真够巧。哼，来得倒快。秦将军和杨先生可知晓了？秦将军正从军营赶来，杨先生已在偏厅等候。让他们在前厅等候。传令，打开城门，放钦差仪仗入城，引至行用前广场，不必阻拦，也不必过于礼义，依寻常藩王接旨惯例即可。王爷，这朝廷钦差此时到来，恐怕来者不善。善与不善，无非是看谁手中的筹码更重，谁的拳头更硬。本王收复幽州，他们总得有个态度。正好，杨先生也到了，便一同会会这位钦差。不必多礼，先生一路辛苦。王爷以雷霆之势定幽州，用其这点路途奔波算不得什么，恰逢其会罢了。钦差将至，诸君有何看法？王爷，末将以为，朝廷此时派人前来，无非几种可能：告诫、安抚、探查，或与昨夜刺杀有关联。秦将军所言皆有可能，但以用及对朝廷和张阁老的了解，杜文渊此来首要目的并非问罪，而是定调与设限。朝廷不敢明面否定王爷收复故土之功，核心在于通过圣旨将行动定性为擅起鞭私，同时以降报朝廷等理由束缚王爷手脚，为后续制衡埋下伏笔。杜文渊是张阁老的棋子，派他来既显重视，又避免激化矛盾。若昨夜之事真与朝廷有关，他或也负有暗中观察之责。先生洞若观火，既如此，我们便按先生所言，见招拆招。秦将军军务不可松懈，杨先生，稍后便与本王一同会会这位杜侍郎。是。下官礼部右侍郎杜文渊，奉陛下之命，特来宣旨。北阳王殿下久违了。杜侍郎远来辛苦，请。这苏青南竟如此狂妄，连表面的客套都不顾。帝旨：斥责擅自起兵，念收复幽州，或有微功，要求降报朝廷，以待后命。钦此。王爷，请接旨吧。杜侍郎，圣旨指本王听明白了，不过接旨前有一事请教。王爷请讲。昨夜有4名刺客潜入，皆身怀秘术丹药，可短暂提升至陆地神仙之位。不知杜侍郎一路可曾听闻，北境有何势力能派出此等阵容？朝廷是否收到风声？竟有此事，下官离京未闻，王爷可安好？刺客可曾擒获？有劳挂心，本王无恙。尸首送与麾下一位善料理的前辈研究了，想必此刻该吐的都吐干净了。
王爷洪福齐天，麾下能人辈出，此事下官定详禀陛下，请朝廷彻查，给王爷交代。交代不必，跳梁小丑，本王自会处置。杜侍郎远来辛苦，请设宴为侍郎接风。王爷收复幽州，不知如今城内民生恢复如何？北洋军的下一步又有何打算？幽州百废待兴，本王自会料理，不劳朝廷费心。侍郎大人，北境民风彪悍，规矩自与中原不同，幽州情状一切皆在王爷掌握之中，大人不必忧心。北洋，史万成醒了。都侍郎，赤袭急报，北方50里发现北蛮大规模骑兵向燕山关增兵，末将需即刻处置。失陪。杜侍郎，请。些许蛮夷，秦将军足以应付。我们继续饮酒。王爷，北蛮势大，近年来国库空虚，处处需用钱粮。陛下之意是望王爷暂稳幽州，待朝廷筹措妥当，再图北进不迟。侍郎大人用心良苦，然则北境沦陷80载，80年来，朝廷可有1年记得这片故土？可有一策真正着眼于收复？可有1分粮饷是专项用于北伐筹备？先生此言，朝廷自有难处。北境牵一发而动全身，岂可轻言战事？难处，是维持现状的难处，还是苟安一时的难处？80年，足以让热血冷却，让记忆模糊。14州百姓被蛮族践踏，祖坟被毁，祠堂被焚，日日泣血，又有几人放在心上？王爷此次北伐，未请朝廷一兵一卒，粮草军械皆北凉百姓自筹，10万新军自带干粮，弃耕从庸，阵前斩将夺旗，是王爷身先士卒，将士用命。朝廷未助分毫，如今幽州护夫却谴责擅自起兵，或有微功，要求降报。杜侍郎，这公道吗？王爷所言虽犀利，却亦有理。朝廷确有不足，北境移民之苦，将士用命之功，天下有目共睹。然则王爷，陛下与朝廷亦有难处，南疆不稳，朝廷空虚。王爷收复幽州，功在社稷，利在千秋。下官前来，也不过是代表陛下表达关切与商讨之意。朝廷的难处，本王略知一二。北伐幽州，未敢劳烦朝廷，但幽州光复不过第一步。北蛮占据我14州80年，罪恶滔天。本王既已举旗，便无半途而废之理。诸位，继续饮宴。杜侍郎远来辛苦，也尝尝幽州本地菜肴。先生见识超卓，对朝堂天下事了若指掌，钦佩不已。不知高姓大名，何处清修？山野之人，姓名不足挂齿，蒙王爷不弃，在此整理文书，抄写杂物，混口饭吃罢了。以先生之才，若愿出仕，下官愿引荐。前经那潭浑水，用极看够了。在北疆，能亲眼见被解救的百姓重获生机，能参与光复故土的伟业，比在朝堂勾心斗角更让人心安。北秦长公主迎月求见。请他进来。长公主远道而来，
想必不只是为了看本王这里的热闹。幽州光复3剑定乾坤，如此大事，震动北境，本宫自然要亲眼看看那个搅动天下风云的北洋王究竟是何等人物。看过了，殿下以为如何？其力精深，落子果断，气魄惊人。赵氏血案具大义，剑圣残剑震江湖，白发老兵凝军心，3剑定幽州。王爷这一局不只是收复一城，更是在天下人心里种下了一句话：北洋王不可敌，北伐乃天命。殿下过誉，本王所为不过是替北境枉死之人讨个公道，为沦陷的故土尽一份心力。好一个讨公道！王爷讨公道，便让10万北方军从边军残部变成北伐王师，便让大前朝廷进退失策，让北蛮与我大秦都不得不重新审视北境格局。只是不知王爷下一步是继续北上剑指14州，还是该先看看身后有没有黄雀在后？殿下似乎很关心本王的下一步，莫非北秦也想在这北棋盘上落下一子？天下如棋，众生皆子。王爷是难得的一手，本宫自然要来与王爷手谈一局。那在殿下看来，这局棋该如何下？北蛮不能再一家独大，但大前也不能一家独强。谁占主动，谁分得更多，就看谁手里的筹码够重。殿下想让本王停下，或想与北洋共分北境之力，可以，但殿下手中有什么筹码能与本王对弈？第一份筹码，北蛮王庭内部，太子与3王子争位已趋白热化。燕山关守将是3王子母族之人，可他的副手已被太子暗中收买。云州守将贪财好色，数州守将则与王庭萨满有旧冤。这些情报够不够让王爷的北伐之路少些阻碍？第二份筹码，大前朝堂之上，主角派正密谋串联，欲让镇北侯宇文飞西凉马跳，在北伐关键时刻断你粮道，扰你侧翼。主和派中也有人暗中接触北蛮，想行驱虎吞狼之计。至于他们安插在北凉军中的棋子周通，近日已有异常联络。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第三份筹码，王爷可知北蛮为何能占据14州80年？除大前自身腐朽外，更因北蛮王庭背后一直有隐月神功支持。本王略有耳闻。隐月神功想要的从来不止北境，他们是王朝兴替，众生生死为祭礼。北蛮不过是他们明面上的棋子之一。王爷此番北伐，已惊动神功真正古老的存在。据本宫所知，已有安岳使者南下，他们的目标恐怕不只是阻挠王爷北伐那么简单。殿下这3份筹码确实够重，不过对弈须有规矩，合作须有条件。殿下想要什么，就愿意付出什么。本宫想要的无非8个字：君临天下，四海升平。本宫能付出的也无非8个字：山河为界，共擎新天。张公主，你这局棋越来越有意思了。这已不是谋逆，而是改天换地。哼，殿下好大的手笔。王爷以为如何？秦将军，若依殿下所言，北秦倾力助我，你觉得北凉需要多久才能入主清灭南乡分西楚？若有北秦情报物资兵力策应，末将有把握1年稳境7州，3年练出30万铁骑，10年之内问鼎天下。10年，秦将军还是太保守了。殿下这局棋确实精妙，以7州之地为饵，诱我北凉替北秦火中取栗，扫清北蛮，消耗大钱。等我北凉拼得元气大伤，
殿下坐拥北境7州兵强马壮，届时这天下究竟姓苏还是姓嬴，恐怕就由不得本王了吧。王爷果然目光如炬，不错，这确是影月最初的考量。不过，王爷既能看穿此局，自然也该有破局之法。影月今日来，不只是缔盟约，更想看看王爷手中是否有能让我北秦真正放弃黄雀在后之性的更大棋盘。殿下想看本王的棋盘，芍药，奴婢在。取我房中那卷好乙堪舆图来。那不是寻常山河图，图中不仅有大钱、北秦、北蛮、西楚、南疆，更有北冥冰原、远古巨人彝族、西方城邦、东方海外诸岛、南方未知蛮荒。这是一张囊括已知天下与无尽未知的黄羽全图。殿下眼中燕山黄河以北7州已是值得倾国谋夺的疆域，但在本王眼中，北境14州不过是我人族复兴重归媚域的起点。北蛮界险之际，其背后的影月神功才是真正窥视我人族的域外阴影。前经腐朽，早已失了先祖开拓八荒的气魄。本王要的不是一个前经，不是中原一地，甚至不是这图上已知的疆域。本王要的是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我人族疆土；凡异族神魔所聚，皆为我族铁蹄踏破之地。重现上古荣光，开拓万世太平，这才是本王的棋盘，这才是本王要下的棋局。上古之风，先祖之志，王爷，此方为真英雄，真豪杰。所以，殿下，你问本王手中是否有能让北秦真正共赢新天的棋盘？现在，本王给你看了，这盘棋很大很难。对手也不止影月神功，不止北蛮大钱，但前途也光明万丈。这盘囊括海域，关乎人族万世气运的棋，殿下敢不敢下？你北秦是只想做一方偏安的霸主，守着那点基业，还是愿与本王一道，为我人族打下一个前所未有的煌煌盛世？疯子，寰宇为旗，人族复兴，开拓万世太平，这已经不是野心，而是神话般的狂想。可偏偏说出这番话的人是3剑定幽州背水镇神仙的北凉王，他凭什么？他身后究竟站着怎样的存在？疯子！此乃含冤阵风之印的续影。3000年前，人族鼎盛，含冤自北冥之笔涌出。欲以永迸死极之意封封北境，人族先贤及72地煞之力，布周天星斗大阵，与北冥之眼射枪头，护我北境3000年安宁。200年前，封印出现裂痕，含冤死寂之气外泄，北蛮大汗得其一旅，借此统合草原，只见王庭。此后，北蛮历代大汗与核心萨满皆暗中汲取含冤之气修行，功法渐染阴寒死寂，性情也愈发残暴。80年前，封印裂痕扩大。恰逢大前内乱，吾辈宗弛，北蛮借含冤之力，战力暴涨，才得以连破雄关，夺我14州。而影月神功，其根源与含冤同出一脉，他们是上古时代窃取含冤本源，并与之共生异户的背叛者。他们潜伏北冥深处，以众生怨念为资粮。北蛮不过是他们放在明面上的头羊。北秦王族秘藏中确有关于北冥含冤与上古封印的零星记载，可那些记载早已被视为荒诞传说。如今，苏青南却当众唤出了阵风符文，他到底掌握了多少上古秘印？现在，殿下还觉得本王是疯子吗？还觉得以北7州值得你北秦倾国谋夺，甚至不惜与虎谋皮，与影月神宫那些视人族为食粮的异类暗通凶辙吗？你胡说什么？阁下身上的气息虽然以北秦皇族龙气遮掩，但本王引动阵风残影时，你体内那股影月之力可躁动得很。怎么，暗月尊者何时屈尊降贵给北秦长公主当起护人？还是说北秦皇族早已与神宫有了合作？你到底是谁？为何能引动阵风之印？又为何能看破本尊根脚？本王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影月神宫的手伸得太长了，北冥含冤的封印也该重新加固了。
狂妄！阵风之印早已残破，寒渊即将苏醒，我神功秉承天命，当主宰此界。尔等蝼蚁，安敢妄言天算？不可！你的对手是我。纯净的玄冰本源，你是冥妖一族的余孽。他的气息不会错的，今天阿离要给族人报仇。诸位观众老爷能看到这里，看来也算与本王有缘。虽然本姑娘还没报仇，不过还是谢谢你们看到最后一集。北凉棋局才刚刚开始，影月神功、含冤救院，还有我族仇都还没完呢。再会，敬请期待，不许偷偷跑掉哦。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民妖一脉竟还有余息。你的气息，我永远不会认错。所有人会后！今日我要替族人讨回这笔旧账。原来，从一开始，我们都在你的棋盘上。现在才看明白，已经晚了。影月吞天，必须挡住，力量汇聚。阵法成型，冥妖真解，玄天正域。王爷好手段，寒风渡的偶遇，白离的投诚，还有本宫与影月神宫的关系，这一切都在你的算计之中吧？殿下此来幽州，不也有所图谋？既然如此，过往暂且不提。王爷，我们做笔交易如何？说。待王爷坐稳北境，兵强马重之时，助我登上北秦帝位。不必。苏青南，你个混蛋！王爷，你莫非真以为凭北洋一己之力便能吞下北境14州？你现在手中不过10万新军，就算能打赢1战、2战，又经得起几场消耗？王爷，与本宫合作是双赢之局，你为何？殿下，你的分析很有道理。40万蛮军雄关险隘，
后勤压力、背后冷箭，这些确实都是问题。但谁告诉你，本王只有10万新军？你什么意思？明修战报，暗度陈仓。殿下想用北秦帮本王收复北境，可本王要的从来不是别人施舍来的北境，北境本就是北凉的。保护王爷！飞剑传讯。念。北凉王麾下，前渊军主将林峰、副将韩铁于3日前午夜率5万前渊军奇袭云州，云州守军阵脚大乱，主将秃发乌祥被我军击败，帅旗被夺，城内大部守军缴械。云州即于今日午时全城光复。好一个前渊军！幽州之后是云州，北境有望了，北境真的有望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不可能！云州守备森严，秃发乌熟是北蛮左贤王麾下悍将，你的人怎么可能无声无息拿下云州？前渊军、林峰、韩铁，本宫从未听过这军队。苏青南，你到底藏了多少东西？殿下以为本王在北凉这些年只练了10万明面上的新军，当年北境失守后，有多少军户散落山野，有多少旧部后人隐姓埋名，又有多少北境儿郎宁愿藏于风雪也不肯忘记归乡。本王来到北凉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练兵，也不是屯粮，而是找到他们，告诉他们时候到了。林峰是幽州旧斥候之后，韩铁是云州铁将之后，他们不是天降神兵，他们就是北境大地本身，是八世在磨不灭的脊梁，是黑土之下从未冷却的热血，是活着的北境军魂。此去全朝招旧部，兴起10万，斩阎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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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现在你还觉得本王需要北秦施舍来的北境吗？王爷的格局，宁月见识到了。北境军魂、遣元军、云州捷报，这些确实让本宫输得心服口服。但正因王爷所谋甚大，才更需要盟友。北秦有兵、有粮、有矿、有将，河西商路、西域良马，各部暗线，北秦都能为王爷所用。只要王爷点头，北秦可为北凉提供足以武装20万大军的铁甲兵刃，也可提供30万大军2年所需的粮草。河西商路向北凉开放，西域36国的粮马、药材、兵铁、奇珍都可源源不断输入北凉。北秦想要什么？
第一，待王爷光复北境14周后，允许北秦商队自由通行，并在靠近北秦地域的韩、燕2州设立护市，关税减半。第二，若有一日，王爷真要走向更大的天下之局，北秦只求能在这千古未有的伟业中留下北秦儿郎的名字。王爷，这一次影月是真心求盟。殿下的诚意，本王看到了，但是很可惜，已经晚了。晚了？王爷是觉得筹码不够？不是不够，那是为何？同样的条件，甚至更优厚的条件，早在1个月前，就已经有人替北秦给过本王了。谁？大秦太子府大臣高进忠参见北凉王殿下。高进忠，你怎么会在这里？殿下，此乃我家太子殿下为北洋王准备的军备文书，以及近期北蛮王庭布防情报。太子殿下有言，若王爷与长公主殿下谈及合作之事，可适时防上，以正大秦诚意。殿下现在明白了吗？1个月前，北秦太子嬴异的密使就已经秘密抵达北凉。他开出的条件是：3年内提供足以武装30万大军的军备，40万大军3年的粮草，完全开放河西走廊与西域36国商路，共享北蛮王庭与影月神宫的一切情报。那他要什么？2件事：第一，北凉光补服北境后，保北秦西境商路100年畅通；第二，若有一日天下再开新局，北秦愿倾国相助，只求不被这新时代抛下。太子殿下曾说，大秦可以没有一时之疆土，不可没有万世之机缘。苏青南此人有上古圣皇气象，当倾国投资，不问短期得失，但求长远因果。所以，王爷刚才说已经晚了，不是晚了3天，也不是晚了1个月，是晚了1代人的眼光和规矩。殿下能想明白这一点，还不算太晚。你今日赶来幽州，敢说出君临天下、四海太平的抱负，本王是欣赏的。至少你比这世间多数属狗之辈有雄心，有胆魄。只是你的雄心被北秦长公主这个身份束住了。你眼里看到的是北秦，是皇位，是商路，是一城一地的得失，可嬴异看到的是下一个时代。所以在你眼中，本宫输给他的不是谋略，是格局。是。你回去告诉嬴异，本宫还没输。长公主殿下恕罪，臣只负责呈交文书，并不负责传话。好，好得很。王爷今日把这一切摆在本宫面前，是想羞辱本宫。若只是羞辱，本王没这个闲心。那你想做什么？嬴月，你有野心，也有胆魄。本王要让你看清楚，天下真正的棋局是什么样，然后自己决定是继续做北秦长公主，还是做一个真正能落子天下的人。王爷说的好听，可若本宫回到北秦，照样可以重新布局。本宫可以查清嬴异和父皇到底瞒了我多少事，也可以重新拿回属于我的位置。有一件事，想必殿下还没明白。你以为你还能回北秦？王爷这话是什么意思？长公主殿下，临行前，太子殿下有口谕。说。太子殿下说，月儿此行幽州，当尽心辅佐北洋王。北凉地结人灵，正可让月儿多历练些时日，待北境大局初定，再议归期。嬴异凭什么替本宫做决定？陛下旨意，长公主嬴月年少气盛，需多加磨砺。今北境风云变幻，正是历练之机，特准太子所请，允长公主暂留北凉，相助北凉王待事毕，再蔡行封赏回朝。殿下，接旨吧。原来如此，所以从本宫踏入幽州那一刻起，就已经回不去了。寒风渡，
白离、暗月尊旨、高敬州，还有这封谕令，全都在你的局里。殿下太看得起本王了，有些棋是嬴异落的，有些棋是秦地落的，本王只是顺势收子。好一个顺势收子，好一个北凉王！王爷，本宫赶来幽州，又岂会一点准备都没有？陆地神仙，北秦澹台无泪，请北凉王赐教。王爷，现在你还觉得本宫回不去吗？终于肯出来了，回不回得去，不看他们，看本王让不让。北秦王公大凤，澹台无泪，奉命暗中护卫长公主殿下。澹台无泪，30年前便已名动天下的陆地神仙。明月剑道，一剑霜寒3000里。此人是北秦皇室真正的定海神战。阿弥陀佛，在下子叔观音，受故人之托前来。观音仙，50年前便已失踪的佛门圣者，此人修的是因果佛法，比寻常陆地神仙更难测。澹台供奉陆地神仙，明月剑道以至无我无间之际。观音仙50年前便已窥得因果之门，加上本宫自己，以及暗月尊者，4位陆地神仙级别的战力。王爷现在觉得，你这北凉龙潭还留得住本宫吗？王爷，请退后，末将誓死守卫。不错，明月剑道，剑即是月，月即是剑，只差一步，便可开出自己的剑界。因果佛法，枯梅在手，不愧是观音仙。至于暗月尊者，破坏力确实难料。殿下，嬴氏血脉里的祖龙之气能在你身上复苏，也确实让本王意外。王爷，到这一步，还要故作轻松？本王明明知道你有后手，为何还要让你把他们都叫出来？陛下还有密令，若殿下在北凉行事过激，微臣有权阻止殿下。那你呢，观音仙？你也是父皇安排来直指本宫的。在下所托故人，并非公主，而是北凉王。殿下，现在你还觉得自己回得去吗？你什么时候收服了紫书观音？东海之滨的论道还作数吗？王爷当年3问，直指佛门根本，在下苦思50载，终得解惑，此恩此缘，不敢忘怀。50载，50年前你还没出生，这怎么可能？殿下误会了，在下所说的故人，并非北凉王本人，而是北凉王的师尊。50年前，在下于东海之滨与一头上古海兽论道，那一战，在下以因果佛法困住海兽，却也伤及本源，几近作画。就在那时，一位青衣道人踏浪而来。那位道人看了我一眼，只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在于因果，却困于因果。今日你为苍生舍身，当有一线生机。他赠我此枝枯梅，说50年后
他的传人会现世北凉。我迟此没前来，了却因果，可得超脱。今日在下依约而来，王爷身上气息与那位青衣道人有7分相似，更有3分青出于蓝。原来我才是那个最大的笑话，但那又如何？本宫打不过，还逃不了吗？凝视血脉尽数，祖龙噬天诀，殿下不可！此术会侵蚀神智，损伤根基，一旦失控，后果难料。父皇既然把我当弃子，本宫还管什么禁令？散台无泪，你的明月剑道确实厉害，但在祖龙之力面前，还不够看。王爷，现在你还觉得本宫逃不了吗？殿下确实让本王惊讶，没想到嬴氏血脉中的魔龙意志，竟能被你唤醒到这种程度。这是我嬴氏一族最大的秘密，也是本宫最后的底牌。王爷，现在本宫给你2个选择：第一，放我离开，今日之事，本宫可以当作从未发生；第二，本宫燃尽这身祖龙之力，也要让整座幽州为本宫陪葬。殿下说，这是你最后的底牌。但殿下有没有想过，本王既然敢让你把所有底牌都亮出来，自然是因为握着比殿下更大的底牌。这不可能！现在该本王出牌了。装神弄鬼！祖龙真身第2形态，他的神智正在被魔龙意志反噬。所有人后撤！苏青南，现在你还敢说你有更大的底牌吗？金线粉碎。祖龙噬天诀正在让他短暂跳出因果束缚。他快压不住自己的神智了，
苏青南，你的底牌呢？这就是你的祖龙真身，可惜是假的。退！啊！这不是道语，这是世界。不可能！你才多大？你怎么可能开辟世界？在本王的世界里，一切法则皆由本王制定。这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祖龙。你血脉中那缕魔龙意志，不过是祖龙陨落后，被影月神宫以邪术污染、扭曲的残脆品。本宫不是你的容器。影月，你是北秦长公主，不是影月神宫养出来的容器。本宫不是容器。祖龙血脉被净化了，不止净化，是重塑。这才是真正的祖龙之力。你为什么帮我？本王不是帮你，本王只是不喜欢影月神宫在本王面前落子。苏青南，接下来该斩陆地仙人了。苏青南，你真以为陆地神仙是随手可斩的蝼蚁？他的账，我先算。民妖余孽，也敢妄谈清算！你们冥妖一脉，当年就是这样不知死活。那一夜冰海裂开，你族所谓圣地，也不过是一座会坍塌的坟。闭嘴！
剩下的，本王替你斩。苏青南，你想替他报仇？不，本王斩你，不为私仇。本王只是要告诉影月神宫，北凉不是你们能落子的地方。世界之力！影月降神！借影杀人，可惜，在本王的世界里，影子也归本王管。苏青南，影月神宫4大尊者之一，也不过如此。族人们，看着。公主不会放过。阿离，替你们看见了。这只是开始，影月神宫欠下的账，本王会一笔一笔讨回来。一剑斩陆地神仙，不只是斩，是抹去了他在这方天地中的痕迹。陆地神仙竟然也会被这样斩掉！呵呵，世间万物皆有定数，神仙亦不例外。杜侍郎，这枚玉作，你应该还没忘记吧？当年先帝赐我此题时，你还只是户部一个小小员外郎。这是你是杨用吉，大前曾经的布衣宰相，两朝帝师。杜侍郎，16年不见，别来无恙。杨公，您不是已经死了？16年前，我确实差点死了。我挂冠而去，是因为我发现大前的国运正在被人暗中蚕食，有人出卖军情，有人私通影月神宫，更有人暗中谋害皇室血脉，企图颠覆江山。杜侍郎，你真的猜不到是谁吗？现在你有一个选择，继续做别人手中的刀，被推出来承担一切，还是替自己谋一条生路。本王不比你今日表态，你可以回去好好想。不过，本王要你带几句话给张阁老，告诉他，北凉不日将北伐，营月
胆台、无泪和紫树观音皆在本王这边。最后告诉他，本王知道16年前的事。原来杨永吉没死，原来他们一直都知道。16年前，断魂谷。送到春风楼，记住，绝不能让任何人看到。等苏青南和北蛮打得难舍难分时，我们截断他的后路，整个北伐成果就都是我们的。此人就在北蛮军中，有他里应外合，苏青南必败。这天下不是他一个毛头小子说了算的。自以为是的黄雀，往往也是别人眼中的蝉。杜侍郎，这3日想清楚了吗？下官明白杨公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是王爷的意思。王爷，杜文渊，开弓没有回头箭。下官愿为王爷效力。本王要的不是奴仆，是合作伙伴。你在前京多年，人脉广，消息灵，又是张阁老嫡系，回去之后一切照旧。张阁老问什么你便答什么，该禀报的禀报，该建议的建议。只是有些消息要第一时间传给北洋。本王不会让你白做，大事若成，你今日的选择，便是来日封侯拜相的根基。下官遵命。杨先生，具体事宜你与杜侍郎详谈。是。长公主殿下，王爷请您去书房。终于来了，王爷。坐。殿下想清楚了？想清楚了。说说看。莹月愿与王爷做一笔交易。殿下现在还有什么筹码？有大秦，整个大秦。王爷与嬴异结盟，是因为他能给王爷军备粮草情报，可他终究只是太子，他给王爷的是太子能给的，而且皆有条件：户市、关税、商路、战后分利，这些都是交易。而我若站在王爷这边，给王爷的可以是整个大秦的效忠。殿下想回大秦夺位？不。那你想要什么？嬴月想成为北凉王妃。北凉王妃？不错。王爷要北伐，要收复14州，要问鼎天下，这些嬴月都能帮。大秦的军备粮草情报，我可以给的比嬴异更多。大秦的朝局，我可以帮王爷敲动，甚至将来，若王爷要更进一步，大秦可以成为王爷身后最稳的后盾。而我所求，只有一个：名分。北凉王妃的名分，以及将来与王爷共擎新天的资格。殿下，
好大的魄力！之前本王说你眼界被北秦二字困住了。王爷过奖，所以我想明白了，与其争一个北秦地位，不如赌一个更大的未来。殿下觉得本王会心动？这里面是大秦朝派系名单、河西商路节点、西域36国暗线，以及我能调动的所有资源，是我给王爷的第一份投名状。我知道王爷不缺盟友，但王爷缺一个真正懂朝局、懂权谋、懂北秦，也敢把自己押上赌人的人。银月可以做这个人。殿下这是把自己也当作筹码？不，我是把自己放进王爷的棋局，但我要的不是做棋子，我要做能与王爷并肩落子的人。王爷，给我一个机会。殿下想做北洋王妃，那殿下可知站在本王身边要付出什么？我知道。你不知道，本王要走的路不止北境，不止大钱，这条路上没有退路，更没有只拿好处不担代价的位置。那正好，我最不怕的就是代价。我已经失去退路了，现在只想换一条真正能走到顶峰的路。这是什么？王印盟约，你既要入本王的棋局，总该留下一道凭证。王爷怕我反悔？本王最不怕的就是有人反悔。机会可以给，至于北洋王妃的位置，你现在还不够资格。那王爷便看着，银月会证明自己够资格。王爷，有朝一日你会发现，今日没有答应我，是你唯一一次判断失误。有意思。王爷，杜文渊已经准备启程，杨先生亲自交代了暗线传讯方式，杜文渊不敢有半分怠慢。让他走。王爷，殿下来的正好。朔州与燕山关之间有3条补给线。这里，北蛮王庭太子与3王子争位，这条线实则被3王子接管。若王爷假意攻燕山关，实则截断此线，朔州守军3日内必乱。继续。这里有一座旧驿站，废弃多时，但我可以让人重新启用。王爷的前渊军若从此处穿插，可避开2处北蛮哨旗。代价呢？不用代价，这是我给王爷的第2份投名状。黑冰台在北境与漠北的7处暗线据点，从今日起，听王爷调遣。殿下这么急着证明自己，王爷不是说我还不够资格吗？那我便一点一点证明给王爷看。殿下确实是比灵异有魄力。灵异会算账，我会压命。王爷，长公主殿下似乎很生气。无碍。传令王恒，朔州之战可以开始了。是。将军，趁喜队已经折返3批，他们说朔州城外的风雪不对。怎么不对？雪地里没有脚印，可每到夜里都有马蹄声。传令全军，今夜起3营轮守。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朔州城外10里雪原。将军，赤随队已经折返，情况不对，派出去的精锐探袭只有2人回来，而且他们神志不清，嘴里一直念着几个字。什么字？白骨血月不死。人在哪里？依仗。这是什么？哼，蛊毒。严老，能救吗？蛊毒能压住，那他们为何神志不清？神魂被侵蚀，对方不是要杀赤行，是故意放他们回来。故意？让他们把恐惧带回北凉大营。蛊术怎么会出现在北蛮？
不是北蛮人，是南疆人。哪一支？血月教。将军，说。朔州城方向起雾了。什么雾？黑白色的雾。将军，那是什么？放箭！伤口在愈合。中弩！这东西砍不死。不是不死，是子母骨。只要母骨不灭，子骨不散，这些不死骑士便会不断重组。母骨在哪里？在那片雾后。韩铁，点300铁骑。将军要施阵？不是，怎知深浅？末将亲自去。你留守中军，赵爷，你去。末将领命。北凉铁骑冲阵！这些东西会重组，不要恋战，拉开距离。战马惊恐嘶鸣。撤！都撤！将军，末将无能。活着回来就是功劳。那些东西不是人，斩断会合拢，击碎会重聚，身体像被无数虫群拖着，根本杀不尽。不死骑士只是外壳，真正驱动他们的是雾中的子骨，能破吗？能，但必须找到母骨。母骨在朔州城内。不，母骨就在操控他们的人身上。昨日先生，这就是你的不死军。不死骑士确实厉害。将军看到了吗？300北凉铁马被50不死骑士逼得阵脚大乱，这样的战力，将军还担心会输？北凉军中也有不灭天境高手，而且不止一位。不灭天境？将军以为我这不死骑士只能对付普通士兵？这座血月莫谷大阵可不只是操控，阵法之中所有战役真气都会成为母骨的养料。母骨控子骨，子种控骑士，只要母骨不灭，不死骑士便会重组。而这大阵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守，那是什么？3日内，在下不仅要守住朔州，还要反扑云州，收复失地。反扑云州？北凉刚拿下云州，士气正旺。城中还有前援军坐镇，你凭什么？凭这3万到战场残影，凭3万只子骨，凭这座能吞战役、化敌视为我师的血月莫谷大阵。3日内若不能反扑云州，收复失地，
在下任凭将军处置。好，若先生真能做到，本将备向大汗请功，封先生为国师，享王族待遇。国师，在下对国师之位没兴趣。那先生想要什么？在下要的是云州城内那3万北凉军的军魂残印，以及北凉军中那几位不灭天境高手的契机本源。好，只要先生能反扑云州，收复失地，云州城内的一切皆由先生处置。成交。将军，今夜之后，朔州不能强攻。若不强攻，云州怎么办？传令全军，在。3营轮守，众弩上长，所有探头撤回。没有本将命令，任何人不得踏入朔州城外10里雪原。是。立刻传讯幽州，告诉王爷，朔州有变，血月教入局，不死骑士现世。末将明白。北凉游戏才刚刚开始。那些东西真的斩不尽。不死骑士只是外壳，真正驱动他们的是血月教的子母骨。子母骨，母骨控子骨，子骨控骑士。只要母骨不灭，那些骑士就算被斩断，也会像虫群一样重新聚合。可有破解之法？2个。第一，找到母骨，将其斩断。母骨在哪儿？必在布阵之人身上。第二呢？以绝对力量摧毁整座大阵。什么层次的绝对力量？陆地神仙。将军，朔州城外的黑白墨雾动了。全军戒备，弓箭手就位，长枪兵列阵，众弩推上前营。所有人以腰部掩住口鼻，不得吸入墨雾。放箭！火油箭！众弩！让我试。不可贸然入阵。再等下去，大营就要被墨雾吞了，广蛮霜天。有效。别硬撑。这雾会吞我的寒气。那就展开。孤鸿剑，不愧是孤鸿剑。不灭天境的契机果然比普通军阵香得多。你就是布阵的人。血月教昨日幽泉，装神弄魔。寒气不错，可惜冻不住我的骨。就凭这？太弱了。虫甲护体？不是虫甲，母骨在身，万骨护体。现在的我
已经不是普通人了。蛊虫护体，也敢妄称不死？这不是普通不灭天境，他借母蛊与3万紫魔，已经短暂站到了更高层次。王恒，你守不住朔州。北凉军没有不战而退的将军，那就让本座看看你们北凉军的骨头到底有多硬！全军听令，前军守阵，中军压阵，后军护营。今日谁敢退半步，军法处置。传讯幽州，告诉王爷，昨日幽雪，母蛊在身，万蛊护体，朔州大营恐难久守。现在的我，就是这座战场的神。神？你也配？蛊红斩仙！血月临世，顾影，别管我，闭嘴！不灭天境的契机，对我的母蛊来说是上好的阳令。5万北凉精锐加上3位不灭天境，吞下你们，母蛊便能圆满。做梦！北凉儿郎，吾等身后是幽州，是云州，是80年未归的北境。今日退一步，北境再现黑暗。随我冲阵！死战！死战！死战！不要恋战，打散阵型，冲向城门！护住口鼻，别让墨雾缠身。将军，前锋被不死骑士拖住了。太多了。那就冲开！他们斩不断，杀不尽。北凉军没有杀不穿的阵。毒老，真的没有办法了吗？有。万毒丹，不可！看清了吗？毒能克蛊，普通毒不行，但老夫这颗万毒丹炼了30年，它不是毒药，是万毒之源。知人都说老夫是鬼医，半生用毒，阴狠诡怼。可毒之一道本就不分善恶，害人是毒，救人也是毒。今日老夫便用这一身毒术给北凉军开一条路。毒老，他们没有愈合。毒老破阵了，跟着毒老冲！
全军听令，沿毒老开出的路冲阵。万毒元体，昨日有权，你以蛊控阵，以阵吞军。那老夫今日便告诉你，蛊有脉络，阵有生门，只要找到回流之线，就没有破不了的蛊。你破的只是外围子蛊。够了！只要断你3万子蛊的回流链，王恒就能把北凉军带出来。只要逼出你的木蛊真形，王爷就能斩你。毒老，王恒，看见那条绿线了吗？那里是封城镇的气门，带人冲过去。毒老，你怎么办？老夫留下。不行！王恒，你是主将，主将该做的不是陪老夫送命，是带着北凉军活下去。你疯了！哼哼哼，老夫清醒得很。全军沿绿线冲锋！将军，那毒老，别让毒老白死！冲！滚开！找到了。你竟敢污染母国！王爷，老夫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好一个颜无绝，用命换我3成阵基，可惜母蛊未灭，大阵未破，你们仍要输！谁说北凉败了？王爷，苏青南，颜无命，你做的不错。区区古镇也敢称天？你敢小看我的血月莫古大阵？若不是颜无命以身破你3成阵基，你这古镇倒还有几分看头。现在该散。古道也好，阵法也罢，伤我北洋兵，害我爱将，都得低头。不可能！颜无命，你这条路，本王看见了。辛苦了，末将无能。不是你的错，是这些不该出现在北境的东西，脏了这片土地。脏？你说我的血月莫古大阵脏？这是艺术，以契机为墨，以战场为卷，以3万子蛊为笔，绘出的完美作品。你看这些不死骑士，不知痛楚，不知恐惧，只听我一人号令。你看这莫古大阵，进可攻，退可守，万军难破。3万子蛊加持，母虫吞阵为例。哪怕颜无命以命破我3成阵基，我依旧能比你陆地神仙。这样的力量，这样的境界，你居然说？说完了，说完就该上路了。血月护体！
你的盾不过是借来的力量，也敢说是自己的？母骨吸子骨，子骨吞阵力，你这身力量哪一分是自己修来的？你是不是以为靠古阵堆出的力量就真的无敌了？不，我的魔骨！不，苏青南，我要你给我的大阵陪葬！血骨真身！王爷小心！可怜。本王说过，借来的力量终究是借，现在该还了。不可能！这就是你道。毒老破了，不死骑士散了，毒老开路，王爷收阵，北凉未败。王恒，清点军阵，救治伤员，半个时辰后攻城。末将在。王爷，朔州城还有封城阵，阵已破。末将领命，全军听令，清点军阵，救治伤员，半个时辰后攻城。将军，怎么办？杀！可左仁先生已经……我守朔州10余年，岂能开城投降？朔州守军听令，死战不退！死战不退！死战不退！何必？死一般的寂静。人呢？城里的百姓呢？你是谁？镇北侯麾下密敌头头柯烧，奉侯爷之命，特来助北凉王破城。镇北侯宇文飞，大钱的人，城中的百姓，是你动的手。完颜将军何必这么看我？朔州城反正已经守不住了，与其让北凉白白接手，不如让这座城最后再发挥点价值。10万百姓的气机、生魂、成运，封入这一枚血魂晶。侯爷卡在不灭天境多年，就等这一座朔州，换侯爷踏出那一步，很划算。畜生！成王败寇而已，要怪就怪你们太弱。北凉王，城已破，路也开了，侯爷让我带句话，这份礼物，王爷可还满意？
这里面是萧定邦和马腾准备进军北凉的军事部署。侯爷说了，他可以帮王爷挡住萧定邦和马腾，也可以帮王爷吞下歙州、云州。侯爷在百里外的黑风谷等你。他说想跟王爷谈笔交易。交易？关于云州，关于幽州，关于整个北境，当然，也关于王爷您还能走多远。侯爷知道您不少秘密，王爷应该也不想。你也配威胁本王？王恒，入城，封锁全城，救人。这些契机还能救？能救多少，救多少。末将领命。王爷，您去哪儿？南下，杀人。现在，你还想守吗？守？为谁守？为何守？我守了朔州10余年，守到最后，守来了盟友背叛，守来了挟阵入城，守来了满城百姓遭劫，这些债我还不起。传令，封锁全城，所有古镇残疾、莫闻残影，一处都不能放过。是。再传一队精锐，护送血魂精回幽州。我们要救人，朔州，末将一定替您守住。侯爷，探子汇报，北凉城守军不足3000，且多是伤兵残卒。咱们8万大军压上去，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了这座破城。清玄，清玄？哪个清玄？清玄道长，还能是哪个清玄？斗绝清玄，甲子荡魔的清玄。50年前，一剑荡平漠北18寇的青云观观主；20年前，于清玄山与先帝论道的得道高人；10年前，挂冠而去，云游四方，再无音讯。陆地神仙，就这老道士？20年前，我随先田地东巡，在清玄山之巅见过他一面。那时他还年轻些，但就是这般模样，这般气质。先帝想请他入朝为国师，许以高官厚禄，他只是一笑，说山中野鹤不惯隆隆，随后便骑青牛飘然而去。那咱们还打不打？打？拿什么打？意味着他想走，千军万马留不住；意味着他若出声，这8万人未必能踏过他脚下那道线。侯爷未免太长他人志气，就算他是陆地神仙，也主就是一个人，更何况他已经老了。50年前是50年前，现在的他还剩几分实力？诸位，王爷北伐是为收复故土，是为护我北境百姓。如今王爷在前线破阵，有人却想趁火打劫，背后捅刀。8万大军，说是援助，实则夺城。他们想趁王爷不在，夺我北凉，欺我百姓，我们能答应吗？不能！北凉是北凉人的北凉。今日我们没有王爷那般神通，也没有北凉铁骑那般战力，但我们有手有剑有这条命，守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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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你也要上城墙吗？不用，有道长在，有王爷在，阿娘今日不用上战场。那为什么还要擦剑？因为等会儿可能会有用。宇文飞，你到底还在等什么？等一个变数。变数？苏青南还在朔州，昨日幽泉有血月莫古大阵，就算苏青南能破阵，也不可能这么快回来。北凉城守军不足3000，唯一能打的就是这个装神弄鬼的老道。你不冲，我冲！西凉军听令，冲锋，踏破北凉城！踏过去！道长，道长，清玄道长守住了！阿娘，他只是挥了一下手。这就是陆地神仙。王爷也是这样的人吗？王爷比这更可怕。侯爷，救我！侯爷，这还打吗？道长，此乃朝廷军务，道长方外之人，何必插手？此处是北凉，老道在此化缘，北凉百姓给了1碗粥，2个馒头，欠了因果，自然要还。北凉王苏青南擅自北伐，不听朝廷调令，我等奉陛下之命而来，道长强行阻拦，便是与朝廷为敌。朝廷，陛下，宇文将军，你可知老道今年多少岁？不知。137。老道见过10几位皇帝登基，也见过10几位皇帝离世，见过4次改朝换代，也见过无数次边疆战乱。朝廷会换，皇帝会换，可这方蜀土，这些百姓一直都在。他们给老道1碗粥，老道护他们1座城。道长慈悲为怀，可否先放了马节帅与这些将士？他们都是奉命行事，罪不至此。老道没有伤他们，可他们只是让他们歇一歇，日落时分自会恢复。宇文将军，此路不通，若将军要给朝廷一个交代，不妨如实禀报，就说北凉有老道在，有王爷在，有10万军民在，谁想趁火打劫，先问过老道手中拂尘。
也别想欺我北凉！道长神通，末将领教了。回去吧。道长说日落时分放人，可否准我等在36外安营？随意。那北凉王，日落之前，王爷自会从朔州归来。传令全军后撤30里，安营扎寨。侯爷，咱们8万大军就这么退了？不退。你去过县？末将不敢。撤！也能这么强吗？能。侯爷，看见了吗？看见了。马杰帅被清玄道长定在阵前，日落后若回来，必会闹事。马腾是冲在最前面的人，战场混乱，做干净。侯爷放心，侯爷。若苏青南真的回来，那就看他是先去黑风谷，还是先回北凉城。哼，那我们就亲自跟他谈，谈不成，也要谈。因为现在，还不是跟苏青南彻底翻脸的时候。老东西，马杰帅，你来做什么？侯爷担心马杰帅受惊，让莫杰来交应。哼！宇文彻这个缩头乌龟，本杰帅在前方被困半日，他竟敢带兵先退，这笔账本杰帅记下了。马杰帅，今日战场混乱，末将奉命护送马杰帅回营。不对劲！马杰帅冲阵受清玄道长神通反噬，气机崩溃，已在阵前消散。诸位，可都看清楚了。那就回营吧。道长，您要去哪儿？花园。道长，城里还有粥，还有馒头，还有热汤。那就再欠一份阴管。王爷！于文飞，出来。侯爷，苏青南到了。昨日幽泉呢？朔州大阵已破，昨日幽泉也已化作黑白墨水雾气消散。好，他越强，越值得我赌。走，王爷，末将奉旨入北境，本是为助王爷北伐，不想马腾轻敌冒进，冲撞道长神通，气机反噬，已在阵前消散。如今马跳已散，西凉军无主，末将愿暂统镇北、西凉两军，助王爷平定北境。说重点。王爷，我想跟你做一把交易，说我助王爷收复北境14州，8万大军接听王爷调遣，漠北、西羌、南诏我都有暗线，3年之内我可助王爷打穿整个北境。条件，我要北境战场上的气机残印、军煞、败军气机、承运残光，所有战后散入天地的力量，我都要。1万道气机残印，可炼1颗血魂丹。我要100颗。王爷取地，我取丹，各取所需。
而且我知道王爷的秘密。3年前昆仑之巅，王爷不必紧张，我无意与王爷为敌。只是若王爷不答应，我只能将昆仑之巅的事奏报前京。你敢动我？你以为本王在乎？朝廷不会放过你。昆仑之巅的秘密，本王不在乎。司明，救我！侯爷，末将跟了您23年，学了您23年的隐忍，也学了您23年的算计。您教得好。安思明，您常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您在马跳身后做黄雀，可在这盘棋里，您也是蝉。宇文飞勾结邪道，私恋邪丹，暗害马腾，祸乱北境。末将已将其正法，愿率镇北西凉8万养士归顺王爷，听凭调遣。安世明，末将在。带着你的兵后撤30里，安营扎寨。是。没有本王命令，任何人不得踏入北凉城1步。擅入者，斩。末将遵命。王爷，这人心思很深，所以才有用。不怕他反噬，若刀反手伤主呢？刀有锋芒，才好杀人；若伤人，那就折了。王爷今日为何不杀安思明？此人隐忍23年，又吞下2军兵权，留着他，必是后患。宇文飞和马跳都散了，这8万大军若此刻群龙无首，便会化作乱军，祸乱北境。本王能轻短安的名，却不能立刻稳住8万人心。宇文飞和马跳都散了，这8万大军若此刻群龙无首，便会化作乱军，祸乱北境。本王能清算安思明，却不能立刻稳住8万人心，所以先让他替本王稳住这8万大军。养蛇为用，若这蛇反咬王爷一口呢？蛇有毒，才好咬人；若敢反噬，拔牙便是。暗卫统领陈两翼参见王爷。两翼，去安思明身边，取得他的信任，成为他的心腹，盯住他的一举一动。这是玄铁令，可调动北境所有暗桩。记住，去他身边，不要像暗卫，要像一个有野心的人。属下领命。王爷信得过他，人心是会变的。他命是本王给的，令牌是权柄也是锁。不狠，北凉活不到今日。宇文飞啊，宇文飞，你倒是给我留了好东西。等我炼化这血魂丹，踏入陆地神仙，这北境是谁说了算，还未可知。将军，宇文拓旧部已封进修为关押，马腾旧部该如何处理？先安抚苏青南，留我稳军，我便借他的事坐稳位置，各取所需罢了。羽已入网，计划开始。废物，2个废物！8万大军竟然就这么归了安思明，安思明居然向苏清如称臣了。国公爷，安思明需要名分，若能许他官职，或许还能拉回来。
有刺客，快护驾！这些不是普通刺客，小心那些墨色雾气。燕国公，我家主人有请。至于你们，是自己走，还是我送你们走？多谢阁下救命之恩，敢问你家主人尊姓大名？国公随我来，去了自然知道。好，事已至此，我也没有别的选择了。梁王，那位深居简出的王爷也入局了，此事必须立刻禀报北凉王。这荒郊野岭的，陈先生带我来此见谁？请。梁王殿下，您怎么会在这里？定邦兄，一别艰年，坐下说话。方才林中那些诡异的刺客，都是殿下的人。是，那些确实是本王的人。殿下既然承认了，那你是想要在这里杀我灭口？若本王真要杀你，你现在已经化作黑白墨水雾气，散在那片林子里了，根本没机会见到本王。那一招墨水雾气的诡异手段确实罕见，陈先生若不出剑，我恐怕真的走不出来。那场刺杀有2个用处，第一是试你，生死关头，若你连跟本王走进这座庙的胆量都没有，便不配坐在这里谈事。那第二呢？殿下如此大费周章，总不只是为了吓唬我。第二，是为了留证据。那些刺客用的是梁王府暗卫的身法，留下的是本王的贴身令牌。殿下是故意让人发现这刺杀是您指使的。证据越明显，聪明人越不会信。他们会猜疑朝中政敌，猜疑其他皇子，甚至怀疑北凉王栽赃，唯独不会想到本王真的来了北境，还在这座破庙里见你。这招灯下黑玩得够狠，殿下布局如此深远，想要什么？皇位。殿下慎言，此话传出去，可是灭族的大罪。我那位皇兄能做，本王为何不能？苏清南在北境做大，前京迟早要压他，前京一压，北凉必反，那时神经空虚，就是我们的机会。殿下是想要我掌管的神经12卫？等你回去，你要暗中换掉关键将领，等北境战事最焦灼之时，封九门，控皇城。这是兵变，殿下这是要我把命豁出去陪你赌。事成之后，你便是神武大将军加太尉，北境3州划归你的封地。若我不答应，殿下打算如何处置我？燕国公方才遇刺，伤势过重，归京途中气机反噬，不幸身亡。萧兄，你选哪条路？好，这局我跟殿下赌了。萧兄错了，你不是跟本王赌，是跟天下赌。破庙外风声骤急，两人的身影被风雪逐渐淹没，盟约就此达成。苏瑞，你终究还是按耐不住跳出来了。从哪里拿到的？回王爷，是从林中那些刺客身上搜出来的。萧定邦被一名青山深日救走，进了山神庙，那里戒备森严，我未敢靠近。这令牌刻意留存，看起来太像栽赃，反而显得有些拙劣。正因明显，
才是梁王苏瑞的手笔。他深知聪明人多疑，故意设下这灯下黑的圈套。这博弈远比我看到的更复杂。梁王找萧定邦是为了神经12位，他想借着北境战事和朝廷内部的矛盾谋反。梁王竟然有如此野心，他若控住神经，王爷岂不腹背受敌？王爷既然看破了，要不要立刻飞鸽传书给前京的那位，好提前防备？不必，萧定邦这枚棋子已经回不去了。王爷已经安排了人在前路埋伏，在他离开北境的必经之路上，既然想入局，就要有入局死掉的觉悟。王爷，你们神藏一脉的心可真是一个比一个脏。道长过奖了，乱世之中，不脏心者难存。刘思雨，去养好伤吧。王爷，我还能为您做什么？你若真想帮本王，就先让自己变强，强到有资格真正站着天下博弈的棋盘。思雨明白了，定不负王爷厚望。这一局，谁也别想全身而退。此刻，我们的人已经动手了。萧定邦，你的燕王梦，只能在黄泉路上做了。国公，马快撑不住了，撑不住也要跑。苏青南不会放过我，梁王也未必真信我，停下就是死路。前方何人挡路？姑娘，在下有急事借道，请行个方便。你姓萧，萧定邦，47岁，燕国公，修为金刚地境。没错，没找错人。姑娘认得在下，你到底是谁？我叫唐呆呆，唐门的唐，呆头呆头的呆。唐门与在下素无往来，唐姑娘在此等我，是为何事？是谁让你来的？不能说，师傅说做生意要讲规矩，有人请我来送你一程。看来是谈不拢了。你们别急呀，我还没说完呢。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你走不掉了。灭了他！阿黑。唐姑娘，我与唐门无冤无仇，我可以出2倍、3倍、10倍的价钱，我可以买我的命。不行，先来后到是规矩。而且这次雇我的人不是钱，是承诺，一个唐门无法拒绝的承诺。唐门无法拒绝的承诺，苏青南，你好狠！都说了别急，这是海棠醉，中了之后会很困，醒不来的那种。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喜几家愁。人已经太长，按原计划布置。是。撤。阁老，事已办妥。说，萧定邦退场于并州官道30里亭，现场已布置成山贼劫道，唐门海棠醉的痕迹也已留下。唐呆呆那边呢，承诺之物已送往蜀中，唐门主很满意。金令呢？按阁老吩咐，已藏入萧定邦随身暗袋。萧定邦死在并州，并州节度使刘崇又是梁王举荐，如今他身上再搜出先帝金令，这局会不会太刻意？就是要刻意。聪明人看见刻意，会觉得这是栽赃。可皇帝不一样，陛下会信？他不是信，是怕。当年先帝驾崩，宫门封锁，故命重臣一夜皆生。16年前那场旧案，至今无人敢提。而先帝金令是唯一能把那桩旧事重新摆到太庙前的东西。若皇帝知道他那个看似闲散无争的七弟暗中藏着先帝金令，又与萧定邦私下牵连，你说他会怎么想？他会忌惮梁王？不止忌惮，他会查梁王，查梁王府，查凉州，查梁王在朝中、军中、地方所有暗线。梁王藏了16年的棋会被一颗一颗翻出来。阁老为何要把梁王也拉下水？萧定邦必须死，他不死，北凉那位不会放心。北凉不放心，这盘棋就下不下去。至于梁王，他藏得太深，深到连老夫都看不清他到底藏了多少后手。看不清的棋子，最好先翻。传信春风楼，暂时关门。是。梁王啊梁王，要怪就怪你生在帝王家。王爷，说萧定邦死了，2日前并州官道30里亭，表面是山贼劫道，一个金刚地境，几名沙场老卒被山贼劫道，所以事情很蹊跷。谁干的？苏庆南、张阁老？有可能。并州府衙验查时，从萧定邦随身暗袋里发现了一枚金令，先帝金令。消息传出去了吗？已经传开，前京该知道的人都知道了，陛下想必也知道了。谁？到底是谁？本王没有金令，本王找了16年都没找到那东西，他怎么会在萧定邦身上？好，好啊！
本王借刺杀做灯下黑，他们反手借金令做局中局，这是要把本王逼到皇兄刀下。我也息怒。苏青南、张阁老，还是皇兄，不管是谁，既然你们要逼本王入局，来人，传令金河，传凉州军中所有心腹将领，今夜入府议事。是。本王没有金令，可现在已经不重要了。皇兄，既然你一定会疑我，那本王便让你一个够。萧定邦死了，死在并州，身上还搜出了一枚先帝金令。你们说，这是什么意思？陛下，此事蹊跷。蹊跷在哪儿？其一，萧定邦乃金刚帝境，随行亲卫皆是沙场老卒，寻常劫道之人绝无可能得手。其二，先帝金令失踪16年，为何偏偏出现在萧定邦身上？其三，并州节度使刘弘乃梁王举荐，萧定邦死在并州，未免太巧。主急，臣在。查梁王，查他这些年结交过什么人，养过什么势力，在朝中、军中、地方有多少暗线，一件一件都给朕查清楚。臣遵旨。兵部拟旨。陛下，请示下。擢升禁军副统领周武为神武大将军，暂掌禁军事务。陛下，周武资历尚浅，恐难服众。不服，就让他服。是。若梁王真有异心，下一步会怎么走？2条路。说。第一，自请入京，交出封地兵权，以示清白。但此路凶险，入了神经，生死便不由他。第二呢？反。反？他拿什么反？臣不知，但臣知道，若人被逼到绝路，便会搏命。传旨，召梁王入京，就说朕想他了，让他来前京过年，再让周武调1万禁军，沿途护送。姑娘，萧定邦死了，先帝金令现世，梁王被移。若当年没有退婚，我要去见他。王爷这棋太狠。道长心乱了。老道士心乱吗？老道士被你逼得没路走。王爷、道长，王爷在一棋。思雨自幼也学过些棋艺，若王爷不嫌弃，观棋即可。王爷、道长，下棋这么有趣的事，竟不叫我。道长要输了。胡说，老道还有后手。后手，道长这局再拖下去，怕是只能毁棋了。不下了，你耍赖！是道长要毁棋。王爷，梁王那件事也是您早就算好的吧？一半。另一半呢？张阁老、萧定邦必须死，梁王也必须被逼出来。本王要搅乱前京棋局，张阁老要清掉朝中旧患，目标一致，落子不同。所以萧定邦死
是王爷的局。金令现世是张阁老补的刀。差不多。这位就是柳姑娘吧？见过银月姑娘。早听闻柳姑娘才貌双全，可惜若柳姑娘当年没退婚，说不定今日站在王爷身边的人就是你了。思雨有些不适，先告退。就这？你觉得梁王现在还有几条路？2条。第一，入京，交出封地兵权，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赌钱家顾念手足。生死由人，不算活路。第二，投北凉，他现在被钱盛猜忌，朝中暗线即将被清洗。若想活，投靠王爷是最稳的选择。难道我说错了？他还有第3步。造反！梁王真正的路，不在你看到的2条路里。他若入京，前帝不会让他活着离开；他若投北凉，前帝立刻有借口清洗凉州，顺势拔掉他暗中经营16年的所有势力。所以他只能反。不是只能，是有人逼他反。前帝？前帝派去凉州的人是周武，新任神武大将军。禁军副统领，资历不深，威望不高。这样的人有什么特别？他是梁王的人。10年前，梁王借并州节度使刘崇之手，将周武从边军调入禁军。10年里，周武一步步爬到禁军副统领的位置。他是梁王埋在禁军里最深的一颗暗子。既然如此，前帝为何还敢用他？因为前帝早就知道周武带1万禁军南下，表面是奉旨迎梁王入京。梁王看到周武，会以为自己的人来了。再加上那1万禁军里，确实有3000是梁王暗线。梁王会觉得这是机会。对，他本来被逼到绝境，正需要一把刀，周武便是前帝亲手递给他的刀。但这刀有问题。问题很大，这1万禁军真正的主将不是周武，那是谁？陈玄礼。只要梁王抗旨，陈玄礼便会接管禁军，那3000梁王暗线也会被一网打尽。所以这是一局死棋。对，梁王若不反，入京必死；梁王若反，正中前帝下怀。他以为自己等来了机会，其实是前帝给他准备好的棺材。那王爷呢？前帝逼梁王反，梁王也必然反。张阁老借金令逼出梁王，那王爷在这盘棋里落的是哪一步？本王的棋不在棋盘上。将军，时辰到了。出发！阁老，梁王真的会反吗？会。若他不反呢？入京是死，抗旨也是死。他若不想死，只能赌。陛下这一计够狠。帝王心术本就如此。王爷，周武大军已过黄河，最迟3日便到凉州。多少人？1万禁军。周武暗中传信，前帝密旨中有若梁王抗旨，可就地格杀1条。皇兄啊，皇兄，
你果然还是要我的命。王爷，该决断了。北凉那边怎么说？苏青南派人传信，他说若王爷起事，北凉会牵制朝廷北线兵力。条件？黄河以北。哼，有口真道。王爷要拒绝吗？告诉他，本王答应。是。传令凉州各营，3日后周五抵达凉州，开城门，迎往事。蜀中司军今夜入山道，江南营粮全部转入凉州，前京暗桩，等本王号令。若本王一声令下，9门之内灯火为号。是。皇兄，你不仁，就休怪我不义。传本王令。凉州各军即刻戒严。3日后开城迎周武。若前帝要本王死，本王便清君侧，正朝纲。清君侧，正朝纲。清君侧，正朝纲。这一夜之后，天下再无人敢说梁王无争，前京与凉州之间只剩冰封。而远在北凉的苏青南，等的就是这一刻。棋盘上的黑子终于动了。王爷，都准备好了。城外如何？周武1万禁军，明日辰时抵达凉州。蜀中5000司军已前至北门密林，江南银粮昨夜入库。凉州3万驻军全部待命。禁军暗线呢？周武密报，他手下3000人已准备妥当，只等王爷号令。王爷，前京还有2个变数。说。黑衣卫指挥者沈炼3日前离京，去向不明。还有陈玄礼。陈玄礼称病必服，可我们的人进不去。建议离贤。现在想退，已经晚了。传令下去，明日辰时开城迎周武，4时3刻教场点兵，祭旗，起兵。将军，凉州4门紧闭，城头守军增加1倍，北门10里密林发现5000司军踪迹，还有陈将军到了。陈将军。陛下有旨，明日梁王必反，你我2人在梁王起兵之时临阵倒戈，拿下凉州。我手下那3000人，一个不留。心软了？不敢。明日教场点兵，我以摔碑为号，碑碎，清乱。事成之后，你就是新的神武大将军。若不成，你我这1万禁军都得留在凉州。末将领命。王爷，周武已入城，禁军正在向教场集结。传令，凉州所有兵马，教场集合。将士们，本王今日站在这里，是要告诉你们一个被藏了16年的真相。16年前，天帝驾崩，遗命被人篡改，
忠臣被压，宗室被夷，大前江山从那一夜起便被阴影笼罩。本王忍了16年，装闲散，装无争，装成天下人口中的废王。可本王换来了什么？换来的是猜忌，是逼迫，是萧定邦之死后，连本王也要被牵连入局。前帝昏聩，猜忌手足，逼反亲子，清洗忠良，这样的朝堂不能再让它烂下去。今日本王起兵，清君侧，正朝纲。清君侧，正朝纲。王爷，愿随王爷。周武，你做什么？王爷，对不住了。随着周武的话音落下，教场外围的1万禁军中，7000黑甲同时拔刀，锋利的刀锋瞬间对准了身旁的3000梁王暗线，阵型从内部猛烈炸开，刀光交错，真气翻涌。3000梁王暗线猝不及防，被7000禁军合围压制。周武，陛下早就知道了。梁王苏瑞勾结禁军叛将，私聚凉州兵马，意图谋逆。陛下有旨，捉拿反贼，违令者即按乱军处置。王爷，走！苏昭，你好狠！镇南军，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完了，我们被包围了！16年，本王等了16年，忍了16年，谋了16年，结果就等来你们这一局。王爷，束手就擒吧。苏手，本王装了一辈子贤王，今日好不容易穿上这副甲，你让本王束手？狂风暴雨，你让本王束手！将军，别看了。传令，封堵教场4门。是。王爷，你败了。本王还没死。拿下梁王。王爷，好。好一个帝王新兽！你回去告诉他，这江山他坐不踏实。退！想拿本王，那就拿命来换。封锁教场，梁王苏瑞，生死不论。王爷，结束了，结束。本王忍了16年，装了16年贤王，最后竟然输在自己亲哥哥手里。王爷，东门密道还在。景缺，你跟了本王多少年？21年。21年啊！去北凉。属下不走。本王让你走。本王可以死，但梁王府的火种不能断。把世子送去北凉，告诉苏青南，本王送他一份大礼。属下领命。走！拦住他！梁王苏瑞在此，想拿本王就自己来。公正，王爷。束手吧！本王装了一辈子，今日好不容易像个人一样站着，你让我束手！王爷！陈元礼，告诉苏昭，这江山他坐不稳。苏青南，接住了。收剑，梁王已败，
封禁修为，暂压后战，不得扰民，不得入内宅。王妃与世子务必活着带回前都。王妃，快走吧！林将军已经在后门备好马车，小世子也在车上。王爷最喜欢腊梅，他说，腊梅最像梁王府，看着柔弱，实则耐寒。把这封信交给林京去。王妃，您不走吗？我走不了。王妃，告诉林京去，无论如何，把世子送到北凉，送到苏青南手里。王爷，切身护住我们的孩子，活下去。走！这步棋不攻不守，不劫不引，怎么看都像废子。凉州急报，梁王苏瑞败于凉州教场，梁王妃赵婉清开启护府密阵，遮断追踪契机，已随阵光消散。梁王还是败了。还有呢？梁王世子被林惊羽等人护送出城，正往北凉而来。另外，蜀中5000司军在得知梁王败讯后，化整为零，潜入山中。江南800万两白银下落不明。800万两白银，怎么会下落不明？因为那些银子根本没去凉州，有时候偏骑才是杀招。那去了哪里？王爷，府外有人求见。谁？林靖国带着梁王世子。请。北凉王，梁王临终前让末将将世子送来，他说这是送给王爷的一份大礼。他叫什么？还未取名。王爷说，若世子能活下来，请北阳王赐名。苏念旧的念，念情的念。谢王爷赐名。从今日起，临京却入来两军。末将领命。苏念由王府抚养，此事不得外传。谢王爷。王爷真的要收留梁王氏？他是梁王之子，前帝不会允许他活着。为何不？所以他只能活在北阳。王爷说的第4步棋，到底是什么？梁王死了，凉州平了，前帝看似赢了，赢的代价是4万精锐折损，是朝野人心动荡，是凉州旧部离散。更重要，难道不是？梁王世子还活着，蜀中5000司军还在，江南800万两白银还在，梁王散落各地的暗桩也还在，这些都是火种。王爷要借这些火种？不是借，是点燃。窗外北风骤起，卷起千堆雪，梁王留下的火种已落入北凉，而前帝以为被扑灭的大火，才刚刚开始燃烧。陛下，凉州急报，说梁王苏瑞败于凉州教场，玄铁盘龙甲崩碎，梁王已确认退场。死得好，他若不死，朕倒要怀疑陈玄纪是不是也被他收买了。陈将军已控制凉州全境，凉州驻军被封禁修为，叛乱首脑尽数清除。周武亲手清理了梁王埋在禁军中的暗线。他倒是狠得下心。周将军说这是陛下旨意，他不敢不从。哼，不敢。他若真不敢，10年前就不会进禁军，不会做梁王的暗桩。
传旨：周武平乱有功，封神武大将军，统领禁军。陛下，周武毕竟……朕知道他是叛徒，正因他是叛徒，朕才要赏他，让天下人看看，背叛朕的人只要肯回头，朕一样给富贵，给前程。至于他有没有命享受，那就是他的造化了。梁王府呢？梁王妃开启护府密阵，这段追踪契机已随阵光消逝，世子不知所踪。不知所踪，陈玄烬已派人追查。一个婴孩也能丢？算了，若那个孩子真去了北凉，也未必是坏事。苏清南喜欢收火种，就让他收。梁王旧部、蜀中司军、江南银粮，一个还不会说话的世子，这些东西看似有用，可等苏清南死了，他们全都会变成朕的。朕差点忘了，那个逆子活不了多久。他想收复北境14州，那就让他去收。他替朕打仗，替朕流血，替朕把失地一寸寸夺回来。最后，他死。北凉军、北境14州，所有人心与声望，还是朕的。天下哪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将军，兄弟们都安置好了。碑上写名字了吗？按将军吩咐，没写。没写好啊，来世就别再做兵。将军，陛下已经封您为神武大将军。王朗，你觉得我配吗？将军，神武大将军之位，臣不敢受，黄金绸缎，臣不敢想。唯愿交还兵权，自封修为，听候发落。将军，您这是做什么？替我把床下的箱子拿出来，里面有我这些年攒的饷银，分给那些兄弟的家眷。将军，陛下未必会容您这样做。那就让陛下再杀我一次。将军，我欠他们的，还不了，只能把这身修为也交出去。下辈子不做棋子了。来了。你知道我要来？躲不掉。你既然到了北凉，今日一定会来。你现在真的很弱，我能闻出来。你的气比上次弱了至少70%，那我现在杀你应该很容易。你可以试试。这是海棠醉，唐门排名第7，中了之后会很困，像喝醉了酒，睡一觉就过去了。杀萧定邦时你也这么说，那为何不用他杀我？师傅说杀天下第一，不能偷懒。唐门10大奇毒，我最多对一个人用过3种，今日用10种，为什么？因为师傅说杀天下第一要拼尽全力。苏哥哥，开始了。来。
别打扰我。别过来！尸毒齐出，你疯了！道长，信我，你最好真有把握。他不是在杀他。你说什么？他在救他。唐门10大奇毒，单独一种都是绝命之毒，但10毒齐聚，相生相克，反而能形成一线平衡。尸毒淬体，以10大奇毒为引，以中毒者修为为炉，淬肉身，重经脉，洗旧毒，这是凶险之极，一步错便再无生机。不能去，现在才是最后一步。他撑不住了。尘归尘，土归土。你杀了他，我要你偿命！别动他，王爷。你恢复了。辛苦了，苏哥哥，我说过我会救你的。非要这么喊？不然呢？你本来就是我哥哥啊！这位姐姐，你就是退婚的那个吧？还真是不仅眼神不好，还挺蠢。呆呆，少说2句。好，那我就不说他配不上你了。王爷，你和唐门到底是什么关系？3年前，我在昆仑之巅后，差点死过一次。苏哥哥，我能说吗？说吧。3年前，我在蜀中唐门后山采药，山崖下面躺着一个快死的人，就是苏哥哥。那时候我刚练成第1种毒，师傅说，毒道既成，总要见一见真正的生死。所以我看见苏哥哥第1眼，就想拿他试毒。我用海棠醉刺了他一下，然后他就没气了。没气了？我还以为自己第1次用毒就成功了，然后师傅来了，给了我1巴掌。师傅说我杀错人了，因为苏哥哥身上的毒比我的海棠醉厉害100倍。他中的是什么毒？万劫不复。万劫不复？万劫不复是天下最阴狠的奇毒之一，它不会立刻让人倒下，它会藏在经脉、骨血、生机里，一点一点吞掉人的命。越是强大的武者越痛苦，因为修为越高，毒就跟得越深。所以，你这些年一直中着毒。3年前，师傅本来想把苏哥哥埋了，但我发现他没死透。苏哥哥体内的万劫不复已经和他的性命缠在一起，普通解毒没用，只能以毒攻毒。所以你们用10大奇毒救他？海棠醉、修罗饮、碧落黄泉、清霜气血，一种一种试。最开始苏哥哥每次都会昏过去，后来他醒得越来越快，再后来他真的活过来了。他醒来的那天，后山桃花全开了。你什么时候中的毒？出生之日。下毒之人是苏兆。他为什么？因为我不该活。我母亲陈妃生我时生机耗尽，我出生时也几乎没有活命之象。母亲用秘术替我续了一口命，但这口命有代价。代价是什么？
活不过24。万劫不复本来要彻底封死苏哥哥的生路，可偏偏陈妃娘娘留下的续命秘术与之相控，两股力量在他体内互相撕扯，反而给了他修炼的机会。所以每一次毒发都是一次淬炼，每一次压制都是突破，每一次突破也都会让死期更进一步。10毒淬体之后还能再压9次，9次之后呢？压不住了，还有多久？10个月零17天，够了，10个月够了。我们可以找天下名医，可以去海外仙山，可以找西处，可以……柳姑娘，你我婚约已退，不必如此。没有退，是我糊涂，是我有眼无珠。我现在就回柳家，把婚书找回来。我不管你还能活多久，1年也好，10个月也好，哪怕只剩1天，我都选你。你没有这个资格，当年路是你选的，今日毁了，也不代表本王要回头。丹丹，忘忧散，吃了之后会忘记今日听到的一切。我不吃，我要记住，我要记住你中了什么毒，要记住你还有多久，要记住我欠你的。何苦？我的路不必拖累旁人。那迎月呢？他已经在棋盘上。苏哥哥，我会陪着你的，直到最后。道长，你早就知道王爷活不久，是不是？知道一些。哪些？知道他身中奇毒，知道他时日无多，也知道他这些年每一次破境都像是在刀尖上走。但老道不知道那毒是他父亲下的，更不知道他出生时本该是个死婴。陈飞到底是什么人？老道只见过他一次，25年前宫中重阳宴，那时他还不是陈妃，只是太子侧妃。他是什么样？很美，不是凡俗的美，像9天之上的人误入凡尘。他的眼睛很特别。怎么特别？瞳孔深处像有金色流光。陈妃生产那夜，宫中封锁。有人说听见凤鸣，有人说看见金光冲天，也有人说那夜皇宫上空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东西。后来呢？后来陈妃失踪，苏造对外宣称病逝。可奇怪的是，他的灵柩只停了1日，便匆匆下葬。不合理据。更奇怪的是，后来宫里有传闻，陈妃的尸身不见了。老道今夜话多了。苏青南为何不抹去我的记忆？难道不怕背叛？与其猜，不如直接去问。现在四下无人，王爷此刻气息虚弱，修为不足平日3成，10步之内，我若出手，你未必挡得住。所以呢？王爷既然只剩不到1年，就不该把所有秘密都留在自己手里。你想要什么？我要真相，关于万劫不复，
关于陈妃，关于昆仑之巅，还有王爷为什么不抹去我的记忆？映月，你是不是觉得本王现在很虚弱？是不是觉得若本王死了，你便能借北秦长公主的身份祖龙血脉，以及你手中的北凉盟约重新落子？你甚至想过，若本王不在，蓝梁诸将群龙无首，你便可拿着本王给你的王印盟约，宣称自己是唯一能继承这盘棋的人。你看，你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算计本王。彼此彼此。不错，所以本王也从来没有真正放任你。你最近有没有认真运转过内力？不可能！不灭天境，我现在只有不灭天境。准确的说，是本王允许你有不灭天境。你做了什么？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气生骨？不完全是。改良过的王印气骨，不伤你性命，不扣你心神，但它能稳定你体内被净化后的祖龙血脉，也能在你背叛明约时，收回本王给你的一切。所以从那一晚立盟开始，你就在我心脉里种下了蛊。是。你凭什么？凭你想借北凉登临北秦女帝之位，凭你想用本王。我从没否认过。所以本王也没否认，你我之间本就是交易。若我现在杀你呢？你不会，因为你舍不得死。你想当女帝，想让北秦改天换日，想证明自己不输任何皇子，这些比你的命更重要。你不会杀本王，因为杀了本王，王印气骨会封死你的祖龙血脉，你会失去争夺北秦地位最大的底牌。映月，你不会舍得。苏青南，我真是被你玩坏了。彼此。我现在还有的选吗？有，继续合作，或者现在翻脸，不过后果你承担不起。你只剩不到1年，还拿什么帮我夺北秦？谁告诉你，本王一定会死？食毒淬体只是第一步，万劫不复并非无解，只是解它需要3样东西。哪3样？你就没发现，与此同时，紫树观音不见了吗？观音大士，此行如何？阿弥陀佛。王爷身上的毒又深了，还能撑多久？若无机缘，10个月零3天。机缘何在？净坛山紫幽兰将开。净坛山，应州那座仙人之山。正是。可那是北蛮的圣山，北蛮常年供奉，外人擅入，必遭围攻。所以需先取到应州。应州，那是北蛮左贤王的地盘。左贤王呼延伯与北凉素无往来。不仅无往来，呼延伯的女儿去年刚嫁给了北蛮大汗的次子，2家联姻，关系正密。所以我们要先打应州？不能打。北凉刚经历朔州之战，元气未复。紫幽兰何时开花？月圆之夜，夏月15。夏月15，还有27天，时间够了。够做什么？够借道。呼延伯此人野心勃勃，他虽与北蛮大汗联姻，但心中不服，因为大汗之位本该是他的。王爷的意思是离间？不，是合作。
映月，你在北秦时可曾与呼延博打过交道？他当时对我有非分之想，我以公主身份压他，他才没敢造次。那你陪我走一趟应州，我们以攻伐北蛮大汗为名与呼延博结盟。他会信？他会，因为他早就想反了，只是缺一个借口，缺一股外力，而我们就是他的借口，他的外力。呆呆，你随行。呼延博若敢动歪心思，你便让他知道，唐门的毒比刀剑更利。好呀好呀，我最近刚好研究出一种新毒，还没试过呢。在下亦同往，净坛山之路，在下略知一二。如此甚好。清玄道长留守北凉，坐镇大局。4人是否太过冒险？人少才显得有诚意。明日出发，事不宜迟。我只是在想，还有事？你费尽心思布局，到底是为了解毒，还是为了北境？有区别吗？解了毒，我才能活，我活着，才能继续守护北境。苏青南，如果最后毒解不了，你会怎么办？那就在死之前，把该做的事做完。比如，让北境14州永归安宁，让北蛮铁骑再不敢南下，让这天下换个人做。我明白了，明日见。10个月够吗？我不知道，但我会尽力，因为这是母亲用命换来的时间，我绝不能浪费。发生了什么？我记得去了北凉王府退婚，然后呢？怎么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像丢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算了，终于结束了。现在的我，只是柳思雨，柳家的天才，青云宗的圣女，江湖中的仙子，仅此而已。姑娘，大师有事。姑娘，有些事忘了未必是坏事，但有些事该记住的还是要记住。大师什么意思？没什么，只是路过见姑娘眉间有结，便多说一句。北凉城是非之地，还是早些离开为好。奇怪的人，不过无所谓了。我要离开北凉，回青云宗。从今往后，我与苏青南便是陌路。这样，挺好。暗月死了，死在苏青南手里。公主，暗月尊者之死，是否要上报总塔？不必，总塔那边本宫自会交代。现在要做的是杀了苏青南，为暗月报仇。更重要的是，拿回他身上的东西。暗月去北凉，表面上是为帮助银月，实际上是为了那件东西。当年昆仑之巅的东西被苏青南得到了，那是开启那个地方的钥匙之一，必须拿回来。传本宫令，派月魁去北凉。月魁，公主，月魁他非人非鬼，非妖非鬼，正适合做这件事。可是月魁他神志不清，万一失控……本宫自有安排，去准备吧。3日之内，让月魁出发。是。苏青南，本宫倒要看看，你这个将死之人，还能翻出什么浪花。还有30里，翻过那座山就是鹰裳峡，过了鹰裳峡，便是应州城。
那个呼延厨真的会跟我们合作吗？我听说北蛮人都很凶的。凶才好，越凶的人越容易掌控。只要你能让他怕。你在想什么？没什么，只是在想呼延灼会开什么条件。无非3样：粮草、军械，还有你。5年前他觊觎你，5年后只会更甚。你是北秦长公主，若他能娶你，便有了北秦的支持，造反的底气会更足。我不会嫁的。我知道，所以我会告诉他，你是我的女人。苏哥哥，你要娶莹月姐姐吗？不，只是这样说能让呼延灼死心。连北秦长公主都能收服的人，他不敢轻易得罪。此计可行，但风险依存。呼延灼若觉受辱，可能翻脸。所以需要你，观音大师。届时还需你展露手段，让呼延灼知道，我们4人可抵千军。在下明白。咦，呆呆，怎么了？这血里有血腥味。能判断是什么时候的吗？不超过2个时辰，血很新鲜，而且不止1个人的血，是从那边飘过来的。去看看。这是什么手法？不是刀剑所伤，伤口边缘有灼烧的痕迹，像是被极热的东西瞬间洞穿。是杨延旨。杨延旨，那不是南疆离火教的绝学吗？怎么会出现在北境？不止杨延旨，这个人身上带着极热的气息，所过之处，冰雪消融，温度很高，至少是陆地神仙级别的火系功法。苏哥哥，你看这个。影月神功，影月神功的月位穿的就是这种玄月锦。此锦以南疆玄蚕丝制成，水火不侵，刀剑难伤。唯有杨延旨这类极热功法，才能将其着穿。影月神功的人，他们怎么会在这里？还杀了这么多北蛮人。这种带有金色纹路的玄月锦，只有更高级别的人才能穿。比如4大尊者。可暗月尊者已经死了，难道影月神宫又派了其他尊者来？未必是尊者。影月神宫除了4大尊者，还有更神秘的存在——月鬼。月鬼，我听说过。传说影月神宫炼制了一种非人非鬼的怪物，没有痛觉和感情。存世的月鬼不超过3个，每一个都有陆地神仙的战力。那我们被盯上了。这些人应该是呼延灼派来监视边境的哨探。月魁杀了他们，说明他也在这附近。上马，加快速度，天黑前赶到鹰巢峡。停下！奇怪。什么奇怪？他看我的眼神不像看敌人。苏青南，影月神宫第3神使月鬼，奉公主之命，取你性命。等等，你刚才说第3神使，影月神宫什么时候有神使这个职位了？你不必知道。
认识我母亲？不可能，他已经死了，月华也应该失传了。你到底是谁？你和我母亲是什么关系？杀了你！公主有令。观音大师，你让开！他和我母亲有关，我要问清楚。他神志不清，且力量暴走会自爆。我有定魂丹，苏哥哥，你再用一次月华饮让他失神，我把药丸弹进他嘴里。月鬼，看着我，你看着光，熟悉吗？是他，真的是他。静。现在怎么办？他可是来杀你的。带上他。现在他不是敌人，而且他可能知道我母亲的下落。母亲，你真的死了吗？如果没死，你又在哪里？左贤王，久仰。北凉王亲至，本王有失远迎，请。你们这儿冬天都吃啥呀？一个个瘦得跟柴似的。你看那个人脸都冻紫了，明显营养不良。放肆！小姑娘，口舌之力救不了命。我不需要救啊，我师父说这世上能杀我的人不超过5个，你肯定不在里面。左贤王，何必与小孩子一般见识？况且他说的对，你的兵确实该补了。王爷什么意思？意思很简单，你缺粮、缺药、缺过冬的物资，而这些东西，本王有。你怎么知道？3000铁骑，战马瘦弱，兵甲陈旧，半数人有冻伤，这不是北蛮精锐该有的样子。唯一的解释是，你被大汗刻意压制，得不到足够的补给。王爷好眼力，但就算如此，本王也不需要北凉的施舍。不是施舍，是交易。我借你道，北上净坛山，你借我兵，南下夺位。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知道。我还知道，你暗中囤积粮草，秘密训练私兵，与西羌部落联络。这些事，大汗恐怕还不知道吧？不必惊讶，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你身边未必都是你的人。王爷，属下对您忠心耿耿。忠心。3日前，你的副将偷偷送出一封信，用的是北蛮王庭特制的鹰信，收信地址是大汗今朝。王爷，属下冤枉。冤枉？这令牌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北蛮王庭密探的令牌，你应该认得。好！快
看清楚了，背叛本王就是这个下场。王爷手段，本王领教了，但只凭这个还不够。当然不够。这个人认识吗？不认识。他是谁？影月神宫的月鬼，陆地神仙级别的杀手。现在，他是我的俘虏。王爷是怎么擒住他的？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影月神宫已经盯上了我，而我此去净坛山，势在必得。王爷，你刚才说你要去净坛山？是。紫幽兰是山神恩赐的圣物，300年一开花，花开不过3颗。你凭什么觉得山神会眷顾你这个中原人？我只需要登山的路，路就在那里，有本事自己去走，何必来找本王？因为路在你手里。鹰愁峡是入应州的唯一通道，而应州是去净营山的必经之路。这条路，你守了20年。20年前，大汗亲率3000精锐入山，只回来17人，个个疯癫。从那以后，大汗就下令封山，违者诛9族。所以你不肯借道，是怕大汗怪罪？本王不怕大汗怪罪，本王怕的是那座山。净坛山的诡异超出你的想象，若是引出什么不该引出的东西，整个应州都要陪葬。你说的是苍狼白鹿的传说吗？我师父说北蛮有古训，苍狼逐日，白鹿食月，冰关开时，神魔皆泣。你师父到底是谁？唐门门主啊，他年轻的时候进过净伞山，还见过白鹿。师父说白鹿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幻境。净坛山能放大人的恐惧和欲望，形成幻境。那些人是被自己的心魔逼疯了。对对对，师父就是这么说的。苏哥哥你真聪明。所以你们非去不可？非去不可。紫幽兰，我志在必得。死有何惧？焚我骨血作长风，散入千山万壑中。明朝但见青山翠，便是人间不老翁。王爷，若本王借道，你能给本王什么？粮草5万担，药材3000车，精铁10万斤，这些够你和大汗一战。本王怎么相信你？我可以先付3成，这是北凉商行的总令，见令如见我。10日内第一批物资运到应州，你可派人去验证。本王信你一次。好，但本王有个条件，本王要派300亲卫随你们入山，一来引路，二来监视。可以。还有，这个女人要留在应州，带她入山，等于告诉影月神宫你们的行踪。好。公主殿下要留在应州做客，你在这儿，这样北凉才能兑现承诺。凭什么？影月，委屈你了。好，我留下。痛快！王爷，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何时可以出发？明日。今夜先入应州城，本王设宴，顺便让王爷见一个人，一个或许能帮你们活着走出净坛山的人。王爷，你可知净坛山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愿闻其详。不是幻境，不是白鹿，也不是那些诡异的传说，是冰棺。冰棺？对，
净坛山深处有一口巨大的冰棺，棺中躺着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像人的东西。谁？不知道。但传说那口冰棺是山神为自己准备的，任何惊扰冰棺的人都会被山神诅咒，永世不得超生。你见过冰棺吗？见过。20年前大旱入山时，本王是副将，我们走到半山腰遇到暴风雪，就在快冻死的时候看到了他冰棺。那是一口通体透明的冰棺，悬浮在半空中，棺中躺着一个人，穿着古老的服饰，面容栩栩如生。后来呢？后来3000人只回来17个，其他人都消失在了冰棺周围的白雾里。王爷，这就是本王为什么劝你不要去。紫幽兰虽好，但命更重要。多谢左贤王提醒，但我非去不可。既然如此，本王也不再多劝，只希望王爷平安归来。这位是白鹿老人，他是北蛮最后的萨满，也是20年前从净坛山活着回来的17人之一。王爷，老朽有礼了。老人家，请坐。小姑娘，你身上有唐门的气息。您认识我师父？唐门主，30年前他来过北蛮，他也进过净坛山，也见过冰棺，也差点死在那里。那他怎么活下来的？因为他身上带着一件东西，一件能克制冰棺的东西。什么东西？王爷，你要入净坛山取紫幽兰，老朽可以为你引路，但有一个条件，带上老朽一起。老朽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弄清楚冰棺的秘密。这次老朽要和你们一起进山，要么解开谜团，要么死在那里。好，我们一起进山。多谢王爷。这是白鹿古符，净坛山中白鹿为引，持此符可见白鹿真身，或许他能带我们找到紫幽兰。王爷，你真的相信那个老人吗？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确实从净坛山活着回来了，他的经验对我们有用。你要小心。我会的，你也是。呼延灼此人不可尽信，留在应州要处处留心。我知道，倒是你，10个月的时间来得及吗？来得及。紫幽兰开花在下月15，取到花后再找齐其他几样东西，应该来得及。若来不及，那也是命。王爷，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赶路。你也早点休息。月华隐，那个叫苏青南的男人，怎么会姐姐的独门秘术？这不可能，这个世界上不可能还有人能使出月华隐，除非君主让我杀苏青南，拿回他身上的钥匙。可如果苏青南真是至于姐姐的儿子，如果他真的没死，我该不该继续执行任务？谁？开门！你醒了，影月神宫的月鬼，本王听说过你。传说你不死不灭，刀枪不入，只会执行公主的命令。苏青南把你留在这里，让本王看着你。但本王很好奇，像你这样的存在，真的会被药物制服吗？
你是故意被擒的，对吗？与你无关。当然有关。你现在在本王的地盘上，你的生死本王说了算。你想怎样？影月神宫的月令，持此令者可调动神宫在北境的所有力量。本王在20年前偶然救过你们公主一次，他给了我这块令牌，说欠我一个人情。你想用这块令牌命令我？不，本王想和你做个交易。什么交易？苏青南明天要去净坛山，本王会派300亲卫随行，名义上是引路和监视，实际上是要他们死在那里。那300人里有大汗安插的探子，你可以混在那300人里一起进山。等到了山中，你可以找机会对苏青南下手。这样一来，本王清除了内患，你完成了任务，各取所需。你想借刀杀人？对。你为什么帮我？不是帮你，是帮我自己。苏青南若是死在你的手里，那就与本王无关了。到时候，本王既可以拿到他承诺的第一批物资，又不用履行后续承诺，还能向大汗表忠心，一举3得。我凭什么相信你？哼哼，凭这个。这是净坛山的部分地图，标注了宾馆的位置和危险区域。苏青南手里的地图是残缺的，而这份是完整的。因为20年前，本王是那支队伍里唯一保持清醒的人。本王记住了路线，这份地图藏了20年，今天交给你。好，我答应你。明智的选择。对了，有件事要提醒你，净坛山的冰棺里躺着的东西，可能和你们影月神宫有关。什么？这就是净坛山。王爷，此山有灵，灵，非人之灵，是更古老的存在。他在看你。这是山纹，山神要醒了。山神？净坛山没有山神。黄泉婆婆，赫连圣女。白鹿，20年前你从山里爬出来时，老身说过什么？婆婆说，此生不得再踏足圣山。那现在呢？你不仅自己来了，还带了外人。前辈，晚辈苏青南，百良王，此行只为紫幽兰，取花即走，绝不多留。百良王苏青南，你身上带着死气，却还想入圣山取圣花，真是不知死活。死气与否是晚辈的事，前辈只需告知可否借道。圣女，您看呐。
光线剥夺，神眸睁开，承受注视。你不是来取花的，你是来找东西的。圣女此言何意？花在那里，但你要的东西不在这里。你要的东西在山里，在冰棺之下，在那个地方。晚辈听不懂圣女的意思，晚辈只要紫幽兰。婆婆，让他们进山。圣女，这山文已显，冰棺将醒，这是命数，拦不住的。但只准他们10人进山，其他人留在山脚。圣女，我们是大王派来的亲卫。还有谁要说话？很好，北凉王，请吧。走吧。小心冰棺里的眼睛。这是山神开的通道，每次白鹿古符现世，山体就会打开通道。圣女，您为何要放他们进去？因为那个人身上有钥匙的气息，不止祖地之药，还有冰棺之药。这怎么可能？冰棺之药不是早在300年前就失踪了，但现在他回来了。婆婆，准备一下吧，冰棺将醒，祖地将开，北蛮1000年的等待就要有结果了。是，老身这就去准备。苏青南，你终于来了。这冰有温度，净坛山的冰不是凡冰，传说它是上古神战时期神血冻结所化，所以处之温润，1000年不溶。引路人，大昭寺的云游僧，300年前失踪的苦竹大师，还有前隋的钦天监少监，奉旨探访北境圣山，一去不返。她是第7代圣女鹤流云帐，200年前入山祭祀，再未回来。族中记载说她已飞升侍奉山神，原来她也成了引路人之一。引路人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必惊慌，这只是我留在山中的一道影，真身仍在山外。净坛山有3重考验，第1重问心。这12位前辈都死在自己的心里。鹤连云帐，我的先祖，他心里藏着一个秘密，他爱上了不该爱的人。苦竹大师为求佛法真谛踏遍天下，但他心里压着一桩罪，年轻时误杀挚友，终身不得解脱。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过不去的坎，净坛山的第1重考验，就是把这道坎放大1000万倍，逼你直面它。北凉王，你的心里藏着什么？本王心里藏的东西多了，藏着我母亲的死因，藏着父皇的算计，藏着北境14州的未来，藏着天下苍生的生死。圣女想问哪一件？嚼不烂，人心如舟，载重有限。你装了这么多，不怕沉吗？沉？圣女可知舟为什么会沉？不是因为装得多，而是因为不够大。你山文，你怎么会？
你从哪里学来的山文？圣女可曾想过，为什么这12位前辈会被冰封在此？苦竹大师误杀挚友，终生负罪。但佛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既已忏悔300年，为何还不能解脱？因为他从未真正放下，他只是把罪压在心里，用苦修折磨自己。但惩罚和折磨从来不是解脱。贪功冒进，欺君罔上，害死300随从。可若不入山，那300人就不会死吗？乱世人命如草，他们跟随你本就是命。贪不是罪，你若真有通天之能，便贪尽天下又何妨？可你偏不高估自己，所以你不是死于贪，是死于蠢。未死，人皆未死。但将军当马革裹尸，你若真怕，何必从军？渡财，天下英才如过江之鲫，你渡得过来吗？有这功夫，不如多练3刀。爱错人，情之一字，何来对错？至于你，爱上不该爱的人，用200年的冰封惩罚自己，可你有没有问过，他值不值得？先祖爱的是当时的中原太子，这段感情注定无果，所以他选择入山以死明志。好一个以死明志！用200年的冰封来证明自己的爱，多伟大！圣女，你觉得这值得吗？在我看来，这是最愚蠢的选择。若真爱他，就该去争去抢；若争不过，就放手，转身把感情埋在心底，好好活着。用自毁来证明的爱情，不是深情，是自私。现在回答圣女的问题。本王新州装的太多，几乎要沉。但圣女可知舟为什么会沉？不是因为装的多，而是因为这艘舟从来就没想过要浮在水上。本王这艘新舟装的不是私欲，不是执念，装的是北境300万百姓的安危，装的是母亲23年的冤屈，装的是这天下该有的公道。这样的重量，寻常新舟当然载不动，但本王这艘舟从一开始就不是要浮在个人私情的小溪里，本王要航行的是历史的长河，是时代的洪流，这点重量算什么？问心之局，破！山神认可了，这怎么可能？问心之局存在3000年，从未有人这样破过。圣女，你刚才问本王心里藏着什么，现在本王可以告诉你，本王心里藏着的不是秘密，不是伤痛，不是执念，是野心。本王要查清真相，报复算计，守护百姓，还天下公道，这些都需要力量和天下第一的位置。所以本王的野心很大，大到要吞下整个天下。正因为野心够大，这些负担不过是本王野心的燃料。新州会沉是因为水域太小，若你的目标是瀚海，便是搬来整座山，也不过激起几朵浪花。原来如此，原来问心之局还可以这样破。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北凉王慧心通明，昔受教了。问心之局已破，第2重考验炼蛊的入口就在前方。但王爷，有些话悉不得不说。请讲。净坛山的3重考验，一重比一重凶险。问心之局考验的是性质，炼蛊之局考验的是根骨，而最后的剑神之局考验的是命格。命格？对，净坛山是北蛮圣山，也是一座巨大的筛子。
他在筛选有资格承载北蛮气运的人。3000年来，能通过前2关的有17人，能通过第3关的只有3个。那3个人，第一个是北蛮开国大汗，他出山后统一草原，建立王庭；第二个是300年前的中原剑圣，他出山后创一剑霜；第3个是你母亲陈妃娘娘。什么？不过她不是在闯关时通过的，她是30年前以特殊方式进入净坛山处，直接面见山神，得到了认可。所以王爷您要闯的第3关剑神，其实是山神在判断你有没有资格继承你母亲当年留下的东西。什么东西？我不知道，那是山神与你母亲的约定，只有山神和陈妃娘娘本人知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件东西与你的身世，与你体内的月华隐，甚至于影月神功都有关系。圣女知道影月神功？知道一些。北蛮与影月神功其实同出一源，或者说北蛮的祖先与影月神功的创立者是兄妹。具体细节悉不便多说，但王爷只需记住一点，净坛山深处冰棺之中躺着的可能不是山神，而是影月神宫的第1代公主。所以所谓炼骨，炼的不是筋骨，是血脉。王爷体内的月华隐是影月神宫不传之秘，唯有公主一脉才能修炼，且需要配合特殊的血脉之力才能大成。而炼骨之局，就是要将您血脉中属于影月神宫的那部分提炼出来，淬炼成真正的力量，或者被那部分血脉吞噬，变成怪物。有意思。3000年来17个人闯过这一关，他们是怎么选的？悉不知，历代圣女只负责引导，不干涉闯关者的选择。但根据记载，有不下107人闯入了第2关，其中17人过了第2关，但后面有9人出关后当场死亡。王爷，要不再考虑考虑？紫修兰虽好，但命更重要啊！王爷，此关凶险，在下可带你一试。圣女，若本王现在放弃会怎样？问心之局已破，您随时可以退出，山神不会阻拦，西也会护送您平安出山。但您体内月华隐引发的异象已经出现，即便现在退出，血脉的躁动也不会停止，只是时间问题。果然如此，所以退也是死，进也是死，只不过退是慢性死亡，尽可能当场暴毙，但有一线生机，对吗？那还犹豫什么？本王这条命本来就是捡来的，多活1天都是赚。如今有机会搏一把，岂有退缩之理？这是炼骨之炼，它会锁住闯关者的肉身，将血脉之力强行逼出体外，进行蜕炼，过程会很痛苦。这是必须承受的痛苦，无法躲避。这点寒冷还难不倒本王？那是古老的图腾，月华隐的力量开始显现了。月华隐显形了，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时刻。不好，血脉冲突，这样下去他会爆体而亡的。大师不可，炼骨之局只能靠他自己，外人插手只会让2股力量彻底失控。那就眼睁睁看着他死。他不会那么容易死的，再等等。这是月华隐大成？不对，那是公主才能达到的境界，怎么可能？因为他体内的月华隐不是自己修炼的，
是传承的。传承？谁能做到？能做到这一点的，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随着封印逐步解开，传承的力量彻底释放了。母亲，您到底为我筹划了多少？寒气漫过门槛，寒潮侵袭，瞬间冻结成冰雕。退！原来是这般模样。戾气深重，煞气凝合，果然是有人以邪法禁住，强夺此地冰髓造化，硬生生造出的孽障。养这么一头看门恶犬，主人却不肯露面，是觉着本王不配让你起身相迎吗？杀不死！王爷小心，此疗以冰髓为本源，在此等极寒环境之中，几近不死，唯有以至阳至刚之力，瞬间焚述其体内冰髓核心，或是以绝强封印之法。结束了。看，越死越强。哼，倒是个难得的沙包。狗已宰了，主人还打算龟缩吗？躲开！我倒是谁在装神弄鬼，故弄玄虚。原来也只不过是指见不得人的臭虫而已，不肯承认。
玩够了。既然玩够了，那就轮到本王了。井底之蛙，看够了。圣女，现在能告诉本王这出戏到底是谁在唱了吗？或者说，该叫你一声北蛮第3代圣女赫连琉璃。你说什么？都说3000年来只有3人过了3关，实际上是4人，还有1人乃是北蛮的第3代圣女赫连琉璃。赫连琉璃300多年了，连我自己都快忘了这个名字。所以，你承认了？我从未否认，只是太久没人问，我也就懒得提。不可能！翻身受术，上限4个甲子，这是天道规则，无人可破。大师，你可知道什么叫天道？天道就是规矩，但规矩是可以打破的。300年前，北蛮草原还没有王庭，部落散居，厮杀不断。每年冬天，饿死冻死的人比草原上的草还多。我是赫连部的小女儿，7岁那年，我被卖到另一个部落，成了奴隶。10岁那年，当时的圣女入山祭祀，在山脚下发现了我。她说我根骨齐家，是100年难遇的萨满苗子。她收我为徒，带我入圣庙。15岁，我练成冰魄诀，成为北蛮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萨满。20岁，我挑战当时的圣女圣，成为北蛮第3代圣女赫连琉璃。成为圣女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统一草原，不臣服的打，打不服的杀，杀不完的我亲自去他们部落，告诉他们要么臣服，要么灭族。第3年冬天，草原72部全部归顺，我建立了北蛮王庭，制定了律法，分配了草场。那一年，草原上冻死的人比往年少了70%，但我还是不满意，因为每年还是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在风雪里。我想改变这一切，所以我决定修炼一种禁术，一种可以让我活得更久，获得更强力量，甚至改变天时的禁术。那禁术叫什么？夺舍法。我用了10年时间才找到夺舍法的残卷，又用了20年才勉强练成。第一次夺舍是在我50岁那年，我选了一个16岁的少女，她是圣庙这一代最有潜力的萨满。我吞噬了她的灵魂，占据了她的身体，夺舍很成功，我获得了她的年轻，她的天赋，但我也付出了代价。我的灵魂磨损了1/3，而且我发现自己开始遗忘一些事，不是重要的事，是一些细节，一些微不足道的记忆。但我没有停，因为夺舍之后，我确实变强了。我对冰魄诀的理解更深了，对静长山的感受更清晰了。所以100年后，当我这具身体开始衰老，我又进行了第2次夺舍。这一次，我选的是北蛮最强部落首领的女儿，她18岁，天生神力，7岁就能徒手搏狼。我吞噬了她的灵魂，占据了她的身体，但这一次出了意外，她的意志太强了，最后时刻想要和我同归于尽。第3次夺舍是在150年前，
这一次，我选了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因为婴儿的灵魂最弱，意志最不坚定，夺舍的风险最小。但我错了，婴儿的灵魂确实弱，但婴儿的身体太脆弱了。我撑了3年，3年后，这具身体彻底崩溃，我的灵魂也受到了重创。然后，我进行了第4次夺舍，就是这具身体，横莲溪的母亲，上一代北蛮圣女赫连云梦。你夺舍了我母亲？对，夺舍之后，我需要一个身份来掩人耳目。黄泉婆婆这个身份是我300年前就准备好的。每次夺舍之后，我都会以黄泉婆婆的身份出现，告诉世人圣女已经飞升，而我是圣女的守墓人。很完美的计划，没有人会怀疑一个活了300年的守墓人，更没有人会想到守墓就是圣女本人。但你还是看穿了，从你踏入净坛山开始，我就知道，你和之前那些闯关可不一样。你太冷静，太理智，你没有被山魈吓住，没有被冰清人形唬住，甚至没有被我的身份唬住，所以，我决定亲自出手。空间挪移不是速度快，是直接操控空间进行短距离的瞬移。好眼力，在这净坛山范围内，我可以随意操控空间进行瞬移。很厉害的能力，但不够。你也能操控空间？不能，我只是比这片空间更强。我竟看走了眼，你驾驭的绝非月华之力。自然不是。那是什么？剑妖。看来你认得他。难怪月华隐隐属太阴，绵长诡辩，而你方才冻结空间的手段至刚至阳，霸道绝伦。原来昆仑之巅的传言是真的。现在明白也不算太晚。我母亲当年究竟在净坛山留下了什么？你与她之间的约定到底是什么？你永远不会知道。来吧，让本座看看天启剑庙的传承者究竟有无资格触碰你母亲留下的禁忌。九灵归元，杀阵起！宁，寰宇与身，灵域化界，你竟已触及了世界。欢迎来到我的世界。结束了。原来如此，终于可以休息了。恭喜王爷，兵随入体，本源补全，阴阳调和，自此道基无瑕，前路再无挚碍。
本王与你似乎并无仇怨。无仇怨？你杀了我儿子，我唯一的儿子，你说无仇无怨？你儿子是谁？完颜烈，朔州守将。完颜烈，他是我儿子，我唯一的骨血。30年前，我乃北蛮王庭大祭司，完颜烈是我与一名中原女子所生，是我的私生子。1个月前，你苏青南攻破朔州，他兵败自刎于城门，所以我发誓要你偿命。我忍了这么久，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这个机会，我要你死，要你给我儿子陪葬。一无残魂，祭此山岭，启程。不好，他以自身魂魄与精血为引，强行激活了净坛山深处的古老守护戒指。是他，净财山的守护圣兽冰淇淋。他早已与山体同眠，怎会被强行唤醒？姐姐，我会护他。计数焚我残躯，祭此残符，影月破戒。以魂器强行唤醒，灵智蒙内，只剩杀戮本能。可惜了这一身万载寒脉孕育出的玉骨冰髓。净田山孕育你千载，与你玉骨冰髓。是让你守护此地清净，而非沦为他人复仇的凶器。罢了，相遇即是缘，今日便助你解脱这魂器束缚，重归山岳，长眠安息吧。魂器散。当思念飞过云空，缠绕指尖停留
关心应影，照见未来，还是你为我选定的未来？本王走过的路，杀过的人背负的因果，岂是你一朵花一口棺就能定格的？未来无定，命由己造。你这观心应影之术，困得住庸人，困不住本王。第3关，剑神。净坛山存世万载，筛尽红尘过客，有资格至此面见本尊残念者，3000年来不过一掌之数。汝苏清南，身负天启剑庙，承神器之血，怀鲲鹏之志，然大道无情，天意难测。汝欲见本尊，取回汝母所留之物，须先回答本尊3问。第1问，汝为何求道？为活着，为查明母亲死因，为解体内剧毒，为护北境安宁，也为向那高高在上的前帝问一句：凭什么？道不道的本王不懂，本王只知人活一世，总有些事必须做，有些人必须护，有些仇必须报。若道能助我做成这些，那便求道；若不能，这道不求也罢。善，大道至简，不忘不新。汝可过第1问。第2问，若得长生，汝欲何为？长生？若长生意味着要眼睁睁看着亲人故友一一老去，自己却孤零零活在世上，如同这净坛山的冰，千年万年冷眼旁观红尘变迁，那这长生不要也罢。本王要的不是一个人孤独地活到地老天荒，而是带着在乎的人一起看遍这世间的风景，做完该做的事，然后该走的时候一起走。若不能，那活个180年，轰轰烈烈一场也就够了。这神明残念在等什么？汝之所求非长生，是圆满。然世间安得双全法？汝母当年亦曾面临此问。第2问，汝亦过关。我如何答？第3问，若为苍生故，须舍一人，此人是汝至亲，是汝挚爱，是汝此生不可割舍之羁绊，奴舍否？不。为何？因为本王不是神，是人。人有私心，有偏爱，有拼尽一切也要守护的东西。若连至亲至爱都能舍弃，那救下的丛生又与蝼蚁何异？那样的大义，不要也罢。若真到那般绝境，本王会另寻他法。若寻不到，那便与苍生同坠，与挚爱共赴黄泉，至少问心无愧。好一个问心无愧，好一个与苍生同坠。汝之3答虽不尽合大道，却尽合本心。3000年来，如你这般答得如此像个人的，唯你一人。第3关，剑神，汝过矣。终于上当了。男儿，愣着做甚？快洗洗手，吃饭了。今日是你生辰，娘特意炖的鸡汤，多喝点儿。娘，如果有一天我要去做一件很危险的事，说什么你会拦着我吗？你是娘的儿子，你想做什么，娘都支持。娘不求你大富大贵，只求你平平安安。你有你的路要走，有你要做的事。无论发生什么，无论你变成什么样，你都是娘的儿子，这一点永远不会变。去吧，做你该做的事，娘在这儿等你回来。
心的辉煌，非常政治歌好之光，我没有冒泡温失落。赫连熙不对，应该叫你赫连琉璃才对。这幻境完美无缺，如果我真的是个10几岁的少年，或许就沉溺在这里了。可惜我不是。怎么可能？你明明已经，我亲眼看见你沉溺其中。你的幻境确实厉害，以神念为野。可惜，从踏入净坛山的第一步起，我就知道你有问题。黄泉婆婆的赫连琉璃是替死鬼，这一点你演得很好，但你不该太急。好一个北凉王，我布局300年，不过已经无所谓。你已经沉溺其中了，哪怕只有1瞬也足够了。终于，终于，300年的等待，天启剑庙的传人，神气血脉的觉醒者，如此完美的容器。王爷，大师，且慢，还没完。太初元血，净坛山地脉，本座苦候300年的大道之机，就在今朝。赫连琉璃，现在攻守一行了。你说什么？听不懂？那换个说法，你这座以影月本源为引，窃取净坛山地脉之力，又融合了初代公主遗赠的太阴夺灵阵，300年来吞噬积攒的所有生机与灵气，本王收下了。不可能，这不可能！你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本王不过是借你这座太阴夺灵阵，将体内的毒彻底炼化。什么？万劫不复之毒乃上古奇毒，一旦入体，如复古之躯。除非以天人修为日夜练100年，否则绝无可能。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你知道我布下此阵是为夺胜，你知道我会催动阵法吞噬你的生机，你甚至知道我会动用太初元血，所以你故意示弱，任由阵法之力侵入体内。不是因为你无力抵抗，而是因为你需要这座阵法的力量来刺激毒素，将遍布全身的剧毒逼至一处，再以太阴夺灵阵300年来积攒的磅礴生气为炉火，以太初元血为引。现在才明白，晚了。你什么时候掌控了地脉？在你以为掌控一切的时候，地脉有灵择主而逝。本王踏入此山时，便以天启剑妖与地脉之灵沟通，许他一个承诺，助我炼毒，我助他斩断枷锁。所以从始至终，你所谓的掌控，不过是个笑话。这是太初元血的本源之力，疯子！你这个疯子！
太初元血蕴含混沌之力，霸道绝伦。就算你是神仙之上，也不敢直接炼化。你不过初入天人，强行吞噬，必死无疑。是吗？那就让你看看，本王是怎么破而后立的。现在该算算我们之间的账了。成王败寇，我认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杀你，太便宜你了。本王要你活着，亲眼看着你300年谋划的一切化为乌有。不要！原来如此。告诉我，30年前我母亲来这里做了什么？你想知道？好，我告诉你，30年前东方之羽来此，不是为了求什么传承，也不是为了取什么宝物，他来是为了斩断一段因果，一段与净坛山初代主有关的因果。什么因果？你知道净坛山的初代主是谁吗？是东方青环，你们神藏之祖。他在此山得道，是天启剑要重返此山，取走太初元血，继承他的一切。而这个人将会是净坛山的新主。所以你300年来的谋划不是为了重生，而是为了阻止预言成真。不错，我赫连一脉镇守净坛山300年，凭什么他东方清醒一句预言就要我们拱手相让？而我将夺舍他，继承他得到的一切。所以我没动他，皮囊换了又换，才等到你。你知道我看到你那一刻的兴奋吗？可为什么会这样？我蛰伏不惧300年，等的就是300转眼成空。多谢，王爷。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但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有些事知道了未必是好事。收好，回去后交给唐呆呆，他用得着。王爷，他的尸身留在这里，净坛山是他的归宿，也是他的囚笼。死后能留在此地，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不必多礼，能走吗？跟上。出来吧。怎么还要本王请你？王爷，我去追。不必，让他走。为什么？因为他是左贤王的人，也是呼延博放在净坛山的最后一枚棋子。那现在他的目的已经清楚了，他是来确认一件事的。什么事？确认赫连琉璃是否成功夺胜，确认净坛山是否易主，确认本王是否还活着。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苏青南，
好一个北凉王！北凉王！快开城门，迎北凉王进城！报，公主，北凉王回来了。人在哪儿？已经到府门外了。你，长公主殿下，别来无恙。王爷此去净坛山，看来收获不小。净坛山确实有些收获。长公主在这里过得如何？呼延博没为难你吧？左贤王待客周到，不敢怠慢，只是不知王爷此行可达成了目的。毒解了。恭喜王爷，从此天高海阔，再障碍。王爷接下来有何打算？先救人，月葵伤得很重，需要尽快医治。月葵，他怎么会？说来话长，长公主若想知道，不妨一起去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千万不能出错。他的神魂被强行抹去了30%，能保住性命已是奇迹，但要彻底恢复难。能吊住命吗？能是能，但我只能暂时稳住他的伤势，最多3天。3天后若没有更精实的治疗，他还是会神魂消散。谁能治？鬼医言无命，他是当世唯一能修复神魂损伤的人。除非能找到至阴至寒又能净化万毒的天地奇珍，为他调和体内毒素，否则最多还能撑半个月。哼，果然如此。紫幽兰！王爷，你不是为了解毒才冒险去净坛山取紫幽兰的吗？是啊，我取紫幽兰是为了解毒，可我从来没有说过，紫幽兰是用来给我自己解毒。所以，苏哥哥冒险上净坛山，不是为了解自己身上的毒，是为了救颜无命。为什么？因为颜无命不能死，他能救月葵，也能救很多人。更何况，他为了对付左日幽泉才中毒，于情于理，本王都该救他。苏哥哥，伸手。真的解了，一点不剩，解得非常彻底。这不可能！师父和我研究了这么多年，试过327种解法，连以毒攻毒的路子都只能勉强压制住，怎么可能有人能在几天之内把万劫不解之毒彻底根除？苏哥哥，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借力打力而已。借力打力？净坛山上有座大阵，赫连琉璃用它吸了300年地脉生机，想要夺舍我就顺势而为，借阵法的力量把体内毒素逼到一处，一举炼化。连准备好的明妖血和祖龙力，还有紫幽兰都没派上用场。我什么都没说，苏哥哥，你听错了。你刚才说什么？什么密妖血？什么祖龙力？去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刚才呆呆说的是什么意思？唐门主研究出了一种解法，用唐门7种奇毒以毒攻毒，再辅以密妖血、祖龙力、紫修兰，炼制9转还生丹，可以解万劫不复之毒。所以，你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一切。白丽和我是将你和白丽留在身边，我当初确实也有这个打算，但我仔细一想，没必要。这个计划太慢也太麻烦，集齐所有材料不知要多久，而且成功率只有30%，除非势不可为，否则我不会走这条路。我明白了，那现在呢？你打算怎么做？接下来，该跟呼延博好好算算账了。你想动左贤王庭？不是想，是必须动。呼延博手握蛮王令，已暗中联络了17个部落，要在3个月后的狼神祭上正式加冕为蛮族共主。一旦他成功，北凉要面对的就是整个北境的铁骑，应州、冀州、新州，这些边城首当其冲。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守不住。你有计划了？有，狼头谷。你要在那里设伏？不，我要在那里跟呼延博打一场硬仗。我会让北凉军主力在狼头谷做出死守的架势。呼延博为了速战速决，一定会亲自率军来攻。这太冒险了。左贤王庭的铁骑野战无双，正面硬碰，我们胜算不大。谁说我要跟他硬碰？大肚山，那里不是一片沼泽，地脉被毁庄年，瘴气弥漫，但很少有人知道，大肚山底下有一条暗道，直通狼头谷后方。3年前，我让暗卫花了整整1年时间打通了那条暗道。呼延博筑立功谷时，我会亲率3000玄甲骑从暗道绕到他后方，前后夹击，一举击溃。你怎么知道呼延博一定会从狼头谷走？因为他没得选，东线要过黑水河，西线要多走800里，狼头谷路程最短，水源充足。更何况，我还会让人给他送一份情报，告诉他狼头谷只有1万守军。可是，就算赢了这一仗，左贤王庭根基仍在。你现在就在他的府内，完全可以直接杀了他，何必如此大动干张？我要的，从来就不是灭掉左贤王庭，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本王要的是让呼延灼亲手把剩余的北境11州送到本王的面前。你觉得我是在痴人说梦？王爷，不是我不信你，只是此事实在太过匪夷所思。哼，匪夷所思？长公主可曾想过，呼延博为何要握着蛮王令不放？自然是为了统一北境，
号令诸部，成为真正的蛮族共主。错了，他握着的不是权柄。一旦呼延博真成了共主，第一个要收拾的就是黑水部乌维。与呼延博有杀父之仇，隐忍多年。呼延博一日不除掉他，就一日睡不安稳。你是说，呼延博现在看似风光，实则内忧外患？不错，蛮王令给了他大义名分，也把他架在了火上烤。所以呼延博现在最急的不是南下攻打北凉，而是先平定内部，坐稳位置。而我要帮他一把。帮他？对，我会派人暗中联络乌维，给他提供兵器粮草，助他起兵。同时，我会让右贤王呼延硕在边境陈兵，做出要趁火打劫的架势。到时候呼延博腹背受敌，打乌维右贤王就会扑上来，打右贤王乌维就会抄他后路。你说这时候我去跟他谈，北洋愿助他平定内乱，条件是事成之后割让11州，他会不会答应？你这是驱虎春狼？不，是驱虎逐狼，再杀虎。我会帮呼延崇先灭了乌维，再逼退右贤王。等他以为大局已定，放松警惕时，他会死？不一定。如果他识相，愿意带着残部退往极北冰原，我可以留他一命。至少，他能牵得金帐王庭和右贤王庭。我还是觉得太险。险？长公主，这世上哪有不险的棋？3年前我让人打通大肚山暗道时，有人说我疯了；2年前我暗中资助黑水部无为时，有人说我养虎为患；我派人潜入右贤王营接触呼延博时，有人说我自寻死路。暗道用上了，无为该动了，呼延博也该出场了。王爷，都安排好了，呆呆和月桂已经上车，半个时辰后出发。你这次动静不小，呼延博那边已经派人盯上你们了。我知道，所以才要请先生走这一趟。这封信请先生到歙州后交给严无命，他看了自然明白该怎么做。还有，先生此去歙州会路过黑水部的地界，若遇见一个叫无为的年轻人，不妨告诉他一句话：时机到了。好，心思太重，有些事该放就放，别把自己逼得太紧。那句时机到了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该动手了。乌维等了7年，7年前他父亲被呼延博暗杀，他逃到北凉，是我救了他。我告诉他，想报仇就要忍，忍到呼延博最得意的时候再给他致命一击。现在时候到了。王爷，我能做什么？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看着这盘棋是怎么下的。3个月后狼神祭，我要让整个北境都知道这盘棋该换人下了。王爷，你刚才说7年前救了乌维，那时你才16岁，16岁就能看出黑水部与左贤王庭的间隙，就能想到今日之局。不是看出，是知道。知道？我刚来到北凉就收到有一份北境各部势力的详细卷宗。谁送的？不知。那你也信？为什么不信？上面记载了各部落的恩怨，还有他们各自的软肋。乌维的父亲乌木行是黑水部上一任首领，他发现了呼延博与前帝暗中往来的证据。左贤王庭每年从北凉掠走的物资，有30%都悄悄送往了前京。呼延博私通前帝？不是私通，是交易。呼延博用北洋的资源换取前帝对他统一北境的支持，作为回报，他会在成为蛮族共主后与前帝签订盟约，100年不犯边。乌木衡知道了这件事，准备在当年的狼神祭上当众揭发，可惜消息走漏，呼延博将他暗杀。乌维当时侥幸性逃过一劫，一路逃到北凉边境。我收到消息时，他已经身中3箭，奄奄一息。我救了他，不是因为慈悲，而是因为他有用。所以从那时起，你就开始布局今日之局？不，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呼延博必须死。一个与前帝勾结的左贤王，对北凉来说是致命的。一旦他真成了蛮族共主，与前帝南北夹击，北凉撑不过3年。
所以我必须在他成事之前毁了他。但毁掉左贤王庭容易，要取而代之，掌控北境却难。蛮族排外，就算打进去也坐不稳，所以我需要一个代理人，乌维就是最好的选择。你想扶持乌维上位，让他成为新的左贤王？不，我要的不是一个听话的左贤王，我要的是让左贤王庭彻底消失。黑水部、白狼部、苍鹰部，这些部落早就对呼延一事不满，只是缺少一个契机，一个能让他们联合起来推翻呼延一事的契机。乌维就是这个契机。他是乌木熊的儿子，有复仇的大义名分，他有黑水部的支持，有3万精锐骑兵。只要我给他兵器粮草，给他出谋划策，他就能掀起一场席卷整个左贤王庭的叛乱。可这样一来，北境岂不是要大乱？乱才好，不乱我怎么浑水摸鱼？不乱我怎么让那些部落自相残杀？不乱我怎么让北凉兵不血刃地拿下北境11州？乌维起兵，呼延博必率大军镇压，右贤王呼延尚会趁火打劫，金帐王也会伺机而动。3大王庭混战，17部落各自站队，等他们打得筋疲力尽、死伤惨重时，北凉大军再以调停的名义介入。到时候，我让乌维割让11州给北凉，作为我支持他上位的条件。你说，他会不会答应？可乌维会这么听话吗？他要是上位后反悔，他不会，因为他不敢。第一，他起兵需要我的支持，没有北凉的兵器粮草，他打不过呼延博。第二，他上位后需要我的承认，没有北凉的背书，其他部落不会服他。第三，他体内有我当年救他时种下的蛊，唐门秘制，每月需服解药。他若反悔，不必我动手，蛊虫自会发作。王爷，你不觉得这样做太过什么？太过阴毒，太过冷血，太过不择手段。张公主，你生在帝王家，应该比我更清楚这世上从来就没有干净的权利。我父亲当年若不狠，坐不上前帝的位置；你祖上当年若不毒，统一不了6国。北凉贫乏，民不过100万，兵不过10万，南有前帝虎视眈眈，北有蛮族年年犯边。我若不狠，不毒不阴，北凉早就亡了。本王可以做君子，可以做人主，可以做光明磊落的英雄，但前提是北凉得活着。北凉若亡，本王要那些虚名何用？前帝的人？不是，这股气息很陌生。北凉王交出天启剑狱，可留全尸。谁派你们来的？九幽之主。九幽教？九幽教隐世300年，如今第一次现身，便知道剑要在本王手中。看来本王身边的眼睛比想象中更多。九幽绝杀阵。王爷，你继续坐着看戏。长公主若应付不了，本王再出手。你倒真看得起本宫。北秦镇国剑，你是北秦长公主迎月。知道的太晚了，今日你们都得留心。九幽合一。
九幽斩仙剑，斩！地脉起。这里怎么会有地脉大阵？因为这里从来就不是左贤王的王府。从本王踏入应州的第一日开始，这里便已经姓苏了。本王让你们走了吗？别追！你故意放走的。九幽教300年未曾现世，死人不会说话，但逃命的人会带我们找到他的主人。以地脉为阵，以活人为饵。北凉王果然比传闻中更有意思。你是谁？打赢我，本宫便告诉你。装神弄鬼。空间挪移？不是挪移，他没有移动你的剑气，只是把剑气前方的空间折到了你的身后。让本宫看看，杀了赫连琉璃的人究竟有多少本事。去。你看破了我的虚空折叠？看破谈不上，只是找到了缝隙。虚空折叠早已失传万年，如今这片天地知道破解方法的人不会超过3个。你从何处学来？本王说是猜的，你信吗？太初元血，原来你真的得到了那个人留下的东西。你认识东方青环？赫连琉璃守了镜腾山200年都未能得到太初元血的认可，你却只用了不到1日。还有天启剑庙、太初元血以及镜腾山地脉的控制权。你知道的太多了，九幽教的人也是你引来的。他们还不配替本宫做事，不过本宫确实知道他们为何能找到这里。说，打赢我，你自然会知道。虚空折叠你可以破解，那么时间呢？你的太初元血还未完全觉醒，镜庭山的传承也只是刚刚开启，以现在的你不可能挣脱时间禁锢。你还能动？这不是时间禁锢。你看出来又如何？以你现在的力量，根本破不开。东方青魂的记忆告诉了本王答案。本王的力量确实不够，可谁告诉你，本王只能用自己的力量？
可能，你不过是陆地神仙，怎么可能承受如此庞大的地脉之力？谁告诉你，本王只是陆地神仙？陆地天人，你竟然已经踏入了天人境。借来的，借来的力量，借来的是这一方天地。十方空间杖。不可能，十方空间杖并非普通护体术法，你怎么可能一瞬间全部击碎？你藏得再深，也仍旧处于这片天地，而现在，这片天地归本王掌控。我认输。方才是你要试本王的斤两，现在看过了，便想走。23岁的天人，古今未有，你我之间没有解不开的仇怨，我也不愿与你为敌，至少今晚不愿。晚了。天地尽绝。破！以本源为锁，以神魂为印。看来你身后的传承，比本王想象的更加古老。虚空开！空间崩塌，你不是初入天人，以我之血换我之魂，舍令万法馈送。本源燃尽之前，我便是真正的天人中境。苏青南，现在我们可以好好打一场了。燃烧本源，换取片刻境界，代价不小。杀了你，一切都值得。太极定乾坤。我的太极图可镇空间，定阴阳，平混乱。纵使你掌控地脉，也无法与整片天地大道抗衡。天地大道，既然你以太极定乾坤，那本王便以太初破万法。这是什么力量？太初，你真的炼化了太初元血？太初元血蕴含混沌本源，世间即便天人也无法直接承受，你怎么可能？没有那么多不可能。不要！你输了，最后一次机会，姓名、来历、目的，说出来，本王可以给你一个痛快。苏青南，你确实比我想象中更强，可惜你能胜我，却杀不了我。败成这样，还敢大言不惭？北秦长公主，你虽是陆地神仙，却还没有真正踏过那道门槛，自然不会明白天人最忌惮的是什么。因果。看来东方青城留给你的不只是太初元血，不错。天人以自身意志干涉天地，寿元力量、神魂皆已超脱凡俗，但只要没有彻底推去凡胎，便仍在人间因果之中。杀一人便成一人之愿，灭一族便负一族之业。若是随意屠戮众生，亿万因果缠身，轻则境界倒退，重则大道崩塌，永世不得尊敬。所以，天人不能杀人，不是不能，而是不敢。你借应州地脉强行踏入天人境，看似威压天地，实则仍只是退凡之境。你若杀一个普通人，或许还能承受，可我不同，我是西楚紫阳公主，身负皇族气运，背后牵连西楚国运、慕容皇族以及无数黎民。你若杀我，等同于亲手斩断西楚部分国运。杀不了你，
不代表不能让你生不如死。长公主殿下不必吓我，苏青南若真准折磨我，方才便不会问我的姓名与来历。他想知道西楚为何出手，也想知道天启剑佑的消息为何泄露。在得到答案之前，他更舍不得让我死。分析的不错。所以，王爷现在应该收回地脉之力，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谈。狼神破月，找死！王爷，你怎么可能？谁让你来？你不敢杀我！天人沾染凡人杀业，必遭反噬。我身负左贤王府3代气运，你杀我，因果足以让你跌落天人。原来你们都是这样想的。灭！看见了吗？这便是杀劫。你杀的虽然只有1人，背负的却是与他相连的所有因果。苏青南，你确实敢杀，可敢杀不代表承受得起。这些东西斩不断。因果并非实体，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其摧毁，它只能承受，直至杀业耗尽，或者大道崩塌。原来如此，天人并非无敌，只要准备足够多的人命，他便不敢动手。现在收手还来得及，散去天人之力，任由因果消去你的部分修为，最多跌回陆地神仙，不至于伤及根基。这就是你最大的依仗。你什么意思？不可能，程父前早已在上古断绝，你怎么会有？谁告诉你这份因果要由本王来还？程父前代人成因，替人复果，你竟然真的拥有这种东西？现在你还觉得本王杀不了你吗？传令，封锁王府周围所有街道，调3万铁甲入应州。3万铁甲，王道要看看3万条人命的因果，他付不付得起？姓名、来历，本宫没有耐心。程父前乃上古功德圣物，用1枚便少1枚。王爷为了杀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已经浪费1枚。你手中还有第2枚吗？你可以赌，赌本王手中只有这1枚，也可以赌你的命，比1枚程父钱更珍贵。西楚，慕容皇族，慕容子，慕容子。西楚皇帝慕容轩的亲妹妹，出生之日紫气满城，被封为紫阳公主的那位。紫气满城是真，紫阳公主却是后来的事。西楚皇室一直对外宣称紫阳公主体弱，自幼在紫云山休养，看来事实并非如此。祥瑞将士，天佑西楚！娘娘轰了，花簇全枯萎了。此女将士紫云遮天，万物枯败，必为西楚灾星。阿紫，等皇兄，皇兄一定接你回来。我出生那日，母妃亡故，皇宫草木尽枯，父皇认定我是灾星，
将我送上紫云山。19年，除了国师，无人探望。慕容轩呢？皇兄登基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派人接我回宫。他为我证明，封我为紫阳公主，赐下府邸、封地与亲军。他说紫气东来是真，草木枯败只是巧合。他说我不是灾星，可一道圣旨改不了人心。朝臣见我表面恭敬，眼中却尽是忌惮。宗室与我同席，宴后便要请高僧进殿。就连民间遭逢旱灾、洪水、瘟疫，也有人说是我重返处境惊动了上天。所以你主动来夺天启剑药。你怎么知道？你想证明自己不是灾星。普通功劳改变不了那些人的看法，唯有为西楚夺得一份足以改变国运的机缘，才能让所有人闭嘴。天启剑药可以开启净坛山秘藏，若你将太初传承与净坛山宝藏带回西楚，便是挽救一国的功臣。西楚国国力看似强盛，实则世家割据，宗室争权，国库早已空虚。大前与北秦虎视眈眈，南疆也在边境不断试探。皇兄登基不足10年，根基未稳，若能得到净坛山传承，西楚便可再强盛100年。我夺剑庙，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西楚。为了西楚，你若带着剑玉回去，慕容轩或许会感激你。可那些朝臣呢？那些世家、宗室与百姓，又会如何看你？他们会说，这是你应该做的，因为你出生时害死了母亲，因为你这个灾星，欠了西楚20多年。你立下一份功劳，他们会认为你是在赎罪；你立下10份功劳，他们仍会认为你是在赎罪。哪怕有朝一日，你以一人之力救下整个西楚，他们最多也只会说，这个灾星终于做了一件有用的事。住口！本王说错了吗？你凭什么断言？他们永远不会接受我。因为本王与你一样，本王出生于皇室，母族因红衣案满门覆灭，母亲被打入冷宫。本王服下封脉丹，被赶往北凉。无论本王守住多少城池，救下多少百姓，在前京那些人眼中，本王仍旧是罪臣之后，是随时可能谋逆的边王。不是因为我们做的不够，而是旧的秩序需要我们有罪。所以王爷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不，你的力量、野心与忠心都很有意义，只是你用错了地方。旧的西主容不下你，那便不必再求他们接受。你什么意思？慕容轩待你有恩，你想报答他；西楚是你的故国，你想拯救他，这些都没有错。王爷究竟想说什么？世家盘踞，宗室夺权，君臣离心，这样的西楚，即便得到净坛山传承，也不过是让腐朽的王朝多活几十年。你真正该做的，不是为他们夺取宝藏，而是毁掉旧有的秩序，让那些将你视为灾星的人，亲眼看着你成为制定规则的人。你要我造反？不是造反，是破而后立。西朝若是一座病入膏肓的旧屋，修补良瘴已经无用，唯有将它彻底推倒，才能在废墟之上重新建起一座不会崩塌的宫殿。本王可以不杀你，甚至可以放你回到慕容轩身边，继续做西楚最尊贵的紫阳公主。但从今往后，你要替本王做一件事。什么事？回到西楚，挑起世家与宗室之间的争斗，撕开君臣之间的裂缝，逼出所有藏在暗处的野心家，然后成为本王插在西楚心脏里的一把刀。你要我背叛皇兄，借我的手挑动西楚内乱，再趁机吞并西楚。本王若只想吞并西楚，何必留你？
慕容轩登基10年，表面上西楚国力日盛，可真正握在他手中的兵马不足40%。北境7州由大将军王卑掌控，东南粮道与盐铁尽在李氏、崔氏、郑氏3大世家手中。皇族宗亲掌控禁军，慕容轩坐在龙椅上，看似万人之上，实际上每一道政令都要经过世家、宗室与军中派系的层层分割。这些事，皇兄自然知道。知道，却不敢动。他若消亡复兵权，北境必乱；若收世家盐铁，国库还未丰盈，天下粮道便会先断。若打压宗室，宫中禁军随时可能谋反。他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旧有秩序已经将他牢牢锁住。所以你要我替你撕碎这张网？不是替本王，是替你自己。我？你不是一直想证明自己不是灾星吗？夺回一把剑，换不来真正的认可。但若是你亲手除掉西楚沉积100年的顽疾，重建朝堂，收回兵权，让慕容轩真正成为西楚之主，从那一日起，谁还敢叫你灾星？说的冠冕堂皇，即便旧秩序腐朽，那也是西楚自己的事。我若听从你的命令，便是将西楚的命脉交到北凉手中。你说的不错，本王会利用你。本王要一个能够合作的西楚，而你会得到一个真正由你和慕容轩掌控的国家。合作？一个受你控制的傀儡，也配叫合作？本王不需要傀儡，傀儡只能听命，不能做决定。本王需要的是一个知道什么时候该出刀，向谁出刀，又能在本王不在场时独自驾驭整个西楚的人。你凭什么认为我能做到？你能。你出生时被视为灾星，在紫云山独自生活19年，没有母族庇护，没有朝臣支持，也没有自己的根基，可你依旧能修成陆地神仙，掌握空间与时间规则。你返回楚京不过数年，便已在皇族、军中和江湖建立自己的力量。你缺少的从来不是能力，只是一个让你能够名正言顺出手的机会。我若答应，你准备让我先做什么？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你在戏耍我？你还没有答应成为本王的刀，本王为何要提前告诉你刀锋应该指向哪里？若我答应，你如何保证不会毁掉西楚？本王无法保证，本王只能保证，只要西朝不向北凉两处刀锋，本王便不会主动毁掉它。可若有一日西朝站在了北凉的对面，那时就算慕容轩亲自跪在北凉城外，也改变不了西朝覆灭的结局。我若拒绝呢？死！你知道天启剑药，太初元血，也亲眼见过本王踏入天人，本王不可能放一个拒绝合作的敌人离开。给我多长时间考虑？3日。3日之后，本王会给你一份足以堂堂正正返回西楚的功劳。若拒绝，城府钱虽然珍贵，但本王还付得起。你就不怕我假意答应，回到西楚后立刻将所有事情告诉皇兄？这是什么？刀鞘。刀太锋利，必须有东西约束。你可以背叛，但在背叛之前，最好先想清楚自己的神魂能不能挡住太初之力。你还真是谨慎。本王能活到今日，靠的便是谨慎。映月，看好他。你不怕我趁机杀了他？你不会，因为他活着比死了更有价值。本宫看王爷是舍不得。他一直都这样，将所有人都当作棋子。错了，他连自己也放在棋盘上。你最好认真考虑他的条件，不是因为怕死，而是因为这可能是你此生唯一一次真正改变批处的机会。你在替他劝降？本宫只是不想看着一个陆地神仙愚蠢地为那些从未真正接受他的人去死。3万铁甲，呼延博疯了。他不是疯了，他是看见了程旦钱。
杀一人，你有承当钱；3万人的因果，你拿什么来偿？3万氏族皆在北蛮军策之中，他们的血脉与北蛮过运彼此相连，杀一人，成一人因果。若同时击溃整座军阵，便等同于与3万人的命数正面相撞。城府存再神奇，也不可能替你承受3万条人命。那便不杀士子，直接斩了呼延博。别动！呼延博一死，军阵必乱，杀他是最快的破局之法。本宫可以定住他们。呼延博若死，3万铁甲便会同时冲锋。他们不是为了杀我们，而是为了死在我们手中。所以，他是在拿北蛮士奴的命赌你不敢出手。不是赌，他认为自己已经赢了。哼哼哼！北凉王果然聪明，知道杀了本王也破不了这座局。苏青南，你杀1人，天地记你一笔；你杀100人，100人血脉向你索命。你若杀尽这3万铁甲，3万父母妻儿宗族与北蛮应运，都会成为撕碎你天人大道的刀。北凉王，现在知道何为真正的绝境了吗？本王只用了3万名最普通的士卒，便让你这位高高在上的天人连一根手指都不敢抬起。本王不喜欢别人拿人命逼我做选择，本王一个也不会杀。虚张声势，3军听令，踏平王府。不可能，3万人与狼神军阵相连，除非杀光他们，否则阵势绝不会停下。你以为本王不杀他们，便拿他们没有办法？那便让你亲眼看看，何谓真正的言出法随。3。不，稳住军阵，3军凝会。怎么可能？军魂由3万人共同凝聚，你没有杀他们，怎么可能破掉军阵？军阵能够将3万人的力量连在一起，本王只需要让他们重新变成3万个独立的人，阵自然便散了。军阵散了又如何？他们仍是北蛮最忠诚的勇士。全军听令，无需结阵，各自冲锋，踏平王府。止。不许停！这是王命，这是狼神的旨意。后退者斩，抗命者全族贬为奴隶。给本王出！你可以用王权逼他们赴死，
也可以用狼神之名欺骗他们。可当他们重新成为人，他们便有权决定自己是否愿意去死。他们是本王的兵，他们的命属于北蛮。错了，他们的命只属于他们自己。多谢北凉王不杀之恩。起来，全都给本王起来！本王才是左贤王，是北蛮未来的皇帝。你们敢违抗本王的命令？风。不！苏青南，你对本王做了什么？还给本王，把本王的修为还回来！你不能杀本王，本王是北蛮左贤王，身后是数百万草原百姓。杀了本王，你一样要背负国运因果。本王不需要杀人，我。你做了什么？本王为何想不起来？别过来！你别过来！带上你们的王爷，退。想好了，我可以做你的刀。世家、宗室、军中派系，凡是阻碍皇兄掌控西茶的人，我都会替你找出来。但有一个条件，你已经受制于人，还有拒绝的资格。若连这一点都不能答应，那便杀了我。我可以做刀，却不会做一把没有思想的傀儡。可以。王爷答应了。本王允许你拒绝，但你必须证明你的选择比本王的命令更有价值。若证明不了，刀鞘会替本王纠正错误。公平。世间从来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足够让双方接受的价码。紫阳宫3000亲卫，12处伤后，以及我在西楚经营多年的所有案线，从今日起皆可为王爷所用。收回去。王爷不信我？你仍是西楚紫阳公主，本王要的是一个能够进入西楚朝堂执掌权柄的公主，不是失去一切，只能依附北凉的阶下牛。令牌留在你手中，将来你还要用它打开楚境的大门。王爷准备什么时候放我回西楚？不是现在。为何？你此次北行，损失9名幽冥卫，又没能带回天启剑药，现在空手回去，只会坐实灾星之命。你不仅无法进入朝堂，甚至可能再次被送回紫云山。所以，本王要先送你一份功劳，一份足以让西楚世家闭嘴，让宗室低头，也让慕容轩不得不重用你的功劳。王爷已经准备好了？3年前便开始准备了。既然王爷愿意给我如此大的筹码，是否也该再交一份投名状？穿好。王爷不喜欢？你误会了，处女细腰确实世间罕见，但本王留下你不是为了暖阁里多一个美人，而是要西楚朝堂上多一把足以斩断旧秩序的刀。所以，
在王爷眼中，我只是一把刀。现在是，将来是不是，取决于你能做到什么。也好，至少刀还有价值。3日后，3日后，你自然会知道那份功劳是什么。那子阳便等王爷3日。王爷还真舍得，那么漂亮的一位西厂公主，主动送到面前，王爷竟真让她走了。一把好刀，应该放在战场，不是放在床榻。你真的相信慕容慈？不信，正因为不信，才让他自己选择。禁制能够锁住他的性命，却锁不住他的心。本王需要的不是一个因恐惧而听命的俘虏，而是一个真正痛恨西楚旧制地，愿意亲手将他推倒的人。你想让他恨西楚？不是恨西楚，是让他看清，那些以西楚之名压在他身上的人，只有不再渴求他们的认可，他才能成为真正的执旗人。所以3日后的功劳，也是你早已布下的一步。有多大？3周。这么晚，有人来。我们的人，走。急报，北凉王。王爷，此书先是命我800里加急。真气耗尽，体力透支，是拼了命赶来的。监无命已就，但带出消息，北境9部结盟，铁木用情为首，8万叛军已集结完备。3日后，狼神祭坚业举事。9部结盟，8万叛军，铁木提他怎么敢？他不敢，但有人让他敢。谁？不知道。铁木沁这个人，贪财、惜命、胆小，凭他自己绝不敢造反，除非有人给了他无法拒绝的条件和足以让他安心的保障。黑水部、苍鹰部、铁驴部、乌桓部，这些都是北境战力最强的部落，他们若真联合起来，左贤王庭撑不过3天。呼延博手中虽有5万铁甲军，但分散在各处驻防，王庭常备兵力不过2万。2万对8万，且是叛军蓄谋已久，以逸待劳。更何况，叛军中还有高手。高手能让铁木琛这种胆小如鼠的人敢造反，背后支持他的势力，绝不会只给钱粮。至少，得给他足以对抗呼延别身边那几位供奉的武力保障。王爷是说九幽教？不止九幽教，西楚、大前，甚至北秦，都有可能。北境若乱，对谁最有利？那王爷，我们怎么办？哼，长公主觉得本王该怎么办？王爷3年前的那个布局，是救乌为打通大肚山暗道，接触铁木沁，每一步都是为了今日。铁木沁若反，必先攻王庭，而要攻王庭，只有3条路可走：东线冰层不稳，西后路途遥远，中路狼头谷看似险要，实则是最佳选择，因为这条路最近。所以王爷早在3年前就在狼头谷后方挖好了暗道。是，不止暗道，狼头谷两侧的山崖上，本王还让人埋了3000斤火药。火药？对，铁木沁的8万叛军
一旦进入狼头谷，本王只需一声令下，3000斤火药齐爆，山崖崩塌，古道封闭，8万人，一个都跑不了。王爷，不觉得这样太狠了吗？狠？长公主可知这8万叛军若攻破王庭会做什么？屠城，到时候死的就不止8万人了。本王现在杀8万人，是为了救80万人。王爷打算何时动手？不急，铁木沁3日后才举事。在这之前，本王还有件事要做，去见呼延灼。这么好的机会，不让他割点肉，怎么对得起本王这3年的布局？皇上，叛军势大，我们要不要暂避锋芒？避？往哪儿避？王庭是呼延氏300年的基业，传令下去，王庭所有兵力全部集结。本王要与铁木沁决一死战。左贤王要战，有几分胜算？北凉王，你怎么来了？听说左贤王有难，特来效助，怎么不欢迎？欢迎，王爷请坐。久不结盟，铁木沁倒是好手段。左贤王打算如何应对？死战！本王就算战死也。可左贤王战死后呢？王庭怎么办？这300年基业怎么办？王爷有办法？有，但有个条件：边境3州。什么？王爷这是趁火打劫？趁火打劫，2万对8万，最多撑3天。而本王若出兵，可保这300年的基业延续下去，用3州之地换一个延续。左贤王觉得这买卖亏吗？王爷，能不能少一点？不能，3州1寸不能少，而且不是租界，不是暂管，是永久割让。从今往后，他们就是北凉的疆土。王爷，这是要本王做千古罪人啊！千古罪人，总比亡国之君好。左贤王慢慢考虑，本王等你的答复。皇上，我们怎么办？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帮本王割了吧。王爷满意了？满意。左贤王放心，3日后狼神祭间夜，本王会让铁木阴的8万叛军永远留在狼头谷。那就拜托王爷了。一夜之间割让3州，这位左贤王怕是恨王爷入骨了。恨才好，他越恨，就越不会怀疑本王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王爷要这3州不是为扩张疆土？是，也不是。这3州最大的价值，不是土地，不是赋税，是位置。冀州北接黑水部，南临北凉边境，是北境通往北凉的咽喉。应州西扼白狼山，东控黑水河，是北境东西交通的要冲。维州这里藏着北境最大的铁矿，掌握了这3州，就等于扼住了北境的命脉。从今往后，左贤王庭想南下，得问本王同不同意；想西进，得看本王的脸色。甚至本王若想灭掉左贤王庭，这3州就是最好的套板。可呼延芳会甘心吗？他不会，但他没得选。今日割3州，他能保住王位；不割，就是亡国。更何况，等他发现铁木沁叛乱的背后也有本王的影子时，他已经没有退路了。王爷是说，铁木沁叛乱是王爷引导的？几年前，本王让人接触铁木沁，通过商人无意透露给他一条走私皮毛药材的渠道，他贪财，自然上钩。这些年，他通过这条渠道积累了巨额财富，但也留下了足以致命的把柄，全在本王手里。几个月前，
本王让人将这些把柄无意泄露给呼延博安插的眼线。呼延博生性多疑，必然要查；铁木盆做贼心虚，必然要反。王爷，那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等铁木沁的叛军进入狼头谷，等3000斤火药将他们埋葬，等这场叛乱结束后，本王要的东西自然会来。所以这场叛乱是必然的，区别只在于何时爆发，规模多大。而本王要做的，就是控制爆发的时机和规模。那需要我做什么？你，长公主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好好看着就行。看着？对，看着本王如何将这盘棋下到最后。好，我看着。不对劲。王爷，出什么事了？乌维没有动静，按照约定，他应该在2个时辰前就在白狼山制造骚动。会不会是延迟了？不会，乌维这个人惜命，但更守信，他不敢违抗本王的命令，除非他出事了。王爷，城外有情况。王爷，你看。那是叛军，铁木沁的8万叛军提前出发了。提前？不是3日后吗？计划有变，有人等不及了。王爷，黑水部急报！王爷，怎么了？乌维出事了，有人在跟本王下棋。谁？不知道，但这个人很聪明，他知道乌维是关键，所以先拔掉这颗棋子。他知道本王在狼头谷有埋伏，所以让叛军提前出发，打乱本王的部署。他甚至知道本王会在今夜推演沙盘，所以选在这个时候让本王看到这条活路。他在告诉本王，这盘棋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下。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怎么办？既然有人想跟本王下棋，那本王就陪他下一局。传令下去，城防不动，所有人按兵不动。可是叛军都快到城下了，我们……他们不会攻城，他们的目标是王庭，是呼延灼。更何况，狼头谷的火药还在等着他们。是。
王爷，真的没问题吗？有问题。乌维出事，黑水部按兵不动，叛军提前出发，这些都在本王的计划之外。但长公主可知道何为旗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旗手不是能算计每一步的人，是能在意外发生时迅速调整布局，将意外也变成棋子的人。乌维出事，黑水部按兵不动，这的确是意外。但长公主可想过，黑水部按兵不动对谁最有利？无为若部3万骑兵从侧翼牵制，叛军必分兵应对。可无为不动，叛军就能全力进攻王庭。对，所以无为出事的人，不是要帮本王，是要帮叛军，或者说是要让叛军攻破王庭。可叛军攻破王庭，对谁最有利？对幕后黑手最有利。王庭若破，北境大乱。届时，无论是西楚、大前，还是北秦，都能趁机介入，瓜分北境。而本王若想保住那3州之地，就必须出兵平乱。届时，北凉主力北上，南边空虚，有人就能趁虚而入。所以王爷，我们中计了。算不上中计，只是被人将了一军。但长公主可知道，下棋最忌讳什么？最忌忌只看眼前一步。那人以为让叛军提前出发打乱本王的部署，就能让叛军攻破王庭。可他忘了，狼头谷的火药还在等着他们，而火药不会因为叛军提前出发就失效。可万一叛军不走狼头谷呢？他们会走，因为狼头谷是最近的路。可那人既然知道火药埋伏，难道不会提醒叛军？他会，但他提醒了，叛军就一定会听吗？铁木沁这个人贪财惜命，但更自负。他手握8万大军，气势正盛。这时候有人告诉他狼头谷有埋伏，他不会信，他会觉得这是呼延灼的疑兵之计，是想拖延时间。更何况本王还给他准备了一份大礼，一份足以让他坚信狼头谷没有埋伏的大礼。王爷，狼头谷急报，叛军前锋3000人已进入狼头谷，但他们在谷口停下了。为何停下？他们在挖地，他们在谷口挖出了3处火药埋伏点。王爷，火药被发现了。发现了。那怎么办？长公主可知道下棋最妙的一招是什么？是让对方以为他看破了你的棋，然后在他得意的时候将死他。传令狼头谷守军点火。王爷，火药埋尸点已经被挖出来了，现在点火只能引爆3处，剩下的点，立刻。王爷，王爷，他们冲出来了！那王庭，王庭守不住，2万对8万，且叛军气势正盛，王庭最多撑1天。1天？那王爷还不快？不急，再等等。等一个人来了。那是他来了。
百里，他怎么会来？陆地神仙，这是我蛮族内部之事，与前辈无关，还请前辈不要插手。前辈，你真要与我8万大军为敌？为敌，你也配？你怎么说话酥里酥气的？不过确实挺爽。你真以为凭你一人能挡我8万大军？一人不够吗？陆地神仙又如何？我8万大军结阵冲杀，便是陆地神仙也要退避三舍。更何况你今日插手我蛮族内务，就不怕惹祸上身？你真以为我的背后就没有陆地神仙？你背后的陆地神仙比我强吗？要是比我强，那就再加一个。好。再加上本宫，够吗？你们北凉王到底给了你们什么好处？好处？你觉得本宫需要什么好处才能请得动？现在说话。不够！2位陆地神仙又如何？我8万部众结阵冲杀，便是3位陆地神仙也要。站住！什么人？找死！老夫贺知良，20年前消失的酒神，你没死？死？老夫倒是想死，可有人不让啊！小子，你要的人，老夫带来了。这是。铁木镜，现在够了吗？够了！3位陆地神仙，5万北凉铁骑，北洋王，你真是好大的手笔！可你以为这样就能赢吗？你错了！我8万大军，就算战死，也要拉你垫背！全军听令！结阵，冲杀！兄弟们，明日便是除夕，随我杀入城中，过个好年！结阵！全军听令，不必重逢，结狼神战曲阵！军心为骨，军煞为血，铁甲为躯，请狼神战躯现世！
将8万人的气血、杀意与军事融为一体，这已经不是普通军阵了。8万人若能真正拧成一股绳，倒也有几分斤两。8万人的真元体力与杀意为体，列个陆地神仙也休想正面挡住。北凉王，你不是喜欢算吗？今日我便让你看看，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的算计究竟值几个钱？踏平应征！他竟然能同时逼退3位陆地神仙！阵列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人数，而是8万人只剩下一个念头。斩头不死，断身不灭，这东西的命不在他自己身上。北凉王，这一府凝聚8万人全部力量，我倒要看看你还能不能站在那里装聋作哑！开战！玄冰法域，震月！3息，我只能锁住他3息。第1息。龙吟破军，阵心已开。一人饮酒，只醉一人。8万人同饮这一口，便该一起醒了。退离断山河！8万人拧在一起，确实比8万头乱跑的狼难对付多了。若只有我们其中1人，恐怕破不开这座军阵。他的力量不在我之下，只是太慢。不可能！狼神战区是9部最后的底牌，8万人合力曾经围杀过3位陆地神仙，怎么可能会败？北凉王，你以为破了狼神战区便赢了？错了，8万大军从来都不是我真正的底牌。王爷早知道他还有后手。本王站在这里等了这么久，等的从来不是铁木钦，而是那个敢借铁木钦之手搅乱整个北境的人。你们破我军阵，毁我大业，那便让你们亲眼看看站在我身后的人究竟是谁！以9部狼骑为引，以8万军魂为路，恭迎真主降临！藏了这么久，总算肯现身了。铁木钦，主人，属下无能。不是无能，是贪。我让你等，
等北境气运流转，等天下大势生变。可你太急，急着敛财，急着扩军，急着做那割据一方的美梦。可他们说会来助我。他们看明白了，真到了要见血见骨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快。主人救我！连谁是棋子，谁是行手都分不清，也配让老夫救你？他不过是个20出头的王爷。20出头？北凉王，前辈是？老夫姓陈，单名一个玄字。陈玄，你是400年前那个陈玄？哦，小姑娘认得老夫。400年前，大秦开国之战，有一位布衣军师，以9宫8卦为阵，以天时地利为兵，助太祖皇帝连破17城，定鼎中原。那位军师就叫陈玄。可史书记载，太祖皇帝登基后，陈玄功成身退，归隐山林，不知所踪。你不是应该早就死了？是啊，老夫是该死了，400年前就该死了。可老夫不想死。你突破了天人。天人，多么久远的称呼！只不过老夫已经找到了一条路，一条能活得更久的路。北凉王，老夫今日来不是为这8万叛军，也不是为铁木沁这个废物，老夫是为你。为我？23岁入天人，执掌北凉铁骑，3年布局，算尽人心。这样的年轻人，老夫400年只见过一个。当思念飞过野草，看明白了，你那3处火药是饵，真正的杀招在谷底。可老夫这一按，连饵带钩全埋了。现在你的伏兵没了，叛军没了，狼头谷也没了，北凉王还有后手吗？净坛山的太初封天阵，你炼化了太初元血，连这座护山大阵也一并炼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王爷，困住了。困不住，是妙。石溪，400年来能困老夫石溪的，你是头一个。400年前，前辈以9宫锁天，助太祖定鼎中原。400年后，我将9宫锁天与太初封天合二为一，此阵名太九9宫。是。好算计，
以震锁天，以天锁地，以地锁人。这座阵已经触碰到了规则的门槛。破！现在北凉王还有后手吗？有。哦，还有？有，而且是专门为前辈准备的。前辈想问，本王还有什么后手？其实很简单。这是太初法相。不错，太初元血炼化后，本王以净坛山万载地脉为炉，以天地规则为火，淬炼出的太初法相。此相一成，本王便知陆地天人不过是个开始。前辈活了400年，应该比谁都清楚，天人之上还有路，而这条路，本王找到了。你竟能！本王说过，这后手是专门为前辈准备的。400年前，前辈以9宫锁天，助太祖定鼎中原，功德无量。可前辈忘了，功德也是因果，400年的因果，400年的业力，400年的执念，这些东西早已融入前辈的血脉，融入前辈的神魂，融入前辈领悟的每一道规则，所以前辈才能活400年。可也正因为如此，前辈的规则是有根的，而这根就是前辈最大的破绽。你到底是谁？23岁，怎么可能？23岁，确实不可能。可如果本王不只是23岁呢？前辈可还记得净坛山初代公主东方青银？东方青银，那个300年前一人之力镇压北境，创立净坛宫，最后破空而去的疯子。你是东方青银的血脉？是，也是本王的外曾祖父。所以，本王体内流淌的不是寻常人的血，而是太初元血。东方青群当年破空而去前，在净坛山留下3样东西：太初元血、天启剑庙，还有一道传承。那道传承里藏着他毕生修为的感悟，藏着他的手段，也藏着他破空而去的原因。原因？什么原因？因为他发现这片天地是假的。什么意思？字面意思，这片天地、这片星空、这方世界都是假的，或者说不是完整的。东方清玄当年已触及天人之上，窥得一丝天道真容。他发现我们所在的这片天地只是某个更大世界的碎片，一个被遗弃的、残缺的，甚至被某种力量封印的碎片。所以这里的规则是残缺的，大道是残缺的，连修行之路也是残缺的。前辈活了400年，应该早就感觉到了吧？陆地天人已是此界极限，再往上无路可走。是，老夫300年前就已触及退凡天人，可无论怎么修炼，怎么参悟，
都无法再进一步，就像有一堵看不见的墙挡在了前面。那不是墙，是封印。对，这片天地被一道极为古老的封印锁死了。那道封印锁住了规则，锁住了大道，也锁住了所有修行者的前路。所以，东方青云才会选择破空而去。他要去那个更大的世界，去找真正的道。那道封印是谁布下的？不知道。东方清明留下的传承里，只提到那道封印极其古老，至少存在了10000年以上。10000年？所以你有办法破开那道封印？有，但需要时间。多久？3年之内，本王会整合北境，平定西楚，吞并大前，然后举一国之力冲击封印。前辈若愿助本王一臂之力，3年后，本王可带前辈一同离开。你凭什么让老夫信你？凭本王23岁入天人，凭本王炼化了太初元血，凭本王是东方青红的血脉，也凭前辈没有选择。好，老夫答应你。现在，王爷需要老夫做什么？很简单，帮本王引出那些藏在背后的做局人。400年前，我帮赢家老祖宗打下这片江山，裂土封秦，以为总算替这乱世画了个句点，做了件能传千古的大事。可等我摸到那道看不见的墙，等我寿元将近却寻不到前路，等我偶然瞥见一些不该瞧见的东西，我才回过味儿来。这天下5国，秦、前、楚、北蛮、南疆，哪一国起高楼，哪一国楼塌了？哪一代雄主横空出世，哪一代帝王黯然收场，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拨弄。那手不是凡俗的手，甚至不完全是咱们修行中人的手，是觊觎龙运的手。你果然知道！我不但知道，我还知道，那所谓的龙运之气，压根儿不是什么天生地养的灵物，它是被人生生打散、分镇在5处的。秦国那份压在骊山秦陵最深处，借的是100万兵勇的杀伐气，和始皇帝残留的那点余威镇着，非灵是滴血，非特定天时，动不了。北蛮那份凝在3块蛮王令里头，一代代蛮王捧着，受草原上万民叩拜，受那虚无缥缈的长生天祝福，气运是粗粝，却也蛮横。西楚那份藏在一把剑里，剑名楚歌，是西楚开国之主慕容阶的佩剑，银血无数，煞气冲天，连带着那份龙运也染了一股子刚烈决绝的意味。南疆那份附在一头异兽身上，那兽没名没姓，似龙非龙，蹲在10万大山的独帐深处，吞吐日月精华，都快修出灵性了。至于大前那份，最是蹊跷，80年前一夜之间踪迹全无，那时候的前帝耗费多少心力，至今杳无音信。大前国事这些年为何暗流不断？根子怕就在这里。你竟全都知道，这5国龙运的根脚背后那些见不得光的手，你比我这活了400年的老棺材洋子看得还透。看得透，是因为我站的位置和你们不一样。你们这些所谓的做局人，困在这口井里400年，眼睛早被井口那方天空框死了。争龙运，服一国，想的不过是借那点国运之气去够拿那镜花水月的大长生。
可你们谁想过，这棋盘之外又是什么？王爷是说，就算聚齐了5国龙运，得了那大长生，也出不去。出不去。龙运之气，不过是此方破碎天地残留下来的本源碎片，聚齐了却能让你力压当世，甚至能在那道古老的锁上撬开一丝缝。可也就这样了，井底的蛤蟆蹦得再高，筹见的还是井口矿出来的那片天。你们心心念念的大长生，无非是在底下待的久点，真正的天地，你们连边儿都蹭不着。不该是这样。龙运那一界本源所冲，聚合归一，理应如何？理应让你脱胎换骨，羽化登仙。陈玄，你活了400年，难道就没起过疑心？为何此界古史万年之前一片空白？为何修行之路到天人便戛然而止？为何那道锁偏偏只锁向上的路？那道锁难道是为了？是为了把咱们当猪脑养着。猪圈修得再阔实，猪崽养得再肥壮，到头来总逃不过那一刀。区别嘛，无非是看养猪的是想吃口嫩肉，还是想熬锅老油。陈玄，我今日与你摊开来说这些，不是要断了你的念想，恰恰相反，我是要给你指一条真正的活路。我要破的不是哪一国哪一域的局，是这万年囚龙的局。龙运要集，天下要统，可那不是终点，是起点，是积攒本钱去轰开那道锁，甚至去会一会那养猪的人。我需要帮手，需要像你这样活得够久，见得够多，心里头那点不甘心还没被覆灭干净的帮手，而不是为了一星半点龙运残渣咬得你死我活的蠢货。你跟我走，帮我稳住北境，撬动这盘死棋。事成之后，我带你去看看棋盘外面真正的天地，去争一争那井口之外真正的长生。王爷，需要老夫做什么？锁天隔阴阵，王爷既已洞悉到此，有些话便可敞开说了。王爷猜得不错，老夫曾是北秦背后的做局者。400年前，老夫扶持嬴氏开国，借秦陵兵勇镇压龙运，本想徐徐图之，待天下有变，再聚龙运，冲击那道锁。可80年前，大前龙运无故失踪，天下格局骤变。老夫暗中查探，发现此事背后另有黑手。那黑手比老夫更古老，手段也更隐秘。大前龙运失踪，绝非偶然，而是有人将其生生抽走了。抽走？是。那人用的手段，老夫至今未能完全参透，只知那手法极其霸道，不仅抽走了龙运，更斩断了大前与那份龙运的所有因果牵连。若非老夫当年恰好在大前边境感应到一丝异动，恐怕至今都蒙在鼓里。也正是从那之后，老夫察觉到这盘棋比想象中更大，暗中觊觎龙运的不止我们这些困在此界的囚徒，还有更可怕的存在。所以你离开了北秦，转投北蛮。是。大前龙运失踪，意味着那人已经开始动手。北秦虽有龙运，却固守秦陵，难有作为。
而北蛮龙运宁于蛮王令，代代相传，虽粗粝蛮横，却最易调动。更重要的是，蛮族野心勃勃，又无甚根基，正是最好的棋子。老夫与那些人对峙多年，终于等到了机会。是本王发兵北上，收复北境14州，让你看到了机会。是啊，老夫本想先夺北蛮龙运，再图南下，可没想到黄鹤一举之山川之冤曲再举。我本以为一鸣惊人的北凉王只是一位看不懂真正天机的蠢货，和所有的帝王一样，只有那把椅子，却不成想王爷真正的野心是老夫猜都不敢猜的。那人抽走大乾龙运，目的何在？不知，但老夫推测有2种可能：其一，那人已触及天人长生，需更多龙运冲击；其二，那人窥见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秘密。这个世界还有秘密？对，老夫曾在一部残破古籍中见过只言片语：此界如龙，囚徒争食，然龙外或有始主。80年前，恰好是孝武帝登基之时。孝武帝继位不过3年，大乾龙运便离奇失踪，而刚好北境14州丢失，被北蛮占据。王爷的眼界既然已高到了天外去，看得穿这笼中鸟井底蛙的局，那老夫这点见不得光的家底，再捂着也就没意思了。这双手不干净，沾过敌酋的血，沾过故人的泪，沾过龙椅上那位的唾沫星子，也沾过几缕自以为能改天换命，所谓国运龙气。如今王爷划了条新道，指了片真天，老夫这点未凉透的血，这点不甘心烂在土里的念想，便再拿出来赌一回。韩州守将葫芦山，呼延灼七弟，有匹夫之勇，少谋断之志，贪金帛逆美色。此人心窍有细，可用财色识之，或使其麾下生变，不攻自溃。殷州多山民，性悍如铁，懦重如山。昔年老夫游历至此，曾于帐狱中救其部族首领一命，留一10符为信，持符往见，或可省去刀兵无数。王爷，这份投名状分量可还够？图是死的，山河走势，人心鬼域，今日是这般脉络，明日或许就换了天地。你点出了官校，描摹了筋骨，这很好，省了我本王1年功夫。但我要的不是一张了然于胸的图，本王要你陈玄亲自去做那开山的斧，破城的锤，用你这400年的眼力去辨中间，用你点出的这些脉络去定虚实，用你还未彻底冷透的血去替本王将这8州之地一寸一寸碾平了，踏实了。不是劝降纳叛，是离庭扫决。本王要的是日后这北境14州，只闻北凉铁笛声，不见蛮族狼神旗。你可能做到？老夫领命。1个月后，我要看到北境14州尽悬玄鸟旗。1个月足矣。1个月，北境8州山川险固，民心未复，
更有呼延博残部各部族私兵，乃至那些可能潜伏的做局人案子。陈玄虽经营日久，可1个月，王爷，这是不是太急了？长公主以为陈玄方才所展露的是他全部底牌，400年的老鬼心思比北境的用地还厚3分，他今日吐露的据多7、8成。他在看本王究竟值不值得他押上所有。那王爷为何还……正因为他藏着，本王才要逼他。温水煮啊，煮到死也是慢的。我要的是烈火烹油。陈玄这把老骨头，不用猛火去烧，炸不出他骨髓里最后那点痕迹和真东西。1个月不是给他的期限，是给他的炉膛。要么在这炉膛里把自己烧成灰，助我成事；要么就连灰烬的资格都没有。那若是他做不到呢？做不到，那便证明他400年的积累，不过是一堆该被扫进固纸碟的尘埃。北境8州，本王自有别的法子拿。而他，陈玄此去，必见血。他的锁天隔音阵虽妙，但方才突现灵光，气机外泄一瞬。北境之地，藏龙卧虎，未必无人察觉。察觉了又如何？嗅到腥味的猎狗只会扑上来抢食。陈老鬼要是连应付几条猎狗的牙口都没有，趁早找块冻豆腐撞死算了。倒是你苏小子，你把陈玄这把老骨头架在火上烤，自己就准备在这暖阁里看戏。北境风云洞牵扯的可不只是蛮族那几块破牌子，西楚大钱都不会闲着。你那个1个月，怕是要把天捅个窟窿。西楚慕容轩志大才疏，却又疑心深重。子阳这颗棋子已经埋下，陈玄在北境闹得越凶，慕容轩便越会疑神疑鬼，越想插手，也就越容易出错。大钱丢了龙运80载，前帝就像一头瞎了眼却更加暴躁的困兽。北境若乱，他绝不会放过任何可能找回国运的机会，哪怕那机会是陷阱。他动得越早，破绽也就越大。你需要我做什么？请白姑娘去一趟南疆。南疆？此时南疆防备或许最山些，白姑娘非人，气息与南疆毒瘴异兽或许会有相通之处，由你先行探查最为稳妥，不必强求接触那龙运异兽，只需摸清10万大山近况，看看有无异常的人为痕迹。王爷，那我呢？我能做什么？北秦龙运关乎骊山秦陵，长公主，你的位置不在具体的某一州某一市，你是大秦长公主，是连接北秦与未来破局之盟的桥梁，更是那把可能打开骊山秦陵的钥匙。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急切的去撬动秦陵，而是回归你长公主的身份，而是要等着我大获全胜，收复北蛮。到时候你再回北秦去，但不是悄无声息的回去，你要让天下人知道，大秦长公主携北境之威归朝，身后还有北凉。王爷是要借北凉之势抬高我的分量，也让皇兄重新估量你我的合作。不错，同时你也需留心探查。映月，你的根基在北秦，未来若真要集齐龙运，北秦的态度至关重要，而能影响北秦态度的，朝堂国光诸公或许不及，但你的身份、你的见识，加上适当的事，可以。我明白了，我会风风光光的回北秦，也会睁大眼睛看清楚秦陵内外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不急，等陈玄那边的火真正烧起来，等北境被本王收服的消息传开，你再动身。届时，你的事会更足。贺前辈，烦请前辈暗中跟着陈玄，不必插手，只需看着，看他如何行事，看有哪些猎狗会扑上去，也看有没有意料之外的猎物出现。若他真有性命之危，可救则救。救？你小子不是要榨干他吗？榨干，不等于要他死。一个活着的，见识过真正绝望又抓住一线生机的陈玄，比一具尸体有用的多。行，这趟差事老夫接了，正好看看陈老鬼这把年纪还能不能玩出点新花样。对了，手下都派出去了，你就守着这应州城。我当然有我的事情要做。
白姑娘，你留一下。留一下。完了，单独谈话，一般这种时候不是查伤就是查心。百里，稳住！你是陆地神仙，不是被先生点名背书的小姑娘。方才本王观察你的身体，你的气机似有不协。莫妖冰魄玄体，天生与寒冰大道共鸣。按理说，北境严寒与你如鱼得水，伤势恢复当更快才对。王爷眼力如炬，旧伤根基已固，非寻常寒气可愈。冰魄玄体虽亲近寒冰，但3年前玄冰谷被破时，侵入我本源的那股力量颇为诡异，掺杂了些别的东西，与纯粹冰寒相去，反倒成了阻碍。所以你答应当初答应迎月的条件，除了复仇线索，也包括借助北秦王室的力量，设法拔除或化解这道相聚之力。是。北秦皇族密库中藏有一卷自极北永洞冰川深处得来的古老冰魄玉髓残篇，其中或有记载化解异种寒煞、纯化冰魄之法，这是他们许诺我的条件之一。那道毅力在你本源中盘踞，平日或可压制，但若在南疆特殊环境，是否会成为隐患？我会小心。小心不够，我需要你去南疆，不仅是为探查，更是要尽可能与那龙运异兽建立联系，不容有失。你若因隐患在南疆出事，便是误了大事。莫妖冰魄玄体，其核心本源凝聚之处，与周身寒冰大道交汇升华之点，正在禅中子宫附近，亦是冰魄玄力流转周天的中宫所在。你本源受创，毅力盘踞，此处必是首当其冲，也是恢复最难、隐患最深之处。寻常手段难以触及，北秦那冰魄玉髓残篇，即便有效，恐也需漫长水抹功夫，且未必对症。本王或许有法，可助你暂时稳固此处，压制那道毅力，至少保你南疆之行无此隐忧。王爷有何法？太初元血的一点本元气，以此气为引，可暂时安抚甚至模拟出你冰魄本源的部分特性，形成一个微妙的平衡层，将那毅力隔离，使其在南疆期间难以受外界刺激而躁动。但这需要我以指为媒，将这点元血气渡入你中宫核心，且需你彻底放开此处防护，引导我的气息与你冰魄本源做短暂交融，过程或有少许不适，但应是眼下最快最稳之法。白姑娘，得罪了。表情管理，表情管理，冰山不能融，绝对不能融！谁把我的高冷人设拿去烤了？
感觉如何？那道毅力确实被隔绝了，本源运转也顺畅了许多。只是暂时，太初元血留下的气运，至多维持3个月。南疆归来之后，还需重新巩固，或者设法将其彻底勘除。方才那股力量，似乎与我的冰魄本源并不冲突。并非不冲突，而是太初元血源自万物出生之时，冰魄本源虽然至阴至寒，却同样源于天地初开的本源之力。二者看似截然相反，实则同源异有至阴至寒，修至大成，可冻结江河，冰封千里。王爷方才说，太初元血的气运只能维持3个月，不知巩固之时是否还需如今日这般？无需每次都如此深入，只需要定期渡入一缕太初元血气息，维持那层隔离屏障即可。进。抱歉，我来的不是时候。王爷，看来是我唐突了。误会，天大的误会！我们刚才真的在治病，合法疗伤，正经本源修复，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啊！子阳有何事？王爷，西楚有变，我刚刚收到情报，我皇兄慕容轩3日前于宫中遇刺，死了。刺客是宫中一名潜伏多年的老太监，用的是一种见血封喉的奇毒碧落黄泉。太医束手，若非皇兄随身携带的楚歌剑自身护住节气，暂时护住了心脉，恐怕……即便如此，皇兄也昏迷不醒，朝堂已乱。几位皇叔蠢蠢欲动，以宰相为首的文官集团与几位手握兵权的武将相互攻讦，西朝随时可能分崩离析。所以，公主是想让本王履行之前的约定，助你回西楚稳定朝局。不止，王爷3日前允诺会给我一个惊喜，如今西楚大乱，正是王爷兑现承诺之时。我要的不只是回西楚，更是要借王爷之力揪出幕后黑手，稳住皇兄性命，并震慑朝堂。3日前，本王是说过会给你一个惊喜，但你皇兄遇刺，西楚内乱，这惊喜怕是未必能解你的燃眉之急。只要王爷肯出手，无论什么条件，子阳都可答应。什么条件都可答应？是，只要王爷能助西楚度过此劫，将来西楚必归于王爷御下。好，那本王便给你这个惊喜。3日前，本王派人去了西楚。去做什么？去见一个人，一个能解碧落黄泉之毒的人。王爷是说？鬼医严无命。3日前，本王让紫树观音护送紫幽兰去寿州救治严无命，他现在已经没事了，已经前往西楚的路上了。王爷早就知道皇兄会遇刺。本王不知道，但本王知道，西楚朝堂早已是烈火烹油。慕容轩登基以来，虽表面压制了各方势力，实则隐患重重，尤其是那把楚歌剑。王爷知道楚歌剑？知道。不仅知道，本王还知道，那把剑快要压不住了。西楚立国以来，楚歌剑饮血无数，煞气冲天，历代楚皇皆需以自身血脉温养，方能勉强驾驭。可慕容轩登基时，修为不过神藏初期，根本不足以完全掌控楚歌剑。这些年，楚歌剑的煞气一直在反噬慕容轩，他的重伤昏迷，表面是碧落黄泉之毒所持，则是杀气入体，神魂受损。是有人想就一想趁夺去这剑？不是趁机，是蓄谋已久。西楚朝堂有人等不及了，他们知道慕容轩压制不住楚歌剑，知道煞气反噬迟早会要了他的命，所以他们只需要一个契机，一个能让慕容轩合理重伤甚至死亡的契机。碧落黄泉之毒就是那个契机。那严无命能解碧落黄泉之毒，
也能镇压楚歌剑的杀气？不能。烟无命能解毒，但镇压杀气需要另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天启剑药。王爷，你是何时将剑药交给紫树观音的？3日前。王爷早就料到西楚会有此变。不是料到，是必然。楚歌剑杀气冲霄已非一日，慕容轩压制不住，这是其一。其二，西楚朝堂有人等不及了。谁？宰相李思年、大将军王本，还有你那几位皇叔。他们联手了。暂时的。李思年想要的是一个好控制的皇帝，王本想要的是兵权，你那几位皇叔想要的是那个位置。目标不同，利益不同，所以他们现在还能维持表面合作。但一旦慕容轩真的倒下，西楚陷入内乱，就是他们互相撕咬、分崩离析的时候。所以王爷让人带着天启剑药，不只是为了救皇兄，更是为了镇住那把剑。楚歌剑是西楚龙运载体，也是西楚国运象征。剑在，国在，剑失，国亡。只要楚歌剑的煞气能被暂时压制，慕容轩就能苏醒。只要慕容轩还活着，西楚的乱局就能暂时稳住。王爷为何要如此帮西楚？哼哼，帮西楚？公主错了，本王不是在帮西楚，是在帮自己。天下5国龙运分镇，本王要的从来不是一国一域之安，是这整片天地。西楚若乱，龙运失衡，天下必起烽烟，届时战火连天，民不聊生。本王就算能一统北境，又拿什么去争那棋盘之外的天地？所以西楚不能乱，至少现在不能。那王爷需要子阳做什么？哼，回西楚，本王会给你一份功绩，光明正盛的回去。功绩？什么功绩？哼，北凉弩的图纸。北凉弩？北凉能连续收复和镇守住北境几州，除了有不败天境和陆地神仙坐镇，靠的就是北凉弩了。回去之后，第一，稳住朝堂。李思年、王费，你那几位皇叔，他们现在还在互相试探、互相忌惮。你要做的，就是利用这种忌惮，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第二，接应颜无忌，他会以北凉使者的名义入宫，为慕容轩诊治。你要确保他的安全，确保天启剑药能顺利接触到楚歌剑。第三，查什么？查是谁策划了这场刺杀。碧落黄泉之毒，天下罕见，能弄到这种毒，还能让宫中老太监心甘情愿赴死的人，绝不简单。本王怀疑西楚朝堂里不只有内鬼，还有外援。我明白了。还有，这是传声谷，遇到危险捏碎它，本王会知道。王爷就不怕我回到西曲后反悔？你不会。为何？因为西楚是你的根，慕容轩是你的兄长，楚歌剑是你慕容氏300年的荣耀与枷锁。因为那是你骨子里的东西，抹不掉，斩不断，忘不了。王爷说得对，西楚确实是我的根，所以我不会反悔。我会回西曲，会稳住朝堂，会接应颜无命，也会查出幕后黑手。但王爷也要记住你的承诺。一年之内，我要看到西楚尽归于你手。1年之后，我将西楚送你，但我不想再做刀，我要做你的女人，不允许拒绝。公主，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知道。我很清醒，比任何时候都清醒。我知道王爷心里装着天下，装着棋盘之外更广阔的天地，
我知道，在王爷眼中，子阳或许只是一枚还算有用的棋子，一把还像锋利的刀，但棋子用久了会磨损，刀锋太利易折。我想换一种方式留在王爷身边，不是作为棋子，不是作为刀，是作为女人。本源刚稳住，心绪怎么又不稳了？我只是路过，我不在意。再说一遍，我不在意。好吧，有一点点在意。公主，你可知做本王的女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放弃西楚公主的尊荣，放弃慕容氏的姓氏，放弃你来为之挣扎、为之隐忍的一切。从我出生那天起，我就被钉在了灾星的耻辱柱上。父皇将我放逐深山，20年不闻不问。朝臣视我为祸水，宗室视我为异类，百姓视我为妖孽。这样的尊儒，这样的姓氏，这样的挣扎，我早就受够了。所以王爷问我，做您的女人意味着什么？我告诉您，意味着我终于可以摆脱紫阳公主这个枷锁，摆脱灾星这个烙印，摆脱慕容氏的恩怨纠葛，意味着我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一次。可你要如何向西土交代？如何向慕容轩交代？如何向天下人交代？交代？需要交代吗？到时候西楚我为王，何须交代？至于天下人，他们爱说什么便说什么吧。我慕容子行事，何须向旁人解释？如何？现在有没有爱上我一点点？爱。公主觉得本王这样的人会有爱吗？本王心里装的是天下，是棋盘，是那道锁住这方天地的万年封印。儿女情长，风花雪月，于本王而言，不过是闲暇时的点缀，是算计人心时的工具，是达成目的的手段。所以公主问本王有没有爱上你一点点，本王可以告诉你，没有。但本王可以给你一个机会，1年。公主方才说1年之后将西楚送给本王，要做本王的女人。这1年本王会帮你稳住西楚，助你坐上那个位置。但1年之后，公主要送本王的不能只是一个残破的内乱不止的西楚，本王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国力强盛的，能为本王集运破界提供助力的西楚。哼，公主能做到吗？能，只要王爷肯助我，1年之后，我必还给王爷一个前所未有的西楚。很好，那这1年，公主便还是本王的刀，一把最锋利的刀。至于1年之后，若公主做到，本王身边自有公主一席之地。但那一席之地是什么位置，是妻是妾是主是仆，要看公主能做到什么程度。我明白了，1年之后，王爷会看到的。这是本王给严无雄的密信，你带回西楚交给他，他会知道该怎么做。还有这个北凉玄鸟令，持此令可调动北凉在西楚境内所有暗桩，必要之时可保你性命。多谢王爷。去吧，西楚局势瞬息万变，
耽搁不得。王爷，真要收他？白姑娘觉得不妥。没有不妥，只是觉得可惜。可惜那样一个女子，终究还是逃不过情字一劫。噗！你在做自我介绍吗，阿离？哎呦！她本可以成为一代女王，可现在，她却甘愿为王爷一句话赌上一切，甚至赌上自己的心。白姑娘觉得，情字是劫，是劫也是缘。人生在世，有所求便有所值。慕容子求的是摆脱过去，至于情，本王说过，儿女情长不过是达成目的的手段，所以慕容子也好，迎月也罢，甚至白姑娘你，在本王眼中都是棋子，区别只在于，有的棋子用得顺手些，有的棋子更重要些。王爷，连我也……是，白姑娘是命瑶族冰魄玄体，修为通天。更重要的是，你知道命妖一族守护的秘密，关乎此界本源，甚至可能关乎那道封印的真相。王爷，就不怕这些话会寒了我的心？怕，但本王更怕欺骗。白姑娘，你我之间从一开始就是交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本王不会骗你。但本王可以承诺，只要白姑娘不负本王，本王必不负白姑娘。你的仇我报，伤我治，甚至民妖一族的秘密，若有一日本王能解开那道封印，也会与你共享。我明白了，王爷放心，南疆之事我会尽力。至于民妖一族的秘密，待王爷真有一日能解开那道封印，白离自会如实相告。多谢。是你吻他笔墨，用我眼角蹙眉，离合相遇悲喜为谁？那门里会不会，我却只有你支配。问世间哪有个1个月，陈玄，你可不要让本王失望。